末世来临，丧尸灾变席卷南星，物种疯狂变异，人类成为了怪物的食物。下饭重生回到末世前疯狂囤粮，先来10万箱泡面，再来10万箱火腿肠，再来100万吨牛肉，100万吨蔬菜，100万吨纯净水。当众人在末世饿成狗，下饭则躺在粮仓里撸猫。饭少，这样的叫醒方式还满意吗？你是雪儿？讨厌了，明知故问。周一肯定是我陪你啊，周二是萌萌，周三是丽丽，周四是婷婷，周五是娇娇，周六周日休息的嘛。下饭顶着一张帅气的脸，呆呆地看向窗外。此刻阳光明媚，生机勃勃，半山别墅外一片宁静安详，根本没有末日时的恐怖景象。今天是几号？5月6号啊。2021年5月6号。什么221年？饭少，你是不是昨晚喝太多了？今天是220年5月6号。饭少，我要去上班工作了哦。下饭慌忙找到自己的手机，一脸震惊地盯着屏幕上的日期。今天真的是220年5月6号，我重生到了末世开始前的第10天。他清楚地记得，末世降临后，下饭在丧尸肆虐的世界一路拾荒一路，然后幸运地斩杀了一只变异丧尸，得到了一颗觉醒晶石，觉醒空间系异能。末世里最可怕的不是丧尸，而是人形，是饥饿。数以千万的人被活活饿死，或者被饿疯的人群当作食物吃掉。在末世第2年的某天夜里，下饭收集了一天的物资后，在一间破败的房子里睡着了。一觉醒来，居然回到了这里。现在开始，自己要开启疯狂囤货模式，在最短的时间内囤聚最多的物资，直接在末日里躺赢所有人。不过可惜的是，没有那么大的仓库。如果自己的空间系异能还在的话，想到这里，下饭下意识摸向自己的眉心，忽然面前出现了一道空间隧道开口，这是空间系异能。下饭顿时心中大喜，自己的空间系异能居然跟着自己一起重生了。随即他心念一动，立即进入了空间系。呈现在眼前的是1万立方米的存储空间，可以存储任意物品，而且保鲜。存储空间有了，剩下的就是买物资。下饭继承老富豪的产业，掌管着长安府仅有的2家5星级大酒店其中之一紫金之巅，全部身家加起来约有30多亿，其中流动资金3亿。他立即掏出手机，喂，黄老板吧，我是紫金之巅大酒店的下饭，我要订购1万箱泡面，1万箱火腿肠，现在就要，马上。什么？酒店为什么订这么多泡面和火腿肠？因为我天天鲍鱼海参吃腻了，要吃点泡面，改善生活。连夜送货到我别墅来。李经理，我要100吨牛肉，100吨猪肉，100吨蔬菜。什么？你们没有这么多存货？那就连夜给我杀牛宰猪，让手底下的肉贩子、菜贩子都行动起来啊！钱不是问题。下饭开始用自己的3亿流动资金向全市加油站订购汽油、柴油，向全市医疗机构订购药品，向工厂订购发电机。很快，下饭发现自己账户的余额已经为0了，挠了挠头，心中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虽然自己的流动资金已经花完了，但是还有一座5星级酒店。下饭想了想，拨通了一个号码：维江伯伯，我急需一笔钱，能不能借我30亿？上集说到，下饭在丧尸肆虐的世界收集了1天完物资后，在一间破败的房子里睡着了。一觉醒来，回到了末世开始前10天，开启了疯狂囤货模式。维江伯伯，我急需一笔钱，能不能借我30亿？哎呀，小范啊，按理说我是你伯伯，咱们2家关系又这么近，你就算借多少钱伯伯都要给。但是最近酒店确实出了点问题，资金实在是周转不开呀，所以嘛，这老狐狸真是老母猪戴胸罩，一套又一套。你江家在石油小镇的生意至少价值50多亿，资金会周转不开。江伯伯，要不这样吧，我把紫金之巅抵押给你，你看怎么样？什么？你要把紫金之巅抵押给我？对，你看这样能不能借我30亿？哎呀，你那个紫金之巅酒店虽说估值30个亿，但是最近酒店行业不景气，挣不了几个钱，这你也知道。但是咱们2家什么关系？伯伯吃点亏，最多能给你抵押25亿。这老狐狸真是心够黑。这样吧，江伯伯，你抵押给我30亿，每个月我返还给你5%的利息。5%的利息，30亿5%的利息，那就是1亿5千万。每个月啥都不干，净赚1亿5千万，行吧？看在咱们2家多年往来的情分上，我勉强同意了。行，但是明天钱款就要到账，我着急用。好，明天一早我就去找你签约。10天后末日怎么？你就等着我给你每月烧1亿5千万冥币吧。下饭啊，你最近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么缺钱？哦，我最近玩网络赌博输了点钱，现在想要凑点钱翻本。真的，我下一把肯定能赢。不说了，我要去赢钱了。下饭这个败家子，借贷30亿，每月5%的利息，那就是1亿5千万，每月白给我1亿5千万。哈哈哈哈，真是个蠢小子，简直跟他那个便宜老爹一样蠢，居然沉迷于网络赌博，就算他把借的钱都输完了，
咱们30亿买下紫金之巅也不亏，这就不用咱们费心思除掉他了，已经是一滩烂泥。明天咱们去找他签约，看看他如今的落魄样，想想都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此刻，夏范已经站在别墅大门口，迎来了第一支送货的卡车车队。范少，您预定的1万箱泡面已经到位，放哪里呀？先放仓库吧，一车一车的来。这么小的仓库，恐怕放不下1万箱泡面啊。叫你放你就放，要不咱们打个赌，如果仓库能放得下1万箱泡面，你再免费给我1万箱泡面。那倒是不必了，就听范少的，卸货。一声令下，卡车车队鱼贯进入别墅院子，开始往仓库卸货。这边货物还没卸完，下一波车队又到了。阿珍爱上了阿强。喂，范少，你订购的100吨牛肉到了，您看放在哪里？你们从后门进去，卸在后山吧。夏范利用时间差将装卸物资安排得井井有条。等工人全部离开别墅后，夏范就将泡面装进空间大殿之内，其他的物资也全都收了进去。整整忙了一夜，订购的物资才收了一小半。但是夏范已经困得不行了，只能先打电话让后面的物资暂缓运送，自己则来到卧室倒头就睡。阿珍爱上了阿强。谁啊？不是让你们下午再送吗？啊，什么下午再送？小范啊，不是说好今早签合约的吗？你可不能反悔呀。我夏范说话一言九鼎，绝不反悔。江伯伯你赶紧来吧，把钱准备好就行。好，马上到。夏范来到了客厅，这时一只白猫迈着轻灵的猫步走了过来。白灵是老富豪送给夏范的礼物，已经陪伴他整整3年了。老富豪去世后的一整年，也是白灵陪伴着夏范一起度过。后来末日爆发，白灵也不幸失散，但这一次绝对要好好照顾白灵。我去，居然忘了给白灵买最爱吃的小鱼干。喂，刘老板，我要订购1万箱小鱼干和1万箱猫粮。那个猫粮不要了，全都要小鱼干，晚上给我送过来。夏范扭头看向大门口，只见一辆黑色劳斯莱斯停在了门口，是老狐狸送钱来了。夏范立即打开门进，劳斯莱斯开进了别墅前院，停在楼门口。副驾驶车门被推开，一名身穿包臀裙、长发飘飘的美女下了车，打开了车后门。刘秘书，合同都准备好了吗？董事长放心，都准备好了。难为你了，昨夜折腾到那么晚，又起来弄合同，这个月工资翻倍。谢谢董事长。正在这时，江峰从后面走了过来。刘秘书，我爹老了，明白吗？奴家明白。哟，聪明。1分钟后，江别鹤3人走进了别墅客厅。买，赔率1比10，我买1亿那条老黄狗跑第一，就买老黄狗。老黄狗它毛色油亮，老当益壮。下饭。老黄狗你来了。下饭。你爱我呀，你不要过来！来，快坐下说。下饭啊，也不是江伯伯说你这也太玩物丧志了吧？说吧，输了多少钱了？没多少，只要这次老黄狗跑第一，我就赢回来了。那个江伯伯，钱准备好了吗？什么时候能打进我账户？钱早就准备好了，但是你要先把合同给签了。我翻开合同扫了几眼，这本合同是常规的抵押合同，但是在不显眼的地方做了很多的手脚，其中就包括，如果1月内我无法还清借贷及利息，紫金之巅的资产将自动划归江别鹤名下，而且还要继续还利息。老狐狸玩得一手好算盘，但这次你怕是玩脱肉皮了。1个月后，你怕是连自己的骨头都被丧尸给啃光了。好，没问题，我签字。哟，慢着，江伯伯，钱呢？你放心，钱少不了你的。下饭，你就这么把夏伯伯的心血给卖了，我心里还挺难受的。哦，那你多给点钱就行了。那个合同都签了，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合同签了，还可以色码。慢着，小范，有话好好说。江伯伯，江峰这么一提醒，我倒是有个请求。你说，只要伯伯能做得到，绝没二话。这样吧，我把这栋山间别墅也一起抵押给你，2个亿。什么？下饭这是疯了吧？居然连最后的老本都抵押了，还以为这小子要临时反悔，没想到却又给了我一块大大的肥肉。好，可以，不过你这个别墅不止2亿，1.5亿。3亿，月息也是5%，但是我有个条件，给我8天的准备时间，8天后我再搬出别墅。8天后就是末日，坐等这2父子上门找死。成交。刘秘书，给合同上加个附加条款，就按照刚才商量的意思写。明白。我扫了一眼合同，确认无误后，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江伯伯，钱何时能到账？我等着急用呢。马上，风儿。支付宝到账33亿。2位，
我忙得很就不送了。走吧，凤儿。从此之后，长安府就没有下家了。此刻我完全没工夫理会这俩白眼狼，因为我正在联系建筑公司和材料公司，打算把这栋别墅大院给好好改造一番，打造成一个末世基地堡垒。我立即请来了500名建筑工人，着手对山间别墅大院进行了改造计划。首先要加固围墙护栏，在四周护栏上加装高压电网，这样一来，普通丧尸就无法靠近，稍一触碰就会被电成焦炭。其次，还要扩建几个仓库和大棚，仓库用来储存物资，大棚用来种植各种蔬菜和水果。不过可惜，不能养殖鸡鸭牛羊，因为在末日里，除了人类，几乎所有动物都会变异，植物却不一定。而比较常见的天灾一共有3种，第一种是紫日，太阳变为紫色，凡是紫色日光照耀之处，动植物全部堕落变异。第二种是血月，月亮蒙上猩红血色，凡是血色月光照耀之地，所有动植物都会陷入疯狂杀戮状态。第三种是赤色风暴，赤色风暴席卷全球，倾盆大雨夹杂着银色雷霆，可以将陆地瞬间变成汪洋大海。雨水中变异的蓝环章鱼、堕落大白鲨、幽冥玄武等等各种深海怪物就会入侵陆地，开启一场鲜血盛宴。但是只要不被紫日和血月直接照耀，不被赤色雨水淋到，植物就不会发生变异。所以我打算建造几个大棚，大棚顶部加装防爆玻璃和紫外线有机高分子钢化膜，这样一来就可以隔绝紫色日光和血色月光，确保蔬菜果树正常生长。但有时候你不得不走出基地，去某个地方搜刮物资、捕猎丧尸之类的，所以我还需要一辆出行工具，一辆大马力、重装甲、防爆胎的超级末日车。想到这里，我直接开着自己的超跑，一脚油门朝车改场冲。15分钟后，我开着超跑来到了车改场。耗子，哟，范少来了。王浩，车改场的头号技师，为人老实，改装技术一流。在上次末日时，我曾经跟王浩一起逃避丧尸的追杀。我有时候找到食物会分给王浩，后来王浩为了救我，被丧尸群给吞噬。所以王浩是我在末日里仅有的一个兄弟，过命的兄弟。我暗暗发誓，这一世要护王浩周全。这次我要玩一把大的，怎么样？陪我玩一把呀？那有啥不敢啊？你范少发话，我耗子舍命陪君子。说吧，这次要怎么改？我刚要说话，突然瞥见了车库里面的一台军绿色重型卡车，厚重平稳的底盘，防爆防窥的玻璃，刚硬的车身和线条，真的是末日专属绝品坐骑。我要它。啥玩意？你要这个？这军用车是前几天收来的报废车。我知道，就是它了。这辆车除了底盘架子，其他核心部件全都报废了。你要改下来，至少要花上100万。你花那冤枉钱干啥？1000万，我给你1000万的预算，按照我的要求给改出来。怎么没信心？说啥呢？就是改，你说怎么改吧？这个发动机给我换成你们店里最大马力的，传动轴换最好、最结实的，钢化玻璃换成防爆的，外面再加一层防爆网，整个车身用加厚钢包裹起来，车胎换成防爆车胎，油箱要注意啊，一定要大，而且要厚，坚决不能漏油，还要准备100个备胎、100个火花塞、10套修车工具。不是范少，你这是改装车呢，还是改装坦克呢？而且你要这么多备胎干啥？这个备胎可不是你被窝里的那些备胎。我知道，让你怎么改就怎么改，重点是车头一定要安装铁头推子。范少，你改这玩意是要打仗啊，还是要推塔啊？我要撞丧尸，末日就要来了。范少，你还真是幽默，还末日，还丧尸。需要多长时间？大概10天时间搞定。我只能给你7天。耗子，7天之后你开着车过来找我，切记。好，加班加点，7天。你们老板呢？2楼办公室吹空调呢。行，我去找一下他。找他干啥？那可是个奸商。我要把这辆超跑卖了，估计能卖3000多万。啥玩意？你要把这辆超跑给卖了？这辆车改了10几次，可是你的心血啊。没办法，我缺钱啊。你要是缺钱，那我得缺啥呀？我缺命吧。我真没开玩笑。我找到改装车厂的老板，付了改车的定金，再把自己的超跑给卖了。果然跟王浩说的一样，那货是个妥妥的奸商，价值3000多万的超跑，结果就卖了2000多万。随后我叫了个出租车朝半山别墅，谁知却堵在了半路上。只见整个盘山公路上都是往我别墅拉货的重型卡车，将整个山路堵得水泄不通。这么多物资，这是赶着去救灾吧？还真让你给说着了，的确是救灾，但只救我一个人。我说最近肉价咋越来越高，合着都被拉去救灾去了？可不是嘛，昨天我去买猪肉，结果老板说断货了，你说气人不气人？花擦，长安府的猪肉都被我买断货了，看来长安府还是太小了呀，这才花了30亿就没货了。我也没闲着，订购了100根高压电棍，还定制了10把唐刀，时间一晃就是7天过去。此刻我正在空间圣殿之中清点着囤积的物资，1万吨大米入库，1万吨面粉入库，1万吨牛肉入库，10万吨纯净水入库。看着满满堂堂一望无际的空间大殿，我的心里总算有了着落。这么多物资足够自己在末日里苟到天荒地老，
海枯石烂。按照时间推算，明天末日就要来了。别墅的改造工程已经基本完工了，先去验收一下。别墅左边是5间大棚，顶部安装了钢化玻璃和防紫外线高分子有机膜，里面种上了10几种类的蔬菜苗子和果树苗子。别墅右边的游泳池也用钢架围了起来，改造成了鱼塘。我还在里面养了10几只锦鲤和乌龟，想看看它们变异后会是什么鬼样子。别墅的墙体也被加厚了半米，玻璃全都换上了防爆钢化玻璃。范少，围墙电网已经安装完毕了，您要不要去试一试？随即，我跟着电工师傅来到了铁栅栏前，铁栅栏没有一丝安装电网的痕迹，因为电路全都埋在了地下，这样才保险。范少，这是遥控器。现在铁栅栏连接了高压线网，只要一按这个红色按钮，就可以通高压电。如果后期用发电机或者蓄电池供电，只要把线路插头改一下就行。可是用什么来实验呢？范少别急，我工友去后山林子里抓野味去了，马上就回来。10分钟后，几个工人抬着一头小野猪就回来了。这头小野猪虽然个头不是很大，但是毛皮十分厚实，性格十分凶悍，普通丧尸的防御力也就跟这头小野猪差不多。行，就用它来试一试。大家准备，1、2、3，扔！来，工人师傅们辛苦了，我请大家吃点乳猪。来，大家沾着佐料一起吃点。范少，你居然随身带着佐料，真是懂得生活的男人啊！正在这时，一声发动机的轰鸣声从远处传来，整个地面都在微微震颤。我去，什么声音？工人们纷纷扭头朝声音的源头望去，只见山路上一辆装甲厚重的重型卡车呼啸而来。那玩意是坦克？不像啊，好像是一辆反坦克装甲车吧。爆改重卡直接开进了别墅大院，停在众人面前。范少，怎么样？兄弟没让你失望吧？兄弟，牛逼！我把账户里剩下的100多万全都给工人师傅们发了红包，让他们回家好好陪陪家人。范少，原来你不止改了车，还把院子都爆改了一遍啊！说出来怕你不信，昨晚我夜观天象，发现明天将会有一场天灾降临全球。你信我？我信。你找什么呢？那个范少，你平时是吃镇定剂还是抗幻剂？我吃你妹啊！不信是不是？好，今晚你别回去了，留下来陪我喝酒。明天早晨起床，请你看一场万年难遇的天灾烟花秀。我拿出手机定了一个闹钟，早晨9点半，9点40分，末日将会降临。范少啊，看你病成这样，我也不忍心丢下你一个人回去，行吧？今晚我留下陪你喝点，明天一早我就带你去看医生。哎，干，祝你早日康复。两人正喝着，白灵迈着猫步走了过来，好像受到了惊吓，直接就往我的怀里钻。明天末日就要来临，难道白灵是感应到了危险？嘿，这猫真漂亮。我去，这猫好凶啊！白灵就是有点怕生，放心，他打过疫苗。我拿出一罐子小鱼干，放在白灵面前，白灵好像也没什么胃口，依旧窝在我的怀里不肯出来。要知道，末日来临后，几乎所有动物都纷纷变异，这是物竞天择。而按照约定成俗的说法，异能主要分为3种，第一种是身体型异能，可以大幅提升觉醒者的力量、速度、防御、反应力等等，有的身体型觉醒者甚至还能实现身躯的巨大化。第二种是元素型异能，例如风元素、火元素、雷电元素、水元素、土元素、毒元素、暗黑元素等等。觉醒元素型异能就可以控制元素力量进行厮杀战斗。第3种是超能型异能，包括念力、治愈能力、再生能力、空间能力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十分特殊的异能，我也未必见过。想到这里，我隐隐有些期待白灵的觉醒能力了。我和王浩又喝了几瓶，两人都晕乎乎的睡了过去。起床！王浩快醒醒！怎么了，范少？快起来，还有10分钟，末日就要来了。我说你这可是病得不轻。正在这时，门铃声突然响起，我扭头一看，只见大门口的监控屏幕上，江别鹤和江峰两人正一脸贱笑着朝镜头招手。下饭，第8天了，你该搬出别墅了。江伯伯过来履行合同了，你有没有钱还给我呀？没有钱还的话，那就立即给我滚出这栋别墅。现在开始，你夏家所有的财产都是我的了，你下饭就是一条丧家之犬。下饭，别怪兄弟不照顾你，酒店还差一个扫厕所、通马桶的位置，我都给你预留好了，赶紧滚出来，去厕所报到吧，晚了可连这份工作都没了。有时候人要找死，你拦都拦不住。范少，那俩货是谁啊？这么嚣张？我仇家，一看就不是啥好货，干他们！我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距离末日降临还有6分钟，他们来的正好。江伯伯，你们等5分钟，我穿好衣服就下去。行，这么多年都等了，也不差这5分钟。来，耗子，
请你看场真人丧尸秀，到落地窗这边来，这里晒不到太阳，还能将大门口的情景尽收眼底。真人丧尸啥玩意啊？我就看到俩人，哦，不对，好多人围在大门口。江别鹤和江峰带了4名人高马大的保镖跟在后面，只是没让他们出现在镜头前。5分钟到了，下饭，快滚出来！ Double kill！ 给你脸，你不要脸！来人，把门给我砸了！一声令下，2名保镖走到大门前，举起消防斧，狠狠朝门镜砍去。我去，这他妈直接给电死了，还有没有王法？江峰也惊了，一脸不可置信地盯着地上的2具焦黑尸体。江别鹤阅历丰富，没有被死人的场面镇住。毕竟早年打天下的时候，谁手里还没有几条人命？好啊，下饭，你杀人了，等着把牢底坐穿吧！凤儿，报警抓人！与此同时，天空狠狠一颤，顿时阴沉下来。果然还是来了呀！耗子退到阳光照射范围之外。范少，啥来了？话音刚落，天幕上骤然撕裂出几道黝黑的裂缝，像是狰狞丑陋的伤疤，遮天蔽日。太阳瞬间蒙上一层紫色雾气，诡异的紫色阳光照射在苍茫大地之上。下一刻，蓝星地表的植物开始疯狂生长，散出狰狞气息，海洋开始诡异翻，卷起惊天巨浪。海水中的动物体型10倍、100倍的胀大，血色眼眸爆出惊天凶厉。城市里，街道上的行人顿时发出撕心裂肺的嘶吼声，身体开始腐烂，成片的倒在大街之上。几乎是转眼之间，整座长安市失去了生机，死气沉沉。1分钟后，血色云雾散去，太阳褪去了紫色，重新恢复了本来面貌。但是大地之上一片疯狂，丧尸肆虐，变异的动植物相互啃食。范少，怎么了？怎么了？这是耗子，末日来了！末日真的来临了！王浩愣在原地，呆呆地盯着窗外的世界，根本无法接受。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给他点时间消化，自己则来到了白灵身边。此刻，白灵正缩卷在沙发的角落里，眯着眼睛，似乎正在承受巨大的痛苦。下一刻，白灵的骨骼、血肉开始诡异蠕动起来，利爪不停伸长，体型瞬间长大了1倍。这是暗影系异能，真是没想到，白灵居然觉醒了元素型异能中最为稀有、最为神秘的暗影系。不愧是我的猫主子。之所以说暗影系稀有，是因为觉醒的几率万中无一，而且有几率变异。白灵黑色眼眸中的暴力渐渐消散，青紫色的眼眸渐渐清明。我暗暗松了口气，宠溺地揉了揉白灵的小脑袋。有了暗影系的白灵在旁，在这末日之中的安全感暴增啊！虽然他现在只有青铜阶1级的实力，但我有信心让他飞速进阶。耗子，你跟白灵先在这里待着，我去办点事。怎么回事？阳伞下的江别鹤和江峰死死盯着山下的城市群落，脸色惨白，心惊肉跳。他们4人因为阳伞而免受紫阳的照射，侥幸存活了下来。正在这时，地上的2具焦黑尸体突然睁开了眼眸，死去的尸体扭曲着4肢，以一种诡异的姿势缓缓站了起来，嗜血的气息疯狂弥漫。他们张开大嘴，像是恶狗扑食般朝江别鹤4人走来。青铜阶1级的丧尸，移动速度很慢，但是依然可怕。愣着干什么？快给老子上！爹，怎么办？好，快跑！风儿，快救救我！爹，我还年轻，我不想死，你就安息吧。你个孽畜！你完了！我绕过正在进食的丧尸，来到了江峰面前。下饭，求求你，救救我，救救我！我们是兄弟啊！我不跟畜生做兄弟。话音刚落，3具丧尸移动了过来，在最前方的正是已经堕化为丧尸的江别鹤。爹，别吃我，别吃我！下饭，快杀了我！我不杀畜生，闲章。在3只丧尸的围攻中，江峰最终痛苦死去，没了气息。下一刻，他猛然睁开了空洞的眼睛，也堕落为一只丧尸。我将弓弩收起，手里换上了一根电棍。能源晶石，每个丧尸、异兽脑中都有几率产生能源晶石，这是末日中所有异能者修炼的基础资源，内部蕴含的能量可供吸收。而像这种青铜阶1级的普通丧尸脑中，只能产生青铜级别的晶石，蕴含能量很低。我曾经计算过，一名变异者从青铜1级升到青铜2级，大概需要吸收至少10枚青铜晶石，然后
我又破开了2只丧尸的脑袋。很遗憾，能源晶石这玩意果然不是那么好爆出来的。最后只剩下了江别鹤的丧尸脑袋。欧皇附体，老子要开宝箱了！一枚土黄色晶石瞬间浮现而出，散出耀目光辉，一股微弱的泥土气息席卷八方。这是觉醒晶石，土系的觉醒晶石。老子果然是欧皇体质，连土系觉醒晶石都能爆出来。话说这江别鹤就是土啊，土的掉渣，不然能爆出土系觉醒晶石。我将觉醒晶石收起，然后回到了半山别墅。先是仔细查看了5间蔬菜水果大棚，大棚上方的顶棚盖子一直是合上的，不透一丝阳光，所以这些幼苗们都没有受到紫色阳光的污染，一切正常。接着我又来到了水塘边观察，时刻变异后的锦鲤和乌龟正在展开混战，企图吞噬对方。锦鲤的獠牙锋利，而乌龟的龟壳厚重，两者打得互不开交，掀起阵阵水花。幸好当初放进去的锦鲤和乌龟数量少，如果稍微多一点，整个水塘都该装不下了。行了，当宠物养活吧。我来到了2楼客厅，王浩的情绪已经平静的差不多了，正在刷着手机新闻。范少，你看新闻了吗？全球都在变了，太平洋海啸吞没樱花国一半土地，火山爆发，火雨吞没美利坚1/4人口，白菜变异，植物毒素污染泡菜国所有水源，亚马逊森林扩张，非球国被热带雨林完全笼罩，地中海干涸，海洋巨兽入侵欧罗巴城市。我都知道，没想到你的预言居然成真了。耗子，既然如此，我就摊牌了，我就是末日预言家，我预言你会觉醒土系异能。范少，你这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现在末日来临了，丧尸变异物种越来越多，它们的头颅内会有几率产生觉醒不同种类的晶石，人类如果吞服了这些晶石，就有几率觉醒相应的异能。白灵觉醒了暗影系异能，可以施展暗影系的能力，而我觉醒了空间系的异能，可以开辟次元空间。这个就是土系觉醒晶石，如果你愿意，可以吞了，运气好的话就能觉醒土系异能。直接吞。啥感觉？有点恶心反胃。范少，你刚才说这玩意是从哪里弄出来的？丧尸屁股里。逗你玩的，是从丧尸脑袋里。没事，吐啊吐的就习惯了。正在这时，空气中的能量波动瞬间朝王浩的眉心涌去，汇聚出了一枚土黄色异能灰烬，熠熠生辉。好烫啊！什么玩意？范少，我是不是毁容了？你小子运气真不赖，才吃了1颗觉醒晶石就成功觉醒了，有的人吃100颗都不一定能觉醒。我擦，我真的觉醒异能了，但我感觉身体没啥变化啊。你现在等级太低，跟普通人没啥区别，想要发挥异能威力，必须猎杀丧尸，获取能源晶石。原来如此。对了，范少，我刚才就想跟你说来着，我要去救我女朋友，我打电话给她，一直没人接。你确定要去救她？现在外边很乱很危险，而且很快就会迎来第2轮天灾，我们最好的选择是待在这里。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但是她是我女朋友啊，在一起整整4年了，我必须保护她的安全。范少，范哥，谢谢你的照顾，不然我现在肯定早就变成一具丧尸了，希望以后有机会报答你。耗子，都叫我哥了，兄弟的事情我能不管？走吧，我正好要去洗劫几个粮仓和加油站，顺便帮你一把。走，去试一试我的末日专属坐骑。好，白灵也去。耗子，你女朋友在哪里来着？长安市医科大学。很快，爆改重卡就下了山路，来到了市区。市区里一片狼藉，弥漫着浓重的血腥气息。公路边上停满了被打滚烧坏的汽车，两侧的店铺要么大门紧闭，要么已经被砸毁。丧尸群落在街上四处游荡，攻击着逃窜的行人。这些人太惨了。说着，他脚下猛踩油门，钢铁车头撞飞了2只游荡的丧尸。这就是末日。耗子，有件事我必须提前嘱咐你，在末日生存的第一法则就是不要管其他人的闲事。好，范哥，我都听你的。半个小时后，爆改重卡来到了长安医科大学大门口。此刻，大门已经被2辆车堵死，只留下1个1米宽的出入口，必须下车步行。耗子，用这个。白灵，咱们走吧。医科大学的校园四处是游荡的丧尸，教学楼、宿舍楼里不停传来阵阵惨叫声。能确定你女朋友在哪栋楼哪间房吗？这个时间，她应该在医科实验室里，5楼，就是最左边那一栋楼。暗影系的白灵果然厉害，还好把他带来。白灵干得好，今天的小鱼干翻倍。看来白灵才是欧皇体质，一爪子下去就是1颗能源晶石。范哥，这校园里的丧尸好多啊，咱们怎么进去？那些都是普通的青铜1级丧尸，移动速度慢，我们只要弄点小洞，把他们引开一段距离，然后快速通过就可以了。咋弄出响洞啊？准备好了吗？
快走，快走！一声令下，两人一猫撒腿就朝校园里跑。这段路大概有个300多米。白灵的速度本来是最快的，但他不知道目的地，只能跟在我身旁。这时，四周的丧尸都发现了两人，迅速调整方向，朝他们围了上来。白灵，快进楼！耗子，把长椅搬过来，堵住门。哦。这时，白灵的利爪已经切碎了那只丧尸的头颅。能源晶石，我去！白灵果然是欧朋友，实锤了。后面如果开宝箱，还是得让白灵来。走吧，这里不能久留，直接上5楼。范哥，走楼梯还是电梯？楼梯，万一电梯打开，有啥幺蛾子，跑都来不及。沿着楼梯一路朝上走。突然，楼梯间拐角处走出一道侧影。喂，护士小姐，你们的实验室在5楼哪个房间？耗子，这只丧尸落单了，你上，正好练练手。好。上头，哎呀，宠来了！范哥，这电棍怎么不管用啊？哎，你他娘的真是个天才！不按按钮能用，我擦，对呀。行，终于不是个厨了，走吧。终于，两人一猫顺利来到了5楼。5楼已经停电了，昏暗的走廊里，不时传来鞋子摩擦地面的声音。我走到一扇房门前，上方有玻璃窗口，透过玻璃窗口朝房间里看去，房间里光线昏暗，十分空旷，似乎没啥东西。哎呦我的妈！吓老子一跳！哎，没事，缓着缓，敢来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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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出来！白灵，开宝箱。有了白灵，老子直接改存能源晶石了，好吧？我和王浩沿着走廊一路朝前搜索，陆续解决了10几只丧尸。凡是白灵切开的脑袋，必定有能源晶石；凡是王浩切开的脑袋，必定没有能源晶石，搞得王浩很是郁闷。两人一猫一路杀伐，终于来到了走廊尽头。范哥，这么多丧尸怎么搞？必须要把他们给引开，分散搞。那就搞。打他！白灵，去。耗子，你觉得哪个有晶石？能源晶石这种东西爆率很低，我看就最左边这颗脑袋里有。好的。范哥，你这是什么道理？反向推理。这一刻，我顿时感觉自己发现了王浩的正确用法。白灵的欧皇体质和王浩的飞球体质一正一反，欧皇直接开宝箱，飞球也可以排除宝箱。按理来说，卧龙凤雏只要的其一，就可囤得无限的能源晶石。现在我坐拥卧龙凤雏，何愁不能囤得天下晶石？白灵，开箱子。我美滋滋的将4颗能源晶石收入囊中，短短1个小时的功夫，已经囤了25颗能源晶石。走，继续。两人一猫来到了走廊尽头的大门前，推开一看，里面是一处很大的会场。会场的左边还有一个房间，5楼最后一个房间了，应该就在里面。露露，我来救你了。与此同时，房门之后，这里是一间会议休息室，50多平米的房间内，3个人正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吴老师，咱们躲在这里真的安全吗？放心，露露，有我在，你不会有事。我说吴英俊，露露啊，知道你俩师生恋，单身宿舍都快变成你们2个的炮房了，整天炮火连天的。但这个时候就别腻歪了吧，赶紧想想办法，怎么才能逃出去？李阳，小毛孩，你懂个屁！现在这栋楼里到处都是丧尸，只有这里是最安全的。我们的最优选择就是待在这里，等待救援。这里有水，我们可以坚持很久。如果没有人来救我们呢？如果这是世界末日了呢？世界末日？你是不是灾难片、丧尸片看多了？万一呢？万一真的世界末日，我们该怎么办？在这里等死？快走，快走！吴英俊拉着露露就朝房间另一侧跑，最后2人缩在了门口的角落里。他们已经无路可走，
门外是丧尸群，他们不能开门，但房间里又有只恐怖的怪物，进退两难。吴老师，我害怕。不怕，我会保护你的。等会那个怪物过来，就先把露露给推过去，或许这怪物吃饱了就不吃我们的。正在这时，被堵住的房门顿时被一股巨力撞开，我和王浩冲了进来，正看到眼前的一幕，我的关注点瞬间凝聚在那只爬在墙壁的丧尸身上。它是由普通丧尸变异而来，不但可以像壁虎一样攀爬墙壁，而且速度很快，跟普通人类的速度相似，尤其是它喉咙里可以伸缩的长舌，是捕食猎物的利器。虽然只是青铜阶一级，但是比普通丧尸强悍太多。露露，我来救你了，快跑！门开了，有活路了。耗子，关门！这玩意太猛了，咱们走。此刻，先逃走的吴英俊和露露已经跑到了下一道门口。我勒个擦！这玩意真狠，快跑！愣什么？快锁门！怪物追上来了。可是他们……可是个屁！什么时候了还管别人？自己活命要紧。露露，你干什么？快开门！隔着玻璃，露露看着王浩被变异的丧尸追逐，心中反而释然了许多。4年来，都是王浩打工赚钱，供自己上大学，日常开销。但是他毕竟只是一个地位卑贱的修车工，下等人，跟着他能有什么出息？而吴英俊不一样，他才是上层社会的精英人士，跟着他才能穿名牌衣服，背名牌包，坐在跑车里吹空调。现在只要王浩死了，就再也没有人知道自己跟王浩的关系。露露，开门啊！耗子，很显然他已经做出自己的选择了，你现在应该明白我对你说过的话了吧？有些人他根本不是人。耗子，现在不是伤感的时候，还有个小宝贝等着我们解决。范哥，我明白了，现在怎么搞？等会咱们这样。你确定？现在只能这样了。妈的，拼了！白灵挡到我身前，不停发出警告般的低吼声，与变异的丧尸周旋。如果真打起来，如今的白灵还不是变异丧尸的对手。我悄悄地移动到王浩身后，在空间系统里拿出一根两端都绑着挂钩的绳索，然后我将一个挂钩挂在门把手上，另一个挂钩挂在王浩的后腰带上。做完这一切，我拍了拍王浩的肩膀，然后示意白灵后退。你过来呀！就是现在，白灵，我来！搞定。耗子，你没事吧？没事没事。那你怎么趴下了？我有点虚。这可是变异体，说不定能爆出好东西，最少也要爆一颗能源晶石吧，不然我那根电棍不就白瞎了？耗子，你觉得这只变异的丧尸能不能爆出好东西？你就说垃圾玩意，肯定爆不出东西，啥都没有。垃圾玩意肯定爆不出东西，啥都没有。你再说一句，尤其像是觉醒晶石这种极品货，就更别想了。尤其像是觉醒晶石这种极品货，就更别想了。OK， 有了王浩的飞球诅咒，再加上白灵的欧皇之力，妥妥的双保险啊！白灵，喊他！哇，金色传说！这是雷电系觉醒晶石，居然是与暗影系相媲美的雷电系觉醒晶石。暗影系鬼魅莫测，是阴性异能中的巅峰的存在，而雷电系至阳之刚，乃是阳性异能中绝对的霸主。两者相辅相成，相生相克。这次赚翻了，卧龙凤雏果然名不虚传。不过可惜了，我已经觉醒了空间系，这雷电系觉醒晶石就先囤起来吧。我大手一挥，将雷电系觉醒晶石握在手心。正在这时，游走的电弧在我的视海中游走一圈，然后隐隐勾勒出一道银色灰迹，若隐若现，随即消散一空。这是？难道说我可以吞噬这颗雷电系觉醒晶石？一时间，我思绪万千。按理说，每个人只能觉醒一种异能，如果觉醒两种异能，那两种力量就会产生矛盾，导致觉醒者爆体而亡。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由于我是重生之躯，空间系算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我还可以觉醒一种异能。想到这里，我不禁心潮澎湃。如果真能觉醒两种异能，那在这末世之中还不得横着走？不过现在不是研究这个的时候，先收起来吧。耗子，你怎么还坐在地上？快起来啊！我也不想，这不是腿有点软吗？与此同时，房门另一侧，露露透过玻璃看到了我和王浩相互配合斩杀怪物的情景。
他心中惊骇不已。露露，快走了，磨蹭什么呢？话音刚落，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从楼道远处传来，越来越近。吴英俊心中疑惑，凝神朝远处的楼道看去，只见地板上有个小东西在爬，像是个婴儿。紧接着，后面又出现了一个、两个，一大群婴儿丧尸如潮水般从楼道里涌开。他们磨着满嘴尖牙，眼睛空洞，僵硬的脸上表情诡异，正要逃走的吴英俊和露露顿时吓得毛骨悚然，只能往回逃。哎，干吴英脚！王浩，快开门啊！我是露露，是你女朋友，难道你不爱我了吗？我的露露已经死了，死在我心里。我求求你，求求你，王浩，开门啊！只要你开门，我怎么伺候你都行。刚才让你开门你不开，现在又求着我们开门，可笑，自己造的孽，好好享受吧。话音刚落，婴儿丧尸群顿时吞没了吴英俊和露露。下一刻，令人毛骨悚然的啃食声夹杂着撕心裂肺的吼叫声充斥整个楼道。耗子，不要为不值得的人伤心。现在外边是一大群婴儿丧尸，我估计是从育婴室跑出来的，他们堵在门口，我们也出不去，今天晚上就只能在这里将就一下了。好，范哥，野外生存的苦我也吃过，不就是一晚上没吃的，忍饥挨饿受冻。我勒个擦！来吧来吧，简单吃点。简单，范哥，你怕是对简单这个词有啥误解？今天晚上本来应该陪你喝点，但是这里不太安全，所以只能用82年的可乐代酒，咱哥俩整点。范哥，你这咋还随身带这么多菜呢？我不是预言过末日降临吗？所以就趁着末日前几天囤了一点货。白灵，吃饭了。来，耗子，炫一个。范哥，我咋感觉有点慌？你慌什么？这饭菜这么好，总有种吃断头饭的感觉。放心，只要跟着范哥，以后的伙食标准只会比这个更高。两人一顿风卷残云，20分钟不到，8菜1汤全部下肚，吃饱喝足。我从空间圣殿中取出10颗能源晶石，递给王浩。耗子，你尝试吸收，看看能不能突破青铜2级。我又拿出10颗能源晶石，放进猫盆子里。白灵，这是你的。我操！你们睡床，让我睡沙发。哎，那我只能委屈一下，睡这个了。我跃上床，盘膝而坐，掌心浮现出雷电系觉醒晶石。我要尝试吞噬雷电系晶石，觉醒出自己的第2系异能雷电系。我深吸一口气，直接将雷电系觉醒晶石吞入腹中。狂暴的雷电能量骤然涌入我的四肢百骸，锤炼着每一寸肌肤，每一处肌肉，每一个内容。而此时我的眉心处，幽蓝色空间灰烬与银色雷电灰烬交相辉映，熠熠生辉。我猛然睁开双目，瞳孔中似有银色电弧跃动，散出毁灭气息。成了，第2系异能雷电系。我心中大喜，从床上一跃而下，挥动双拳，感觉自己的力量增加了2、3倍，而且自带风雷之声。雷电系果然强悍。不过潜意识的时候，我从未听过存在双系觉醒者，就算是顶尖强者，也仅有一种异能，所以自己对外只展现一种异能比较好，否则容易招人觊觎。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隐藏空间系，展现雷电系，因为自己的空间系似乎跟普通人的空间系不太一样。普通的空间系只有1层空间大殿，但自己的空间圣殿却有9层，2层至9层究竟有什么，谁也不知道。而且圣殿空间里还有自己囤的百亿物资，那肯定是不能让外人知道，所以空间系才是自己最大的秘密。如此一来，展现雷电系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下面就是要吸收能源晶石，尽快提升自己的战斗力。我将剩余的能源晶石全部拿出，数了数，还剩25颗，差不多应该够了。我在床上盘膝而坐，然后将12颗能源晶石握在掌心，心念微动，能源晶石缓缓化为一道精纯能量涌入我的体内，然后朝识海中的银色雷电灰烬汇聚而去。雷电系适合战斗，所以我选择优先升级雷电系异能。在吸收了12颗能源晶石后，雷电灰烬骤然一闪，终于提升到了青铜2级。我紧握右拳，一阵爆豆般的声音响起，一拳砸出，电弧环绕，力道十足。虽然这一拳下去没有高压电棍那么猛，但是电翻一只青铜1级的普通丧尸还是绰绰有余的。现在就算不用电棍，我也有了自保的能力。下面就是升级空间系了。我深吸口气，握住1颗能源晶石，开始吸收。此刻已经吸收完毕10颗能源晶石，突破到了青铜2级的白灵睡在我身上。白灵，起床了。范哥，早啊。早，起床刷牙洗脸了。范哥，你是机器猫吗？咋啥都有？就是囤了点物资。耗子，有件事我必须跟你说一声。啥事？你说。从今天开始，空间系的秘密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对外，我会展现雷电系的异能。第3个人？那白灵呢？
白灵又不是人。哦，对哦，白灵也要保密。对了，你昨晚吸收了几颗能源晶石，突破了吗？吸收了9颗，突破到了青铜阶2级。王浩吸收了9颗能源晶石，突破到2级。白灵吸收了10颗能源晶石，突破到2级。我的雷电系异能吸收了12颗能源晶石才突破到2级，而空间系更夸张，吸收了13颗能源晶石才半保状态。果然，异能的品质越高，每提升1级所需的能量也就越多。从今天开始，必须要疯狂囤能源晶石。耗子，那你提升到2级之后，身体有没有什么变化？我感觉皮更厚了，而且可以简单的控土。说着，王浩心念微动，地上的泥土瞬间在他的脚缓缓覆盖上来，在王浩的身体表面覆盖上一层坚硬的护盾。这个是土系异能的初级技能，叫厚土壁垒，防御力惊人。你现在这护盾还只是雏形，防御力稍弱，不过应该能抵御普通1级丧尸的撕咬。而且我只能维持大概3分钟时间，很不错了。关键时刻可以保命。两人洗漱完毕，然后开始吃早饭。我先拿出电饭锅，然后将清洗好的大米、红豆、枸杞、桂圆、莲子放入锅里，再倒入适量纯净水，开始煮粥。我再拿出电饼铛，倒上高级橄榄油，待橄榄油温热，打入1颗鸡蛋。鸡蛋在电饼铛里冒出油脂，快速成型，散出浓郁香气。一旁的王浩和白灵狠狠咽了口唾沫。这一番操作，看得王浩有点怀疑人生。范哥，实话说吧，你以前是不是在蓝翔厨师专业待过？父母去世后，我平时在家都是自己做饭，闲的时候我还遍访各地名厨，跟他们学习做菜。美食、美酒、美女，缺一不可，这才是生活啊！说着，我将煎好的鸡蛋盛进盘里，色泽鲜嫩，香气扑鼻。看见没？这鸡蛋的火候千万要掌握好，火候过了，蛋会老，糖心也会凝固；蛋火候轻了，里面的糖心温度不够，香气也就不浓郁了。一个煎蛋就这么多讲究，跟范哥一比，我以前是吃猪食的糙汉的。这时，电饭煲里的八宝粥已经煮好，我用碗盛了2碗香喷喷的八宝粥和1盘紫金黄的煎蛋，全部摆上了桌。吃吧。王浩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煎蛋，喝了一口八宝粥。这也太好吃了吧！原来末日的生活也可以这么滋润啊！两人一猫吃完早饭，我来到门口，透过玻璃朝外面走廊看去，楼道里静悄悄的，婴儿丧尸已经不见了踪影。接着再把床、家具都收进圣殿空间。耗子，外面已经安全了，收拾一下，咱们出去。范哥，咱们去哪儿？这次既然已经出来了，就顺道把附近的几个仓库给端了吧，补充一点物资。两人收拾妥当，打开门，朝楼下走去。路上没有碰到一只丧尸，顺利的来到1楼大厅。此刻，大厅门口依然有几只丧尸在游荡，必须尽快干掉他们，否则他们会引来更多的丧尸，那样我们就出不去了。王浩立即行动，把堵在门口的长椅搬开。快开宝箱！这一波下来，直接入账5颗能源晶石。王浩也破天荒的找到了1颗。快走，院子里的丧尸要过来！两人一猫立即离开原地，朝学校大门冲去。一路上，我挥舞着手中的唐刀，凡是靠近的丧尸都头颅落地。王浩则甩开膀子，手中的电盾连连将四周丧尸击飞。白灵一猫当先，率先杀出重围，来到了学校大门口。我看见自己的爆改重卡安然无恙，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两人一猫正要朝爆改重卡走去。救命啊！你们等等我！我淡漠的看了你，直接扭头跃上了爆改重卡的副驾驶。王浩见我没有救人的意思，也狠狠咬他，上了车，开车。你奶奶的见死不救，老子做鬼都不放过你们！我们没有义务救他，救他反而会让自己陷入险地。我明白。爆改重卡沿着公路一直朝南走，街道两旁有许多小超市和便利店。范哥，不是要搜刮物资吗？你看，好多店铺。这些便利店大部分都被幸存者搜刮完了，而且这么小的店根本不值得咱们出手，格局要大。那咱们去哪里？我乐呵呵从兜里掏出一张地图，上面已经标满红色的小岛。这些都是长安市的大中型仓库，距离我们最近的一处物流仓库是天迈时代广场。好嘞！王浩答应一声，一脚油门撞飞了2个丧尸，急速朝天迈时代广场驶去。20分钟后，两人就抵达了天迈时代广场。不过前面的路都被车堵住，两人只能下车步行。此刻，偌大的广场上一片寂静，四处都是游荡的丧尸。范哥，你看那是什么玩意？我闻言抬头看去，只见广场上一尊巨大的身影正在缓缓走。他身高3米多，魁梧的身材如响山一般，头上蒙着一个布袋子，只露出2个窟窿，而且手里还握着一缕巨大的白骨斧头。这是丧尸变异体，
血色屠夫还是青铜阶4级的血色屠夫。血色屠夫是所有低阶变异丧尸中最猛的，力大无比，血腥残暴。这货看着就很猛啊！范哥，咱们怎么办？快，先躲到那间商铺里去。两人一猫立即紧跑起来，跃进了破碎的落地窗帘，俯下身压低脑袋。我刚跃进窗户就发现，这房间里还有好多人，全都背着大包小包。此刻，这些人也正在盯着我和王浩，一脸惊讶。正在这时，斧头拖地的声音越来越响，众人慌忙低下头，屏息凝神。血色屠夫迈动巨大的步，单手拖着巨斧从商铺窗前走过，恐怖的威压让四周的所有生物屏息避让。血色屠夫渐行渐远，躲藏在商铺里的人不禁暗暗松了口气。你们也是去广场超市搜集物资？对，我是刘恒，不如一起吧，人多力量大。没兴趣。刘哥，他们给脸不要脸，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吧。那你们先请。我没有理会，直接带着王浩和白灵跃出窗框，一路朝商场摸索过去。刘哥，他们不跟我们合作，为什么你还要让他们先去搜索物资？广场里有很多丧尸，让他们先去给我们探探路。再说了，他们只有2个人，连包都没有，能拿多少物资？刘哥英明。与此同时，我和王浩一边利用街上的轿车遮挡身形，一边朝商场大门跑。范哥，那个刘恒怎么会这么好心，让我们先进商场拿物资？那个心机婊只是想让我们去给他探路吧。我操，原来是这样，臭不要脸！那咱们怎么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是说？明白。破败的商铺里，距离我和王浩2人出发已经过了10分钟，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走。一声令下，身后的人背着背包，拿着钢管、斧头、铁锹等工具，跟着刘恒翻过橱窗，朝商场走去。此刻，商场大门口的广场上，上百只丧尸在漫无目的的游荡。虽然数目不少，但广场的面积大，所以丧尸的密度并不大。丧尸果然少了一些，那2人也不知道死了没有，死了最好，少点竞争者。大家准备好，跟我冲过去。王霞、周明跟在我身后。刘恒拿着一柄消防斧，每次都有一只丧尸倒在血泊里，他的力量几乎相当于2、3个成年男子的力气。王霞拿着一根铁棍，棍子上居然附着着赤色火焰，一棍子下去，虽然只死一只丧尸，但是却可以引燃丧尸。周明纯粹是战斗技巧熟练，像是练过手里的棒球棍虎虎生风。刘恒3人算是末世中的幸运，才末世的第2天便在机缘巧合下才发现了丧尸脑袋里的觉醒晶石。刘恒觉醒了力量系，王霞觉醒了火系，而周明不敢吞觉醒晶石，所以错过了觉醒的机会。此刻，广场上的丧尸几乎都朝他们围了过来，导致广场边缘已经出现了真空地带。你看，刘恒肯定是个身体型觉醒者，不然力气不会这么大。那个戴棒球帽的女人应该是觉醒了火系异能，其他人应该都是普通人。这2人不是应该早就进商场去吸引丧尸了吗？怎么还在这里？刚才我们去撒了泡尿，没想到你们就赶在前头了，辛苦辛苦，这些丧尸就交给你们了。该死！刘恒狠狠咬牙，没想到自己反被摆了一道。王霞、周明突围。话音刚落，3个人瞬间脱离了人群队伍，相互配合着朝商场大门冲去。刘恒大哥，等等我们，不要丢下我们！很快，这些人被引来的丧尸包围，成为了自助餐。刘恒3人顺利抵达商场。还好有这些蠢货帮我们吸引丧尸，这个方法真是屡试不爽。不过刚才那2人似乎不太好对付，尤其是那只白猫。怕什么？咱们有2个超能力者，等会如果遇见了，直接弄死他们。而且这商场里的丧尸可不比外边少。走，去超市。此刻，我和王浩已经来到了地下超市，内部面积很大，货柜上的商品琳琅满目，还没有人来搜刮过。浩、白灵分头行动。好嘞。丧尸暂时被白灵和王浩引开，我来到货架前，开始往空间圣殿里搬物资。我所到之处，原本满满堂堂的货架瞬间被清空，比王浩舔的盘子还干净。很快，日常用品区、零食区、水果蔬菜区等等都被我搜刮一空。此刻，只剩下了肉类食品区幸存。正当白灵要窜进肉类食品区遛丧尸的时候，忽然停下了猫爪，侧耳倾听。作为一只猫科动物，白灵的听觉十分敏锐。我见状也心中一动，仔细听。我朝王浩做了个手势，让他在原地等候，然后自己轻手轻脚顺着声音走去。声音越来越大，我转过一个装满牛肉的冷柜，探头看去，只见冷柜后方有一头大狗，浑身血肉腐烂，露出森森白骨，正在啃食着一只丧尸。我忍着反胃的冲动，缓缓退了回来。这玩意少说也是一头青铜2级的变异丧尸犬，不知道吃了多少丧尸，浑身杀意腾腾，一看就不好招惹。范哥，怎么回事？变异丧尸犬2级的。我去，这怎么整？要不咱们溜？到手的肉不囤，天理难容啊！不，咱们先退出去。随即，
两人一猫退出了肉类食品区，来到了过道里。我从过道口朝内部看去，正好可以看到里面的肉类食品区。来，咱们往后站。这个位置看不到里面的肉类食品区。正在这时，一阵脚步声传来，我扭头一看，是刘恒三人赶到了。我去，什么情况？不对啊，物资怎么全都不见了？这个超市应该没有人搜刮过啊？难道是超市倒闭清货了？妈的，白费这么大劲！这时，刘恒突然发现了过道里的我和王浩，走过去看看。三人立即朝我和王浩这里走来。终于来了，刘恒三人停在距离我10米之外，正好是安全距离，而这个位置正好可以看到里面的肉类食品区。这一切都是我设计好的。你们也来了，看看吧，白来一趟，连根毛都没有。没有，我怎么感觉是被你们拿走了？你在这里搞笑呢？我们连包都没有，怎么拿？说的也是，这么多东西都没了，背包都没有，怎么装物资？正在这时，王霞扭头朝超市内部看去，正好看到了肉类食品区的冷柜上还有琳琅满目的肉食品。呵呵，这俩倒霉货居然没看到，活该饿死！白跑一趟，我们打算走了。站住！怎么了？你们从那边出。对，你们从后门出去。为啥？因为前门好多丧尸，你们出不去。原来如此，大鱼上钩。看着我和王浩两人离开的背影，刘恒眸中闪过杀意。怎么回事？刚才我正打算把这两人给做掉。你们看，那是什么？刘恒和周明抬头看去，顿时眼前一亮。肉，冷柜里全是肉。对，刚才他们那个位置根本看不见里面的肉，所以我没让他们从这里经过，万一看见了呢？还是你机灵，走，搬货，今晚有肉吃了。三人兴高采烈地朝肉类食品区跑去，来到冷柜前，看着琳琅满目的肉品，刘恒三人的眼睛都直了。这下咱们发达了，快往包里装！刘恒三人立即翻箱倒柜，将各种肉往自己的背包里塞，像是土匪进村一般。你们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确实有点奇怪，其他货柜毛都没有，肉类区居然还有这么多肉。这还不是最奇怪的，最奇怪的是这里居然没有一只丧尸。对呀，这里怎么会连一只丧尸都没有？而且这么安静，刚才看见这么多肉，太过兴奋了，以至于忘记了思考。快，装完赶紧走！话音未落，一阵低吼声从三人身后传来。三人扭头一看，顿时倒吸一口冷气。只见一头丧尸犬正盯着他们，血眸狰狞，满嘴獠牙滴落腥臭咸水。千万别动！丧尸犬跟狗的习性相同，你越是跑，它越是追。那怎么办？这老六，我真的服了！周明至此才明白，原来自己也只不过是刘恒随时可以舍弃的牺牲品。趁现在，快跑！但刘恒低估了丧尸犬的智慧，他咬死周明后，并没有停下来享受新鲜的美食，而是选择追击刘恒和王霞。走，收物资去。随即，我和王浩重新返回肉类食品区，然后悠闲地穿梭在冷柜间，像是逛超市一般开始装货。3分钟不到，除了被丧尸犬糟蹋过的肉以外，全部进了我的空间圣殿。有人帮忙遛狗的感觉真好。范哥，咱们撤吧。撤什么撤？像刘恒这种连自己人都可以随时出卖的阴险小人，既然惹了，就要斩草除根。走，去收3条狗命。刘恒和王霞还是没能跑得过丧尸犬的4条，两人一狗混战在一起。看来丧尸犬也就这样，不过是条个头大点的狗。丧尸爬虫诡异的扭动身躯，刚爬了2步，随即便一头栽在地，细长的身躯神经质的颤抖了几下，完全失去了生命迹象。而此刻，王霞正冷漠地看着这一切，脸上不但没有一丝恐惧，嘴角反而勾勒出一丝得逞的冷笑。蠢货，还是老娘活到了最后，要不是你还有点利用价值，老娘绝对不会让你活到现在。而现在，这里的所有物资都是我的了。精彩精彩，没想到你才是幕后心机婊。你没走？何止没走啊，还把肉食区全都搜刮完了，然后又看了一场好戏。是你故意让我们引开了丧尸犬，是请你们帮忙遛了个狗。既然如此，那以后不如我们合作。你也有超能力。刚才你射我，现在轮到我射你了。看射。范哥，看来我这个秘密武器没有发挥作用啊。行，马上就是你们发挥作用的时候了。这里有2个变异体，又到了激动人心的开宝箱时刻。王卧龙，请说出那句让人热血沸腾的飞球咒语。垃圾玩意，肯定爆不出东西，啥都不是。白凤雏，请做出那个让人血脉喷张的欧皇动作。白灵迈着妖娆的猫步走到丧尸犬和丧尸寄生虫的尸体跟前，然后找起指路，2颗头颅瞬间被切开，露出了里面的真容。我操，只是能源晶石吗？白激动一场。
我将能源晶石收起，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这2颗能源晶石好像比平常大了点。这2颗是黑铁阶能源晶石。卧龙凤雏，名不虚传啊！一颗黑铁阶能源晶石抵得上10颗青铜阶能源晶石，有了这2颗小宝贝，今晚空间系必然可以突破到2级。走吧，该去办正事了。这次我们本来是来搜刮仓库的，只是顺便把超市给端了，现在就要去天麦商场的地下仓库。2人一猫来到电梯旁，这是整个商场里唯一一部可以直通到下2层的电梯。你们朝后退，万一里面有丧尸怎么办？王浩和白灵立即躲得远远，留够跟丧尸的缓冲地带。我长长舒了口气，真是自己吓唬自己。2人一猫坐上电梯，然后下到了地下2层。刚走出电梯，对面就是一扇仓库大门，大门口的地面上躺着一具中年男人的尸体，浑身蜷缩在一起，像是很冷的样子。这人是怎么死的？地下2层根本照不到子日的光线，而且这里好像也没有丧尸吧？我踢了踢中年男子的尸体，已经僵硬了，而且像是在踢一根人形冰棍，脚都有点冰凉。有蹊跷，白灵，你留在门口，注意警惕。我伸手推开了门，居然没死。来到了仓库里面，我和王浩抬头看去，整个仓库的面积很大，堆满了各种物资，码得整整齐齐。范哥，这次咱们发达了，格局放大点行不行？整得跟咱没见过世面一样。我开启空间圣变，20吨面粉收入囊中，30吨大米原地消失，1000箱可乐凭空不见。正当我要将剩下的可乐收入空间圣殿之时，一道身影突然窜了过来，吓老子一跳！什么玩意那是？只见一只灰色剑银层肥老鼠直立起来，它身体足球那么大，肚子吃的圆鼓鼓的，一身毛发油光水滑。我去，现在的老鼠都这么肥这么大只了吗？应该是只觉醒老鼠。你说个毛线，老子不懂外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把可乐还给你？那我要是不还呢？肥老鼠气鼓鼓的瞪了我一眼，然后蹲在地上，用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画圈圈是什么意思啊？我操，好肥的老鼠啊，都够炒一盘了。肥老鼠见王浩走来，开始在地上画第2个圈圈。呵呵，老鼠还会画鸭蛋，有点意思。耗子，你这是怎么了？范哥，我感觉头晕耳鸣鼻塞，感冒了？这么突然的吗？没事，哥这里有很多感冒药和抗生素，你先吃点。我操，我也感冒了。我和王浩对视一眼，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惊讶。突然，我想到了门口躺着的中年男子，他也是蜷缩在地上，浑身冰冷。再想想自己和王浩的症状，好像很相似。等等，难道是？我猛然盯向地上的肥老鼠。此刻，肥老鼠还在地上画着圈圈，一边画圈圈，一边嘴里还骂骂咧咧。我去，耗子，咱们这是被诅咒了。这肥老鼠觉醒了诅咒系，诅咒系是超能型异能中最让人闻风丧胆的异能种类。不过，诅咒系的技能是有范围限制的。随着觉醒者等级的提升，诅咒的范围也不断提升，诅咒的效果也不断提升。此刻，这只肥老鼠应该是在青铜2级，所以它的诅咒效果也不过是让人发寒感冒，而且技能的覆盖效果只有3米。想到这里，我和王浩立即后撤，2人撤出3米之外后，身上的恶寒果然渐渐消退。这肥老鼠也太阴了，居然是诅咒系，有点意思。耗子，跟哥一起上，抓住这只肥耗子。耗子抓耗子？废话什么呢？赶紧的！2人立即开始抓捕行动，一人堵住前面，另一人绕到肥老鼠后方，然后同时扑出。肥老鼠身躯一闪就窜上了货架，完美躲过2人的夹击。我和王浩一阵子折腾，追着肥老鼠满仓库的跑。然而，肥老鼠像是一颗圆球般在仓库里辗转腾挪，速度奇快。5分钟后，2人累得气喘吁吁，大口大口吐着粗气。这时，肥老鼠站在货架上，朝我们2人发出嘲笑声。范哥，不行啊，这肥老鼠它是个灵活的胖子，咱们抓不住啊。我差点忘了。白灵不是在呢，咱们来抓什么耗子？真是狗拿耗子多管。白灵，进来。话音刚落，一道黑影如烟雾般窜了进来，停在了我身边。去，把那只肥老鼠给我抓住！肥老鼠见到白灵，瞬间怂了，2颗小眼珠里闪过恐惧之色，扭头就跑。哎，千万不要伤了它！话音未落，白灵嘴角叼着肥老鼠的后脖梗，迈着妖娆的猫步朝我走来。听着，现在给你2个选择：第一，被白灵吃掉，开膛破肚；第二，跟我混，以后天天都有可乐喝，你选吧。这就对了吗？你这么肥，以后就叫你肥仔吧。好，咱们出发，去下一个点。我将剩余的物资全部搬空，这一趟下来，空间圣殿里的物资又增加了上百吨，最主要的是收获了肥仔，这以后可是打家劫舍、狗逐阴人的必备利器啊！2人一猫一鼠走出地下仓库，来到了商场大厅。此刻，商场大厅上聚集了很多游荡的丧尸，刚往前走几步，只见血色屠夫正盯着我，麻袋下的一双眼珠爆出赤红血芒。
血色屠夫立刻拖着巨大的战斧朝这里走，强横威压席卷八方，整个地面都在微微颤抖。范哥，血色屠夫来了，快跑！两人立即原路返回，血色屠夫紧追不舍，一路拖着巨斧来到了地下超市，却四处找不到我和王浩。此刻，两人已经回到了地下2层的仓库之中。妈呀，这血色屠夫太可怕了，光是走过来就让人心惊肉跳。现在血色屠夫在外边守着，我们出不去，咱们只能暂时躲在这里，尽快提升实力。说着，我从空间圣殿里拿出一兜子能源晶石，抓了一把塞进王浩手里。快，浩子，能吸收多少就吸收多少。我来到仓库另一边，含息而走，将一兜子能源晶石放在面前。你们两个自己拿晶石吸收吧，随用随取。白灵点点小脑袋，抓起一颗能源晶石开始吸收。眉心暗影，灰迹若隐若现。肥仔也用2个小爪子抱住一颗能源晶石，闭着眼睛开始吸收。四周环绕丝丝缕缕的灰雾，诡异蠕动。我拿出了一枚黑铁阶能源晶石，开始吸收。这枚黑铁阶能源晶石抵得上10颗青铜阶能源晶石，有了它，必然能将空间系突破到2级。狂暴能量瞬间游走我的四肢板来，急速朝空间系灰烬滚滚抡去。我沉浸在玄奥的感觉中，时间飞速流逝。1个小时后，空间灰烬骤然一闪，发出夺目光辉。与此同时，空间圣殿发出轰鸣巨响，出现了一级通往第2层的阶梯。只要阶梯级数达到时，我就可以拾阶而上，进入空间圣殿第2层。我低头一看，手里的能源晶石已经成了灰白色，能源消耗接近2/3。空间系这么能吃的吗？这样粗略的计算下来，光是空间系提升到2级，就消耗了大约20枚青铜阶能源晶石。我深吸口气，识海中的空间灰烬光影一闪，浮现出一个空间技能，这是空间跳跃。我心中大喜，无论战斗还是苟命，空间跳跃都是绝对的神技啊！空间跳跃俗称闪现，可以瞬间移动到另一个空间坐标位置，而瞬移的距离跟自身等级相关，等级越高，瞬移的距离越长。空间系已经提升到了2级，剩下的能源晶石应该还够雷电系提升到3级。想到这里，我看向装能源晶石的小提兜，我操，怎么空了？一旁的白灵和肥仔都贼兮兮的盯着自己，然后朝我伸出了自己的小爪子。没了，我真的没有了，这俩吃货也太费晶石了吧！此刻，白灵已经突破到了青铜阶3级，浑身散出强横的气势，而肥仔还停留在青铜阶2级。显然刚才碍于白灵的威胁，没敢抢太多的能源晶石。我见2个吃货离开，立即转过身去，然后从袖子拿出了第2枚黑铁阶能源晶石。哼，还好老子有存货，不然就被你们这群吃货给榨干了。我继续吸收能源晶石，准备将雷电系提升至青铜3级。这时，王浩缓缓睁开了眼睛，眸中爆出一抹耀眼光芒。嘿嘿，终于突破到3级了。王浩心念微动，四面上的土元素立即顺他的双脚爬满全身，凝聚出一具厚土壁垒。虽然厚土壁垒还是很薄，但比先前已经坚韧了许多。又过了1个小时，我猛然从原地跃起，浑身缠绕金色电弧。范哥，你突破了！这破坏力绝了！不过自己的手掌也有点酸麻，体内的雷电元素还剩下1半，也就是说，这个技能我短时间内只能释放2次。这是雷电系初级技能雷暴。耗子，你领悟了什么技能？这个嘛。范哥，仙都快黑了，等会咱们吃什么？吃屁！你笑个屁！王浩一把抓住肥仔的大腿，将他倒吊起来，正要挠他的胳肢窝，突然，肥仔肚子前的肉口袋里掉出一张照片。这是什么啊？王浩捡起照片一看，老脸瞬间通红，2道鼻血直接就流了下来。嘿嘿嘿，想不到你是这样的肥仔。这时，照片上的画面在识海中盘旋，王浩突如醍醐灌顶。范哥，我领悟到技能了。哦，用出来瞧瞧。王浩暗暗运转体内土气元素，抬起脚掌狠狠一踩。下一刻，我脚下的泥土瞬间隆起，凝聚成几条石绳将我捆缚。耗子，你这领悟的技能有点不正经啊！现在我有点好奇，肥仔肚兜里的照片是什么了？嘿嘿嘿，那是不能告诉你的。我挣扎了几下，发现身上的石绳十分坚韧，根本无法挣脱。最后我使用电弧游走全身，还将石绳震断。这个技能叫匍匐术，虽然有点猥琐，但技能很实用，不但可以束缚对手，而且可以限制对手的走位和闪躲，关键时刻可以出奇制胜。看来咱们以后要多交流啊！有什么学习资料要共享知不知道？范哥，现在凭咱们几个人，不是2个人1只喵1只鼠的实力，应该可以干掉血色屠夫了吧？差不多，但要好好安排一下战术。这个战术的名字叫做一波流斩首行动，咱们可以利用相互之间的战术配合。布置完战术，又演练了几遍，已经是晚上9点多。王浩活动活动胳膊腿，又大叫几声给自己打气。大晚上的你鬼叫什么？当然是壮行啊，不是去斩杀血色屠夫吗？这么晚了斩个鬼啊！当然是先美美的睡一觉。说罢，我大手一挥，
2尊雕花红木大床出现在眼前。两人一猫一鼠收拾妥当，走出仓库，来到了超市。这时，血色屠夫正拖着巨斧在超市里巡视，很显然，他已经将这里当做了自己的领地，顺便蹲守我们2人。哈哈哈！别来斩你了！血色屠夫看到我，顿时暴怒，血眸一闪，朝我狂奔而来。正在这时，一道十分不起眼灰色身影正在货架上跳跃，跟着血色屠夫并排狂奔。灵活的肥仔一边跑一边骂骂咧咧，用树枝画着圈圈。正在狂奔中的屠夫突然感到后背一阵恶寒，阴冷的感觉席卷四肢百骸。对于一尊4级变异体丧尸来说，这点感觉压根可以忽略不计。但肥仔跟着血色屠夫一直跑80米，血色屠夫感觉自己的双腿开始发酸，肌肉开始发冷，整个精神状态急速下滑。此刻，他距离我已经不足10米。脸色苍白的我落在地面，虚弱感不断传来，这是强行释放空间跳跃的后遗症。范哥，你没事吧？没事，有点虚，你自己留着吃吧。范哥，我们真的秒杀了4级的血色屠夫，太他妈刺激了！团队配合是永远的王道，王卧龙，不用我说，你应该知道自己该干啥了吧？垃圾玩意，肯定爆不出东西，啥都不是。你不能骂，你这个是诅咒，会成真的。说着，我朝白灵使了个眼色，白灵一脸傲娇来到血色屠夫的大脑袋前，猛然挥响。哇！金色传说，这是植物系觉醒晶石。植物系？难道说可以控制植物作战？差不多吧。除了自愈型觉醒者以外，植物系觉醒者是生命力最顽强的觉醒者。据说，强大的植物系觉醒者被调动整片森林为自己作战。我收起植物系觉醒晶石，又将血色屠夫的巨斧收进了空间圣殿。据说每一个血色屠夫的巨斧都不一样，所以这是孤品，很具有收藏价值。我休息了一会，恢复了精神力。走吧，咱们顺道去下一个点囤货，然后回家苟一阵。两人一猫一鼠走出商场大门，清理了一波广场上的丧尸，然后来到了爆改重卡旁边。突然好几个人从旁边的商铺里冲了出来，将我们团团包围。喂，小兄弟，这是你们的车？对。呵呵，哥几个想搭个顺风车，不知方不方便？方便，当然方便。快点杀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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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灵不留活口，一声令下，白灵早已化作一团白雾窜了出去。3分钟后，白灵缓缓走回，跃上了装甲车。王浩一脚油门，爆改重卡疾驰而去。范哥，咱们去哪儿？直走。这条街尽头有家长安市最大的私立医院，咱们去搜刮点药品。好嘞。王浩答应一声，驾驶着爆改重卡朝前方行驶而去。20分钟后，卡车顺利抵达了私立医院大门前。范哥，看来这医院被人占了呀。也有可能，这些人本来就是医生。怎么搞？端了他们？你看他们的装备很齐全，而且我们根本不了解里面的情况，也不了解究竟有几个觉醒者，贸然出手会很危险。这种时候还是要苟一点。正在这时，一道瘦小的身影颤颤巍巍朝医院大门口走来。有止痛药吗？有。我买止痛药，全买成止痛药，我哥哥就要疼死了，快点。现在钱还有个屁用，要么用吃的换，要么用丧尸脑袋里的晶石换。吃的，我没有吃的。那你去杀丧尸吧，或者杀了你哥哥。小女孩浑身一颤，手里的钱散落满地。3秒后，她呆滞的眼神逐渐变得坚定。可以借一把工具吗？闻言，男子抓起一把铁锨扔了出去。哈哈哈，去吧，把你那个累赘哥哥埋了，你就不用受煎熬了。小女孩捡起铁锨，扭头朝远处走去。这些瘪犊子太不是人了，不给止痛药就算了，还教唆杀人。这些人不给止痛药没什么不对，以物易物，很公平。至于教唆杀人，白灵，你跟上去看看，我倒是很想知道他会怎么选择。那咱们呢？快到中午了，咱们简单吃个饭吧。范哥，今天吃啥？好久没吃海鲜了，今天吃个海鲜火锅吧。好啊，我也好久没吃海鲜了。准确的说，以前都吃不起，太贵了。今天让你吃个够，去车里摆东西去。好嘞。这里人多眼杂，我不可能凭空从空间圣殿里拿东西，所以都将东西放在了爆改重卡车里。范哥，放哪里？就放树下面吧，凉快。肥仔也挺着小肚子跑来跑去，帮忙端海鲜、火锅底料和酱料。门后的2名男子看得眼睛都直了，2个人对视一眼，都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哎，兄弟们，这里条件简陋，凑合吃个便饭，大家不要嫌弃，干！2人一鼠一边吃着海鲜火锅，一边喝着可乐，还聊着这个澳洲龙虾个头太小，
鲍鱼不是三眼的之类的话题。哎，两位小兄弟，你们需不需要药材啊？可以拿海鲜给我们换。药材，我车里有的是，不换不换。我们借贵宝地吃个饭就走了。耗子，去车上再搬一箱澳洲龙虾，这几只个头太小了，吃着不过瘾。好嘞。哎，你看见了没？那车厢里肯定还有很多海鲜。妈的，那车也不错，有了那辆车，那绝对可以在整个长安市横着走。丧尸算什么？一下就能给撞飞。有它，咱们什么物资搞不到手。说着，他给对方使了个眼色，对方立即会意，扭头朝医院大楼跑去。这时我眼角余光看到了跑进医院大楼里的中年男子。耗子，肥仔，吃快点，等会可能要干活了。干活？什么地干活？正在这时，刚才那名中年男子领着一人走出了医院大楼。院长，就那俩货，车上全是海鲜，而且那辆车是个宝贝啊。很好，果然是宝贝。院长，你看咱们要不要？再等等，这两人竟然敢这么有恃无恐的在这里吃海鲜，不是愣头青，那就是有所倚仗。万一外边有埋伏呢？我已经让人去搜查四周的店铺了，如果没有埋伏，咱们就动手。院长英明。这时，刚才那名瘦削的小女孩回来了，她少了一只胳膊，断骨可见，嫣红的鲜血浸透了身上的衬衣，但是她嘴里咬着一截树枝，一声不吭，跌跌撞撞来到了医院大门口。你这是？换止痛药。行，是个狠人。小女孩捡起地上的止痛药，跌跌撞撞朝回走。这时白灵也回来了，来到了我身边。她杀了几只丧尸，是不是觉醒者？人才难得呀！这么小的年纪，居然断臂斩杀3只丧尸，狠人啊！关键是人品，为了给他哥哥换止痛药，可以做到这种地步。末世里最贱的是情义，最贵的也是情义。确定没有埋伏？很好，动手。主，我卡有能下来，赶紧吃，等会一锅端。范哥，你刚才不是说不了解情况，太冒险。现在一出来一看，不就了解了？而且这次是他们主动惹我们，我们打回去那叫正当防卫。你要端了人家，还正当防卫？哦，防卫过当。这时医院大门被打开，他们的院长走了出来，身后跟着2名门卫。院长径直穿过包围的人群，来到餐桌旁。两位吃得很丰盛啊，凑合吧。每顿都这么吃，说实话有点腻味了。两位，我有2个提议：第一，你们加入我的医院，一起做大做强；第二，我做掉你们，然后做大做强。你们觉得怎么样？没什么事的话，你先滚吧，我们正吃火锅呢。你妈妈没告诉你，火锅要趁热吃，否则会变冷了。冰系觉醒者3级。我们的院长可是一名超能力者，这4周几家大型的单位据点都已经被他剿灭殆尽。接下来这2个憨憨马上就要吓得跪地求饶了吧？你妈妈没告诉你，跟别人吃饭一定要戴头盔的你。偷袭！还有谁要留下吃饭？10几个人顿时心里咯噔一声，纷纷扭头就跑。本来对付10几个全副武装的人还挺麻烦，现在一散开就容易多了。白灵，去吧。白灵瞬间化为一道残影追了上去，大杀四方。我每次将这种杀戮任务交给白灵，其实是有用意的。白灵是暗影系，有几率产生变异，而杀戮是通往变异的最快途径。耗子，咱们去医院收货吧。得嘞。我一看开医院大门，2人一鼠走了进去。按照路线牌的指示，我们很快找到了存放药品的仓库。打开大门一看，2人都惊了。这间仓库里不止存放着药品，而且还被改造成了一间实验室。此刻实验室里的好多架子上挂着很多丧尸，这些丧尸的身躯零部件全部残缺不全，要么缺胳膊少腿，要么脑袋被开瓢。而2侧的架子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玻璃罐，里面则盛放一些人体器官，有的器官还在福尔马林里搏动。这里好像在搞什么变态实验。我操，这群疯子居然想通过吃丧尸肉让自己永生，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不过更多研究所的科研方向是利用丧尸制造超级杀戮士兵，这样反而更现实一些。我来到医疗物资型，不愧是全市最大的私立医院，这里的医疗设备都是最先进的，储存的药品也很齐全，而且好多都是进口的特效药。笑纳了。范哥，咱们撤。撤个屁，最重要的东西还没找到呢。最重要的东西不是药品吗？当然不是，你想想，这家医院在门口用药品兑换能源晶石这么久了，那他们的存货在哪里？对啊，这群货肯定搜刮了不少的能源结晶，快找找。2人立即开始搜索，如果将这批能源晶石找到，那可是赚翻了。2人先是来到了院长办公室，一阵翻箱倒柜，就差把地板撬起来了，但就是没找到。然后2人又来到了院长房间，连院长藏在枕头里的学习资料都找到，就是没找到一颗能源晶石。这货究竟把能源晶石给藏哪里去了？你有办法？肥仔一脸臭皮，点了点小脑袋，然后伸出鼻子开始嗅。他一边嗅一边
摇头晃脑的将整个卧室都转了一圈，然后急速纵身跃上床后，伸出小爪子一指，难道能源晶石藏在风景画后面？我将信将疑来到床头，一把拿下风景画，顿时一个嵌入墙壁的保险箱出现在眼前。我去，还真有，可以啊，小家伙，没想到你还有寻宝的天赋。我知道怎么开密码箱，根据本人看了上千部神偷电影的经验，要先往数字键盘上吹一层面粉，然后画一个路。我一个雷暴直接干废了密码箱，一小袋能源晶石显露在眼前，粗略一数，不下数百颗。你厉害，走着。两人一数走出医院，跃上爆改重卡，白灵早就在车上等着了。刚杀了10几个人，杀戮之息充斥整个车厢。走，去刚才那个女孩家。可我们不知道路，看地上的血，也是断了一条胳膊，肯定是一路滴血到家。王浩开着爆改重卡，沿着血迹来到了一栋居民楼下。这栋居民楼距离医院不过几百米距离，属于临街的商铺楼，没有自己的小区院墙。我们跃下卡车，顺着血迹来到一栋单元楼门口，门是锁着的。我一脚踹开单元门，顺着血迹来到了4楼一家住户门前。你们找谁？找你。我不认识你们。但你应该认识他吧？对于一个身患癌症的人来说，你那点止疼药可不够。你怎么知道？猜的。如果是其他的病，你绝不会只换止疼药，但癌症是绝症，所以只能止痛。可是我没有吃的。我不要吃的，我要你。要我才16岁。要你成为我的仆人。请进。这孩子，你就不怕我们是坏人？坏人也无所谓，我这里什么都没有，但如果我赌赢了，就可以得到止痛药。你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给。我将止痛药递给女孩，女孩暗淡的眼眸中爆出一丝光亮，急忙拿着止痛药跑进了卧室。我走进客厅，扫了一眼，果然跟女孩说的一样，啥都没有。这时卧室里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我和王浩对视一眼，走进卧室，床上一个年轻男人躺在被窝里，头发掉光，脸色惨白，瘦的就剩下了一副骨头架子。此刻瘦削的女孩正用自己仅剩的一只胳膊为这个年轻人吃止痛药。你自己不吃一粒？我不用。你是谁？我是你妹妹的救世主，但你这个病我可没办法。我没关系，我叫夏饭，这是王浩、白灵和肥仔。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冷冰凝，爱与梦翠霜。冷，叫我小霜就行。小霜，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仆人，把这个吃了。我将植物系觉醒晶石递给小霜，小霜接过晶石直接塞进嘴里，没有丝毫犹豫。下一刻，一股磅礴生机从她的体内散发而出，如波纹一般充斥整个房间。一道绿色叶片灰烬直现在小霜的眉心，与此同时，她感到一股酸麻的感觉从断壁处传来，低头一看，只见断壁处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出藤蔓，这些藤蔓缓缓凝聚成一只手臂。这是植物系异能，对大自然有着极强的亲和力，断肢也可以重生。等你的等级提高了，断臂就可以恢复成原来的样子。谢谢你，他是我的仆人，这是应该的。谢谢主人。收拾一下，半个小时后我会带你们离开这里。说罢，我朝王浩使了个眼色，离开了这里。太好了，以后有人照顾你。哥，我现在也是觉醒者了，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其实我还是挺喜欢这里的。小霜，你去收拾东西吧。小霜点点头，走出了卧室，来到了客厅。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因为什么都没有。小霜看向电视柜，上面有一张自己跟哥哥的合影。他刚想走过去了，藤蔓手臂突然伸长到5米，抓住了相框，然后收缩了回来。哥，我们可以走了。小霜走进卧室，发现哥哥已经用牙齿咬断了自己的腕脉，嫣红的鲜血浸透了满床。哥，快上去看看。两人跑进小霜家门，发现自杀的小霜哥哥已经没了气息，但嘴角还挂着一丝笑意。小霜呆呆地站在床前，泪如泉涌，像是要把一辈子的眼泪都哭完。是条汉子，帮你把他埋了吧。不用埋，他喜欢这里，我不想他死了，还活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我们走吧。范哥，咱们去哪里？回家，苟起来。回家喽！王浩欢呼一声，一脚油门朝半山别墅冲去。爆改开车在高速路上无拘无束，就算是土造被扔在半路上的轿车也能一下子撞开。正当王浩彻底放飞自我的时候，前方的路口突然驶出一辆装甲坦克。范哥，你快看，装甲坦克！我早就看到了这让人惊讶的一幕，不过在前世的时候我就知道，华夏军方在各地都建立了庇护所，而且还派出特种部队去清剿丧尸、接收难民，堪称全球反应速度最快、效率最高的军方。正在这时，装甲坦克突然停在了马路上。我操，范哥，该不能把我们一炮给轰了吧？不会，华夏军方不会胡来，稳着点，看看情况再说。我们是华夏西北战区苍狼特种部队，请立即下车表明身份，请立即下车表明身份。范哥，怎么办？把胳膊遮起来。白灵和肥仔待在车里，其他人下车。随即3人打开车门跳了车，站在了装甲坦克的前方。我是长安市市民夏饭。我也是长安市市民王浩。我也是冷冰凝，爱与梦翠霜。
你们好，我是刘波。3位，军方在长安市南区建立了庇护所，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去庇护所寻求帮助。另外，近期请不要靠近市中心。好的，谢谢。上一世的我对庇护所就有所耳闻，它是华夏以军方为战力依托建造而成的末世基地，虽然可以庇护难民，但是却依然无法解决难民的食物问题。刚开始可以吃军方的储备粮，但到了后面，依然免不了忍饥挨饿。就算军方秘密构建了地下粮食基地，运用仿日光灯进行水稻和小麦种植，但依旧喂养不了那么多张嗷嗷待哺的嘴。不过，我很好奇，为什么最近不让接近市中心？这时，刘波已经转身准备离开，但他眼角余光又瞥了一眼我的爆改重卡。你们这辆车有点意思，从哪里弄来的？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但作为交换，你也要回答我一个问题。这小青年有点意思哈，还跟我讲条件，可以。好，我这车是自己改装的，平时就喜欢玩车改，没想到这次正好用上。对，我范哥出钱出点子，我出力整出来的。原来如此，你们运气不错。该我问你了，为什么不让我们接近市中心？军事机密，回答完毕。我操，这货居然套路我！我只能说，最近市中心会很危险。说罢，他跃上了装甲坦克，装甲坦克径直朝市中心方向驶去。范哥，他什么意思啊？军事机密又很危险，我猜长安市中心应该出现了一只丧尸领主。丧尸领主？那是啥东西？变异体丧尸？丧尸领主是丧尸群里产生出来的王者，他的等级和实力都不确定。如果丧尸群十分庞大，高等级丧尸很多，那相应的丧尸领主的等级也必然很高，实力强悍。如果丧尸群数量一般，没有高等级丧尸，那么丧尸领主的实力也不会很高。但可以确定的是，丧尸领主可以控制整个丧尸群。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市丧尸群的活动会从混乱变成有序。对，如此一来，如果某个地点被丧尸领主盯上，他就可以调动全市的丧尸群对其进攻。想想那场面。全市的丧尸，范哥，咱们赶紧回家苟起来吧，外边的世界真是太危险了。走，回家。三人重新回到车上，继续赶路。半个小时后，爆改重卡已经行驶在盘山公路上。太好了，终于快要到家了。主人，没想到你家也不富裕，住在山里。哦，是啊，主人家也不富裕啊，但还是养得起你这个小女仆的。我观察着四周，发现盘山公路上很少有丧尸出没。一来这里地势比较高，远离市中心；二来这里人烟稀少，所以堕化为丧尸的人自然就少。这说明山上很安全，暂时也不会招来丧尸领主的关注。但相对，山里也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林子里有许多动物，虽然没有猛兽，最多就是些猴子、野猪、麋鹿、兔子之类的，但谁知道这些东西经过变异会成为什么鬼样子？这才是半山别墅的安全隐患呢。我心中暗暗思量，想着必须要找个机会把整座山给清理一遍。爆改重卡绕过盘山公路，停在了别墅大院门前。终于到家了。小双闻言朝外看去，顿时惊得瞪大了眼睛。主人，这里就是你家？对啊，以后也是你家。这时我扫了四周一眼，顿时眼前一亮。耗子，看见院墙四周的丧尸尸体没？还真是啊，这么多丧尸被电死了。等会你带小双来收一下能源晶石，让他也练练手。当然，收获之前必须要进行仪式，你懂的。我懂。我按下遥控开关，别墅大门朝两侧开启，爆改重卡驶入了大院之中。院子里静悄悄的，应该没有什么人闯进来，但我还是不放心。跃下爆改重卡后，第一件事就是查看院落各处。小双，我带你转转，熟悉一下环境。首先，我带着小双来到了泳池改造后的池塘，看看，这是咱家的小鱼塘，里面还有10几只锦鲤和10几只大王八。此刻，整个池塘里的水已经变得浑浊起来，而且根本看不到锦鲤和乌龟相互打斗的动静。怎么回事？我略略想了想，然后按下了自动排水按钮。1分钟后，池塘水已经见底，而里面哪有什么10几只锦鲤和10几只乌龟，只有一地森白的鱼骨和龟壳。与此同时，一只磐石般的大乌龟趴在池塘里，这是吞噬进化了。潜意识，我也听说过有的变异动物在吞噬其他变异动物后，小概率会发生变异进化的情况。这居然就让自己给遇上，这老王八身子骨可以啊，居然吞噬进化了，有前途。你才老王八，龟爷今年才2岁。哟，灵智已经开了，能听懂人话了。行，那给你起个新名字，就叫隔壁老王八。这他妈不还是老王八吗？话说哪里改名字了啊？闻言，池底的乌龟顿时怒了，乌龟张开大，朝我发出阵阵不满的吼叫声，杀伐之气惊天而起。这时，正在别墅里撸肥仔的白灵感应到了危险，直接一跃而出，窜到了我身旁。没事，我在调教隔壁老王。怎么，不喜欢隔壁老王这个名字？妈的，要不是龟爷爬不出这2米深的鱼池，非得把你小子的脑袋给咬下来。我见状冷笑一声，掌心瞬间凝聚出一道雷霆，直接朝水塘里一扔，乌龟顿时被电得浑身颤，吱哇乱叫，
虽然它皮糙肉厚，龟壳更是坚硬无比，能抗拒冲锋重压，暂不妨电了。大哥，麻了，快收了神通吧！我大手一挥，雷电消散一空。没啊，你就说你叫不叫隔壁老王吧。好，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主人，你就叫隔壁老王。原来是叫隔壁老王，不是隔壁老王吧？那行，什么还要当我的主人？叫我隔壁老王也就算了，还要当我主人，这简直就是在挑战龟爷的底线。龟爷永不为奴。我见状冷笑，掌心再次凝聚一颗更大的雷球。你好像不太情愿的样子。我下饭从不喜欢强迫别人。人类，龟爷劝你不要挑战我的底线，否则龟爷还要修改底线，太麻烦了。主人。我满意点头，掌心雷球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只鲜嫩的肥羊腿，这是赏给你的。我操，这可是没有变异的新鲜羊腿啊！这可比那些变异后的锦鲤肉好吃10000倍。主人万岁！隔壁老王，好好守着这个池塘，这里将是你的斗兽场。主人，你把那么大的羊腿给隔壁老王吃了，那可是一整只羊腿啊，我们可以吃1个星期。放心，饿不着你。再去看看菜园子。我带着小双来到第一座蔬菜大棚前，走进去一看，顿时气得就要骂娘。只见偌大的蔬菜的不知道被什么践踏了一小半，巴掌大的脚印子到处都是。奶奶的，这他妈谁干的？主人，这好像不是人干的。就是，也太不是人了。我是说，这应该是某种动物进来闹腾的。你看地上那些爪印，还有蔬菜苗上的咬痕，像是某种灵长类动物。听小女仆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这后山上有一群无法无天的猴子，变异之后，这猴群怕是更加的变本加厉。看来青山行动刻不容缓。主人，这些蔬菜苗应该是刚被拔出来不久，还没有彻底死亡，我应该可以让它们恢复原状，焕发生机。好，那你来试试吧。小双取下了纱巾，露出了藤蔓凝聚成为的左臂，他心念微动，眉心挥击熠熠生辉，藤蔓凝聚而出的左臂瞬间伸长钻入泥土之中，一股磅礴的生机从沿着藤蔓注入泥土。那些被踩踏的幼苗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新挺直了腰子，焕发了生机。转眼间，整个蔬菜大棚恢复了原样。不错，看来这小女仆的天赋不低，才青铜一级就与植物有这么高的亲和力。正在这时，小双突然感到一股眩晕感袭来，眼前一飞就朝后倒过去。主人，没事，你只是精神力损耗过度，好好休息吧。我抱着小双来到别墅2楼的一间客卧，将她瘦削的身躯放在床上，然后给她盖好被子，又抓了一把能源晶石放在床头，然后转身拉开了房门。刚拉开门，王浩、白灵和肥仔一头栽了进来。我们就是正好经过这里，绝对没有偷看偷听。还不快去收集能源晶石？1个多小时后，王浩带着白灵和肥仔回到了2楼客厅。此刻，我正盘膝坐在大厅的沙发上修炼。范哥，看看60多颗能源晶石。我缓缓睁开眼睛，眉心空间灰烬一闪而逝。在吸收了56颗青铜阶能源晶石后，空间系终于晋升到了3级。我空间跳跃的距离已经达到了5米，而且就算强行使用空间跳跃，也不会再出现虚脱的症状了。不错，看来这次收获颇丰啊！大家抓紧时间提升自己的实力。吃过午饭后，咱们还有一个大活要干。啥大活啊，范哥？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将能源晶石分给大家，然后让他们各自回房间开始修炼。白灵赖在我身边不肯走，直接在大厅里开始吸纳能源晶石。1小时后，肥仔率先突破到3级，浑身灰雾诡异蠕动，瞬间席卷整个大厅。肥仔圆滚滚的身躯悬浮半空，伸开双臂，眉心诅咒灰烬熠熠生辉。如今，肥仔的诅咒范围达到了5米，可以同时诅咒的猎物数量达到了3个。正在闭目修炼中的我和白灵突然感到一股诡异的恶寒笼罩全身，冷不丁的打了个寒战。我的修炼被打断，睁开眼睛看向半空中的肥仔，心中暗暗称奇。正在这时，白灵一爪子给肥仔拍落下来。我见状呵呵一笑，提着肥仔的后脖领子就给揪了起来。小家伙一脸委屈巴巴的盯着我，干得不错，这是奖励给你的。肥仔顿时乐得眉开眼笑，小胡子不停耸动，变脸要多快有多快，我们也要加油喽。与此同时，客卧之中，被窝里的小双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然后看向床头柜，那里放着10颗能源晶石。随即，他坐在床头，将能源晶石握在掌心，吸纳其中的能量。此时，客厅里，我和白灵睁开了眼睛。白灵傲娇的从沙发上跃起，在半空中划出一道白雾魅影，下一刻身躯已在客厅门口处，而我浑身缠绕银色电弧，一步跃出3米多远，脚下自带风雷之音，一拳砸出，四周空气纷纷爆裂。提升到4级以后，雷霆的炼体效果成倍增加，无论是速度、反应力、力量还是肉身强度，而且我体内奔涌的雷霆元素更加壮大，足够我在短时间内连续使用2次雷暴技能。下一刻，王浩得意洋洋地从卧室走出来，身上的厚土壁垒已经有半公分厚重，可以抵御几百斤的力道。耗子，你提升到4级，难道就是皮厚了一点？那不能够，我现在对土元素的掌控更精准了，土复数可以同时对2个目标发动，一心二用。凑合，行了，我们简单吃点东西，然后出门干活。范哥，
我能不能提个小建议？你说，咱能不能别每顿都大鱼大肉的，偶尔吃点泡面、咸菜之类的，改善伙食啊？说的也是，那咱们煮一锅泡面，改善一下伙食吧。半个小时后，两人一猫一鼠美滋滋的就着榨菜吃了一锅泡面，心满意足的出了门，朝着后山林子走去。范哥，咱们干嘛非要今天下午就来青山啊？美滋滋睡一觉，明天再来不行吗？还真不行，今夜12点，天灾血月就要降临了。天灾血月，那又是啥东西？末世比较常见的天灾一般有3种，第一种是子日，你们已经见过了，它是导致动植物变异、人类堕化为丧尸的根源。第二种就是血月，如果被月光照到，生物就会陷入癫狂的杀戮状态，还有可能产生变异。第三种是赤色风暴，这个还早。不对呀，范哥，如果血月能让生物疯狂杀戮，那咱们就在家里坐等山里的变异生物自相残杀不就行了？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发疯的动物有可能会攻击半山别墅？对呀，如果被山里的变异生物围攻，那几人不就嗝屁了？而且血月有可能导致生物2次变异，如果山里出现一尊2次变异生物，那这座山从此以后它就不姓夏了。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将山里的生物驱赶出去。范哥，可是这山里的变异生物那么多，就咱们几个，怎么驱赶他们？还记得糟蹋菜园子的那群猴子吗？他们还债的时候到了。说话间，几人已经进入了密林之中，头顶的树木枝叶遮天蔽日，后不进一丝光线，整个林子里光线昏暗，大家小心点，这里很危险。越往密林深处走，四周树木就越是高大巍峨，变异生物的体型越大，等级越高。不过我们几个都是4级，强横的威压一旦释放开，没有哪个不长眼的家伙敢来招惹。走着走着，我突然眉头一皱，停下了脚步。怎么了，范哥？我怎么感觉少了一个脚步声？白灵，肥仔，肥仔，肥仔呢？刚才还在呢，怎么不见了？原路搜索，两人一猫立即原路返回，搜索肥仔的身影，但找了近半个小时，就是找不到。这时，两人一猫正钻过茂密的藤蔓，这些藤蔓缠绕在树上，水缸般大小的殷红花骨朵包在一起。我的目光扫过藤蔓，突然眸光一灵，锁定在一个花骨朵上。这个花骨朵像是一个大包子一般不停地抖动着，像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在不断挣扎。我用长刀剖开花骨朵，一个小脑袋从中钻了出来，正是惊慌失措的肥仔。刚才他好好的走在路上，突然就被头顶的大花给一口吞噬包裹了起来，然后花骨朵里不断的伸出森白尖牙，啃噬着自己的身躯，还喷涌出腐蚀性的唾液。若不是自己的皮毛够厚，这时早就变成一堆白骨了。正在这时，藤蔓动了，几朵嫣红的花骨朵缓缓绽放，露出了内部花瓣上的森白獠牙。耗子，妈的，什么玩意这是？正在这时，被斩断的藤蔓居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新生长而出，藤蔓再次长出新的枝叶，拳头大小的花骨朵迅速长大成磨盘大小，再次朝白灵吞噬而来。范哥，这货怎么还能重生啊？这不是重生，是分裂再生，这两者差别还是很大的。重生意味着觉醒者在死亡状态下重新获得生命，而再生是极少变异植物拥有的一种罕见属性，但是它们也有弱点。我的目光急速的在茂密的藤蔓间搜索，突然我眼前一亮，耗子，掩护！说罢，我脚下电弧闪烁，急速朝藤蔓的根部跑去。与此同时，藤蔓也意识到了危险，正在追逐白灵的藤蔓迅速掉头朝我席卷而来。这时，几条藤蔓也纷纷回笼，像是被扭住死穴，纷纷无力的掉落在地面上。再哭，再哭，把你剁碎了煮汤喝。范哥，这是个什么玩意？变异食人花，这东西平时就藏在地下，操纵藤蔓来捕食猎物。哦，怪不得会把肥仔给吞进去。普通的食人花也就算了，但这只食人花可以超速再生，算是稀有品种。而且等丧尸等级不断提高，咱们的电网就没太大用处了。正好把这货带回去，给咱们看家护院。这画面我熟悉，妥妥的植物大战僵尸啊！小家伙，以后跟我混吧，跟我混，天天有肉吃。不能吃肥仔，这货怎么跟肥仔杠上了？难道喜欢吃老鼠？不让小爷吃这只胖老鼠，小爷就不跟你混。你看这是什么？话音刚落，地上瞬间摆满了琳琅满目的鲜肉。这人究竟是谁？居然如此豪横！看你喜欢吃什么，随便挑。这小王八羔子
龙虾、鲍鱼都嫌弃，还想吃啥？这时，变异食人花抱起一个鸡脚，一口咬下了鸡屁股。我操，这个好吃，味儿贼正！还有没有鸡屁股？快给小爷鸡屁股！我操，居然喜欢吃鸡屁股，这货口味真重。鸡屁股这种绝世珍品，自己还真的没有囤，谁能料到会碰上如此口味独特的吃货？不过圣殿空间里倒是囤着10万只鸡，大不了每次炖鸡的时候自己吃鸡肉，把鸡屁股留给变异食人花吃呗。鸡屁股老子多的是，只要你跟我混，保证你天天都能吃到。得嘞，以后跟你混了。给你起个名字吧，叫什么呢？不如就叫鸡屁股。听见王浩叫鸡屁股，变异食人花顿时兴奋的手舞足，甩胳膊蹬。看来你是真喜欢这个名字，行，以后就叫你鸡屁股吧。对了，鸡屁股，你对这片林子应该很熟悉吧？确实熟悉。那你知不知道猴群在哪里？好，带我们去找猴群。跟上，两人一猫一鼠顿时跟了上去。10几分钟后，众人眼前出现了一棵巨大的歪脖树，这棵歪脖树上蹲着许多镇虎。这些猴子浑身毛发扎起，一个个尖牙怒目，凶相毕露，他们的实力基本都在1级到2级。而歪脖树下有一片空地，此刻空地上有2只体型稍大的猴子正在对峙。一只猴子全身毛发被体格见度，另一只猴子白色毛发，浑身肌肉如花岗岩一般隆起，充满了压迫性的力量。很明显，这2只猴子都觉醒了身体型异能，但黑毛猴子才3级，而白毛猴子已经达到了4级。四周的猴群发出阵阵欢呼吼叫，像是在助威呐喊。范哥，他们这是在干啥呢？打架？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在争夺猴王之位。一只3级的对战4级的，看个头就知道不是对手，还打个屁啊！这不是找死？那可未必。白毛猴子抡起双拳拿在自己胸膛上，两拳嘶吼，尽显王者之威。四周的猴群纷纷狂吼尖叫，连连助威，有的猴子甚至单膝跪地，朝白毛猴子行礼。正当白毛猴子一脸傲然，正要接受猴群的膜拜时，一道血光突然冲天而起，惊天杀意席卷八方，猴群大惊失色，纷纷扭头看去。只见那只黑毛猴子从地上爬起，浑身燃烧无穷战意，一双血眸灼灼生辉。范哥，怎么回事？黑毛猴子这时黄化了。黄化？有些身体型的觉醒者有极小的几率会领悟黄化状态，一旦进入黄化状态，觉醒者的各项身体素质至少提升 25%， 而且痛觉神经自动锁闭，浑身感觉不到任何的疼痛。这么恐怖！黄化的黑毛猴子一步一步朝白毛猴子走，每走一步，身上的战意便凝重一分。白毛猴子狠狠咬牙，浑身毛发瞬间炸起。身为智慧高超的灵长类动物，白毛猴子没再坐等对手的气焰继续增强，而是如炮弹一般狂奔过去。白毛猴子拼揍狠狠砸在黑毛猴子的胸口，发出恐怖气爆声，但黑毛猴子的身躯却岿然不动，完全感觉不到一丝疼痛。白毛猴子心中一惊，继续抡出拳头，像是雨点一般倾泻在黑毛猴子的手。四周空气连连爆裂，黑毛猴子却依然没有退毫。他冰冷的眸光微微一伸出爪子一把握住了白毛猴子的拳头，冷血中，白毛猴子的右臂直接有力，发出凄厉的惨叫声。黑毛猴子冰冷的瞳孔没有一丝情绪，直接甩开胳膊将猴子抡了起来，狠狠砸在地面上。浑身玉锈，黑毛猴子血腥威压席卷八方，四周猴群纷纷露出惊恐之色，慌忙朝黑毛猴子匍匐行礼。新的猴王终于诞生了！我操，好残暴的猴子！范哥，你确定要跟这只猴子干架？猴群的智商很高，向来只崇拜强者，我必须要将猴王镇住，他们才会害怕，心甘情愿供我驱使。眼前这只狂化的黑毛猴子简直就是一尊杀戮机器，范哥要怎么镇住他？又要如何震慑躁动的猴群？正在王浩还在心里犯嘀咕的时候，我朝肥仔使了个眼色，然后起身朝猴群走去。此刻黑毛猴正在享受猴群的膜拜，你就是新的猴王。黑毛猴子转身一看，只见我正朝自己走，浑身环绕银色雷霆。猴群感受到雷霆散出的毁灭气息，纷纷避让不前。但黑毛猴子一个凶神恶煞的眼神，猴群们却又不得不朝我围了上来。我缓缓伸出手，朝一只逼来的猴子轻轻一点，那只猴子立即浑身一颤，滚滚恶寒骤然袭来，不禁头晕目眩，直接两眼晕倒过去。接着我再次朝另一只猴子一点，那只猴子也猛然一愣，顿时仰面等待，浑身抽搐。四周蠢蠢欲动的猴子们顿时吓得惊心肉跳，猴群顿时被吓破了胆，轰然退散，惊恐跑出10几里，然后扭头看向黑毛猴子，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位新晋猴王的身上。与此同时，躲在草丛里的王浩也惊了，我范哥啥时候学会这一手了？见谁谁到。正在王浩疑惑之时，眼角余光突然瞥见了肥仔正在地上骂骂咧咧的画圈圈。原来如此。此刻黑毛猴子一双血眸死死盯着我，居然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你可敢与我一战？黑毛猴子不甘示弱，像一尊火车头般朝我狠狠撞了，下一刻就要将我的身躯撞成一堆碎肉。我心念微动，四周银色电弧骤然凝聚在右拳之上，
一拳轰出。猴群心神狂震，看向我的目光满是恐惧、惊讶。黄化的猴王居然败了，而且是被我这个人类一拳秒杀。被一拳轰飞的猴王缓缓从地上爬起，全身环绕银色电弧，肌肉麻痹。臣服还是毁灭？黑毛猴王顿觉一股来自灵魂的恐惧。虽然在狂化状态，他的痛觉大大降低，但他却可以清楚地预感到，如果这颗雷球此刻炸裂，那他的整颗头颅会被炸成粉末。黑毛猴王狠狠咬他，面露挣扎之色，最终双膝一软，匍匐在地。紧接着，四周猴群纷纷跪地，讨我膜拜。这一刻，我成为了这个猴群毫无争议的王。从今天起，你叫做金刚。我大手一挥，几箱鲜红的蟠桃出现在了猴群面前。猴群见状，顿时双眼放光。这可是蟠桃啊，没有变异的蟠桃。后山的桃林早就凋零了，猴子们还以为从此以后再也吃不到桃子，却没想到我一下就拿出了这么多桃子。这是赏给你们的，从此以后听我号令，只要任务完成的漂亮，保证你们能吃到新鲜的桃子。此言一出，猴群顿时激动的大吼大叫。金刚也一脸激动之色，深深的看了我一眼。末世之中，只有跟着这样强大又能搞到食物的主人，才是最好的出路。耗子、白灵、肥仔、鸡屁股，你们都过来吧。金刚，给你介绍一下，这些都是我的朋友。你的胳膊伤得不重，3、4天就能自行愈合，以后这座山的治安就归你来管理，有什么搞不定的，就来半山别墅找我。现在立刻清理整座山，将其他变异生物都赶出去，赶得越远越好。赶不走的，格杀勿论。切记，半夜12点前，务必带着猴群躲进山洞，到第二天早晨再出来，记住了吗？行了，赶紧去办吧。行了，搞定，咱们也回别墅苟起来吧。与此同时，半山别墅，小双已经突破到了青铜阶2级，浑身散发的草木生机更加浓郁，自带一股清新香气。小双来到2楼客厅，茶几上放着一碗泡面，还有我留下的一张字条。我的小女仆，我们有事出去了，你留下看家。如果碰上坏人，可以跳进王八池子里找老王保护。还有，桌上给你留了饭。主人家果然是物资很匮乏了，现在只能吃泡面。哎，我就吃小半碗，剩下的给主人留着当宵夜吧。不许动，等老子吃了这碗泡面，再跟你好好玩玩。站住，那碗泡面是留给主人的，你不能动。很快，我就是你的主。话音未落，他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然后化为金。只见小双的左臂早已化为藤蔓，狠狠插入男子的血肉之中。跟你说了，那是留给主人的。2级的小双已经感悟出了植物系的第一个技能嗜血，吞噬猎物的血肉精华，补充自身元气。夜幕降临，我和王浩等人走进了半山别墅的大门。王浩走到楼门口，发现了地上躺着的干尸，踢了几脚。范哥，这个有点新鲜黑，丧尸见得多了，还没见过干尸，应该是被小女仆扔出来的。白灵，把干尸扔给隔壁老王，让他磨牙玩吧。来到2楼大厅，刚进大厅就看到小双在擦地板。小女仆，所以那具干尸真的是你杀的？他非要抢泡面，那是留给主人的宵夜。我的宵夜，杀得好。不过小女仆，你是不是对主人的财力物力有什么误解？没什么误解吧，我刚才把屋里的冰箱、冰柜都翻了一遍，里面空荡荡的，只有这一碗泡面了，所以留给主人吃的。冰箱里空，那是因为我走的时候怕食物变质了，所以才收了起来。说着，我大手一挥，桌上顿时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大餐。看见了吧，咱们不缺吃的，以后不用为了一碗泡面跟别人拼命。不行，他抢主人的东西就要死。你这一根筋的性格我很喜欢，去吧，吃点东西。小双点点头，来到茶几旁开始吃大餐。王浩、白灵和肥仔早就吃腻了，看都不带看的。鸡屁股看见桌上的鸡顿时兴奋的不能自已，直接跳上茶几，抱着鸡屁股就开始啃，满嘴流油。小双隐隐感觉到这个爱吃鸡屁股的小家伙好像跟自己体内的植物元素发出玄奥的共鸣。他朝鸡屁股伸出左手的荆棘手指，鸡屁股见状也所有感应，同样伸出了自己的小手。下一刻，两手触碰在一起，强横的植物元素瞬间激荡，如潮水般充斥整个大厅。一时间，整个大厅成为了花海，阵阵清香沁人心脾。这是元素共鸣。小双呆呆地看了看自己的手指，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鸡屁股也是一脸懵逼，只是感觉眼前这个小萝莉有些亲切。小女仆，什么感觉？我似乎可以感应到鸡屁股看见的一切事物，我们之间可以信息互通。没错，这就是罕见的元素共鸣。范哥，啥意思？在同种元素型觉醒者之间，两者体内的元素频率越是相近，越是可以形成共鸣，成倍数增强元素之力。
这种共鸣可以体现在战力增幅、信息传递等等方面。也就是说，小双可以用意识跟鸡屁股沟通，两者配合起来还可以提升战力。没错，现在我有一个好主意哦，咱们去院子里。随即，所有人都来到了别墅大院。鸡屁股，你把根部扎在别墅楼门口，然后让荆棘藤蔓覆盖整个别墅楼。鸡屁股点点小脑袋，然后撅起屁股开始在墙边挖坑，将自己埋了进去。下一刻，泥土里长出几条藤蔓，如诡异的灵蛇般蔓延整栋3层别墅。我靠，牛逼！这就是植物大战僵尸啊！这样一来，如果有变异生物试图入侵别墅大楼，那就会第一时间被这些花骨朵吞噬。就算闯入者实力强横，鸡屁股无法应付，那也可以提前报警。以后你可以感应到这些藤蔓的动向，它们就像是你的眼睛和手，可以监控整栋别墅楼四周的情况，还可以调动它们攻击入侵者。明白了吗？明白。以后小女仆就是移动的人形安保系统，可以让我随时掌握整栋大楼的安全情况。可惜现在的鸡屁股等级太低，等它成长起来，荆棘藤蔓就可以覆盖整个别墅大院的范围。这时，白灵仰头看向天幕上的一轮皎洁圆月，浑身汗毛炸起，不时发出阵阵不安的低吼声。现在是夜里11点半，还有30分钟，血月就要降临了。走，咱们进屋。众人来到2楼客厅，我站在窗前，看向市中心的方向。如果血月降临，那辆装甲坦克车能对付得了那只丧尸领主。如果刘波他们选择在今夜进攻丧尸领主，那只能怪他们自己运气太差。血月之下，装甲坦克怕是连丧尸领主的影子都看不到，就会被悍不畏死的疯狂尸潮给吞没。距离血月还剩下不到10分钟，白灵、肥仔都开始有些躁动不安，就连鱼池里的隔壁老王都不时发出阵阵低吼。范哥，你说今晚咱们这里安不安全？不好说，不过咱们还有地下室，实在不行可以进去避一避。在上次末世里，第一次血月之夜，人类数量锐减了1/6，今晚注定会是一个不眠之夜，也是一个长眠之夜。范哥，怎么回事？刘波他们对丧尸领主发动进攻了，他们能成功吗？正在这时，天幕上的月轮骤然蒙上一层血色幕布，一时间，嘶吼声、喊叫声瞬间从四面八方涌来，浓郁的血腥气息如雾气般汹涌扩散，让人毛骨悚然。一只飞影在别墅上空盘旋，逐渐接近。与此同时，缠绕在别墅楼上的荆棘藤蔓瞬间活动起来，殷红花骨朵骤然张开，一口将黑影捕捉包裹。只见花骨朵里多了一只浑身漆黑的獠牙蝙蝠，殷红花骨朵不停耸动，嚼碎了獠牙蝙蝠的骨肉。正在这时，整片黑云急速朝半山别墅坠落，密密麻麻的蝙蝠如潮水般包裹整栋3层别墅。尽管泥土里的鸡屁股疯狂地操控着荆棘藤蔓吞噬这些蝙蝠，但这些蝙蝠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根本顾不过来。主人，离席，快准备战斗！范哥，有古怪啊！他们怎么知道往同一个位置撞？有东西在幕后操控。说着，我透过落地窗朝外看去，只见盘旋的血色蝙蝠群如倒挂的瀑布般朝上方涌动。要不我们去地下室避一避？不，跟我上顶楼。去顶楼？蝙蝠群的数量太多了，而血月之夜才刚刚开始。范哥说的对，我们就这么几个人，跟蝙蝠群耗不起。地下室一旦被攻破，那我们将退无可退。就算每个人能杀100只蝙蝠，最终也会被无穷无尽的蝙蝠群耗死。我带着众人朝顶楼冲去，楼道里四周的窗户都在被蝙蝠不停的撞击，发出不堪重负的碎裂声。转眼间，我们已经冲到了3楼顶层，只要打开上方的钢化玻璃出口，就可以爬上天台。面对黑压压的蝙蝠大军，我仰头看去，只见天穹中的蝙蝠群如龙卷风一般直冲天际，恐怖威压如黑色云层遮蔽血域，压抑而沉闷。此刻，在龙卷的中间，一只体型巨大的蝙蝠在半空盘旋，它不停发出刺耳的鸣叫，催动四周蝙蝠保持队形。那是蝙蝠王，4级的蝙蝠王，就是他在控制蝙蝠大军。肥仔留下，其他人跟我上去搞死蝙蝠王。耗子和小双主要负责防御，白灵拖住蝙蝠群。明白。上！楼顶之上，钢化玻璃盖突然被拉开，疯狂的蝙蝠群如潮水般朝入口涌进去。然而下一刻，一道雷霆从入口喷涌而出。正在这时，一道刺目雷光骤然划破蝙蝠大军的围，直冲天际。原来鸡屁股控制着藤蔓缠绕我的腰间，直接将我举上了半空。臭鸟，毁了老子的别墅，还想跑？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雷球爆裂，蝙蝠王的胸口瞬间被炸出一道窟窿，蝙蝠王气力怎下，如断线的风筝从半空坠落，狠狠砸在屋顶天台。我紧跟其后，浑身环绕银色雷霆，一脚踩爆了蝙蝠王的头颅，
快！四周盘旋的蝙蝠大军瞬间大乱，纷纷发出惊悚尖叫，四散奔逃。10秒钟不到，蝙蝠大军已经无影无踪。快进去，血月要出来了！几人慌忙从入口返回3楼，将顶盖锁死。大家这次配合的很不错，不过血月之色才刚刚开始，不能放松警惕。我从空间圣殿里取出碘酒和棉签，你们先消毒，这些蝙蝠没那么简单。王浩和小双接过碘酒和棉签，开始给自己消毒。这颗晶石十分古怪，它既不像是能源晶石，又不像是觉醒晶石，这究竟是个什么玩意？突然，血色晶石瞬间融入，钻进了我的掌心，消失不见。下一刻，一阵灼热感从右手掌心传来，像是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印在血肉上。我慌忙查看自己的手掌心，只见一枚血色印记浮现而出，像是诡异瞳孔，又像是蠕动的血液。与此同时，我身上冒出淡淡的血雾，刚才被血色蝙蝠抓挠而出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尽管我在前世已经在末世混了1年时间，但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诡异的灰烬。难道是中毒了？不可能啊！如果是中毒，自己不但没有中毒的证据，全身的伤口反而自动愈合。我略略沉思，然后掏出匕首，朝自己胳膊上划了一刀子。范哥，你疯了，自残啊！我等了3秒、10秒、20秒，胳膊上的刀口依然没有愈合。我尼玛！早知道就不搁这么深了。主人，有什么想不开的？我学过心理疏导。没有，做个小实验而已。小双贴心的拿出纱布，帮我处理伤。包扎好了，大家抓紧时间吃点东西补充体力，血月之夜还没有结束。说罢，几人在2楼客厅简单的吃了一点，只有肥仔窝在沙发上，乐呵呵的看着手里的学习资料。什么玩意？我低头一看，原来是指2级的小蝙蝠。我看了一眼客厅落地窗上的玻璃，上边已经被撞碎了一个窟窿，看来这只蝙蝠就是从这个窟窿里钻出来的。我从空间圣殿中取出一只铁笼子，然后将这只蝙蝠给装了进去。自己掌心的诡异灰烬肯定与这些蝙蝠有关，所以我打算留下这只蝙蝠，好好研究研究。接着我再从空间圣殿里取出一面新的钢化玻璃，粘在了窗户上。都吃饱了吗？去分头搜查一下整栋别墅，看看有没有钻进了小蝙蝠，顺便检查一下窗户上哪里有缺口。好的。王浩、小双和白灵答应一声，立即分头行动。小胖子，别看学习资料了，赶紧提升实力，下次遇上狠角色，你连点保命能力都没有。说着，我将一把能源晶石塞进肥仔的肚兜里。肥仔无奈的点点头，然后乖乖的坐在沙发上开始吸纳能源晶石。肥仔这只色批老鼠的天赋很不错，只要肯努力，实力提升还是很快的。我早就盼着肥仔能尽早提升到6级，那样就有可能领悟新的技能。就算肥仔领悟不了新的技能，只凭借原先的画圈圈技能，也可以瞬间将2级的生物诅咒到倒地不起，那样才算有了一点自保的能力。这时，王浩从3楼走了下来。范哥，3楼的窗户玻璃都没破，房间里也没有蝙蝠。小双也从1楼来到了客厅。主人，没有发现蝙蝠，玻璃也都好遮呢。看来这些蝙蝠是感应到我们几人的位置，所以才重点攻击了2楼的客厅窗户。这些钢化玻璃暂时可以抵挡3级变异生物的攻击，但对于4级以上的生物来说，就像纸一样脆弱。等这次血月结束，我们要去弄点高级材料来代替钢化玻璃了。范哥，有啥高级材料既能透光，还能比钢化玻璃结实？当然有。是啥呀？城区西北边的玄武湖里有一种箭毒蛙，它们的口水凝固之后，比钢化玻璃坚固10倍。口水听起来有点恶心啊。话音未落，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怪异的吼叫声，王浩吓了一跳，立刻走到落地窗前，透过窗玻璃朝外看去。居然是一只5级变异生物。浩子，你没事吧？我没事。好硬的脑壳，虽然这货脑壳很硬，但一定是有弱点的。刚才这只怪鸟先是用白骨爪抓爆了白灵的爪印，然后又用白骨脑壳硬生生扛下了我的雷暴。如此说来，凡是已经堕化为白骨的身躯部位应该都很硬，所以它的弱点应该是在血肉之躯上。白灵继续攻击，浩子、小双负责牵制，制造视野盲点。小双见状暗暗松了口气，他没想到在几人的配合下，居然斩杀了一只5级变异生物。刚才如果我的第2次攻击依然没有效果，必然会被怪鸟撕碎。而小双已经做好了飞身挡在自己主人面前的准备。王浩早已累得气喘吁吁，刚才被怪鸟抓那一下，王浩差点就一口气没上来，当场爆。我递给他一把能源晶石，浩子，马上去卧室调养。不，范哥，血月之夜还长，
我必须留下来。就你这样，留下来也是个累赘。去，滚进去调养。王浩闻言狠狠咬牙，现在自己这个状态，留下来就是累赘，他必须尽快恢复过来，才能继续战斗。王浩深深地看了一眼小双和白灵，然后扭头走进了卧室。我扭头看了看完全破碎的落地窗，也不用修补了，就这么着吧，谁他妈敢进来就干掉谁。我来到那只被怪鸟面前，仔细查看着它的森白头颅，头颅里居然空空如也，没有脑仁脑浆之类的东西，就连那2点幽蓝的灵魂也随着怪鸟的死亡消散了。我伸手敲了敲森白脑壳，这森白的脑壳居然可以硬抗雷暴，如果将它做成一件防御护盾的话，那岂不是逆天了？我立即拿出匕首，直接将怪鸟的脑壳给撬了下来。这只白骨脑壳连带着尖锐的鸟嘴，内部有可供抓握的骨骼横梁，我将它戴在手上，脑壳的部分可以做小盾牌护住手臂，鸟嘴的部分可以做骨刀，浑然天成，真是一件绝妙的武器，好东西，以后就叫你骨刃吧。白灵、小双和肥仔聚集在我的四周，随时准备战斗。不知过了多久，血月西垂，一缕阳光照进了别墅2楼客厅，客厅里堆满了变异生物的尸体，黑色怪拟、双头蜥蜴、3眼乌鸦。血月之夜结束了，结束了。这一夜，人类数量减少了1/6。这一夜，装甲坦克30名华夏特种兵全部阵亡。血月之夜结束后，几人稍稍休整，在堆满变异生物尸体的客厅里吃早饭。主人，下一次天灾是什么时候？还早，大概在半个月之后了。我透过破碎的落地窗朝外喊道：“鸡屁股，吃早饭了！”一根藤蔓就从落地窗钻了进来，嫣红的花骨朵兴奋绽放。我用刀割下烧鸡的鸡屁股，扔了过去。耗子，客厅里的这些变异生物都开过宝箱了吗？都开了，白灵亲自出手，3颗黑铁阶，收获不错嘛。鸡屁股，把客厅里的尸体都拖出去，扔进鱼池，给隔壁老王磨牙。紧接着，几条藤蔓从仓库伸了进来，卷起变异生物的尸体朝外运送。耗子，等会你负责修补落地窗，材料我都准备好了。没问题。小双，你辛苦点，把地板好好擦擦。嘿，范哥，你这牛肉汤里的牛眼睛咋不扔了？牛肉用的是前腿肉，所以那个不是牛眼睛。不是牛眼睛，那这是啥？哦，我刚才看到肥仔把3眼乌鸦的眼珠子抠出来当玻璃球玩，可能是不小心掉进你碗里了。哦，3眼乌鸦，呸呸呸，色批老鼠，老子饶不了你。吃过早饭，王浩开始修葺落地窗，小双开始擦地板，我则来到院子检查半山别墅的情况。阳光之下，院墙外边到处都是被电死的丧尸，真是辛苦这些丧尸了，大老远的跑来送能源晶核。白灵、肥仔，你们2个去开宝箱吧。我来到蔬菜大棚查看情况，幸好昨晚提前让小双把门都给锁。变异生物和丧尸对蔬菜也没有什么兴趣，所以这些蔬菜算是逃过一劫。我将蔬菜大棚上方的顶棚打开，让蔬菜幼苗享受久违的阳光。我走出大棚，来到了池塘，池塘四周都是小蝙蝠的尸体，看来昨晚他们也没有忘记折腾隔壁老王。老王还活着呢。老王，我只要把头往龟壳里一缩，什么蝙蝠都拿我没招。你现在已经4级了，应该可以从泳池里爬出来了吧？来，爬出来，咱们去遛弯晒太阳。不出去，打死都不出去，还是宅在窝里啃尸体比较香。我拿出一根羊腿，你确定不出来？主人稍等，俺老王来也。隔壁老王撅着大屁股，哼哧哼哧爬出池塘，跟着我来到院子里。我跳到隔壁老王的龟壳上坐下，然后用鱼竿把羊腿挂在他眼前。老王绕着别墅大楼转一圈，隔壁老王根本没听我说什么，只想尽快吃到新鲜的羊腿。通过这一圈的视察，我发现了一个大问题，这些该死的蝙蝠居然随地大小便，现在别墅楼上到处都是他们的屎。鸡屁股，你出来一下。泥土一阵耸动，鸡屁股从地下钻了出来，走到了我面前。经过昨夜的大战，鸡屁股吞噬了不下上百只蝙蝠，等级已经提升到了4级。现在有件事安排给你，清理整栋楼的蝙蝠屎。怕什么？你归根结底是变异植物，这些蝙蝠屎对你来说可是肥料啊，还是新鲜出炉的有机肥料。这个有机肥料，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有机肥料就是有的鸡用屁股拉出来的肥料，所以这些肥料上都有鸡屁股味儿。鸡屁股，原来有机肥料这么厉害，以后有机肥料就全都交给粉屁股来清理吧。清理的蝙蝠屎就先堆放在大棚旁边，以后施肥用，赶紧去，别让肥仔把有机肥料给抢走了。闻言，鸡屁股扭头就跑，热火朝天的开始清理别墅楼上的蝙蝠粪便。驾，去外边遛个弯。你以为我是马还驾？我跑起来都没你走得快，好吧？正在这时，一道雄壮的身影从山上窜了下来，走到了别墅大院门前。金刚的身躯好像又长大了一圈，3米高的院墙，金刚完全可以一跃而入，但他没有，而是规规矩矩、安安静静的站在了大门前，等着里面的人开门。我按下遥控按钮，大门朝2侧开启。金刚朝院子里一看，正看到我骑着一尊巨大玄龟的情景。
他心中不禁一震，瞪大了眼睛。这大龟少说也有4级，浑身散出强横威压，一看就是个狠角色。但是这大龟被我骑在身上，却一点都没脾气。哎，金刚走到了我面前，抬起手按在自己心脏位置，然后弯腰朝我行了一个膜拜。昨晚猴群没有受伤吧？昨晚他按照我的吩咐，将猴群全都带进了山洞躲藏起来，并且用石头将洞口封住。当天晚上，外边撕心裂肺的吼叫声响了一整夜。今天走出山洞一看，满林子都是变异生物的尸体，留下一半，其余的你带回去，提升自身实力。弱小的生物是不配跟着我的，明白吗？今天带着猴群把山里的尸体清理干净，扔远一点，过2天该发臭了。行了，你回去吧。我看着金刚离开的背影，又看了看偌大的后山，让猴群来管理后山，绝对比人更好掌控，也更靠谱。这时，白灵迈着妖娆的猫步走过来，身后跟着肥仔。小胖子，我警告你，别想对本屁股的有机肥料动什么歪心思。你刚才假装摔倒，其实就是为了偷吃有机肥料。你骗不了我，主人刚才都提醒我了，让我小心你偷吃。白灵干得不错，这些能源晶石大概有上百颗了。这时，王浩从大门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只飞行器。范哥，你看这是什么东西？我接过飞行器，仔细看了看，飞行器上布满抓痕，4根螺旋桨已经被咬断了1根。这不就是普通的飞行器吗？从哪里找到的？就在门口的位置。门口？这座山上只有半山别墅1套房子，四周根本没有其他人居住。那这只飞行器是哪来的？丧尸肯定不可能操纵飞行器，而且这个飞行器上到处都是爪痕和咬痕，像是被猛禽追逐撕咬造成的。看来昨晚那只黑色怪鸟是有人故意用飞行器引来的。谁他妈这么缺德啊？居然阴咱们！昨晚攻击别墅的变异生物虽然很多，但就属那只黑色怪鸟实力最强，而且那只怪鸟差点要了王浩的命。白灵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低头嗅了嗅飞行器的残骸，这上面除了我、王浩和怪鸟的气味，还有一个人的气味。找到他。与此同时，一座2层小楼的客厅里，体态臃肿的刘强西躺在沙发上，手里把玩着一个遥控手柄。昨晚的事办得怎么样了？老板，都办妥了，用飞行器引诱怪物攻击了8个院子，7个被搞定。现在兄弟们正在那些院子里搜刮物资，肯定是大丰收啊！还有一个为什么失手？我也觉得奇怪，按理来说，引过去的那只怪物是最强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没成功。刚才我还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那处山腰别墅，一个人正骑着一只大牛，在院子里遛弯。行了，别他妈废话了，今天晚上再弄一次，必须成功，只要成功，才不会留下把柄，因为死人才不会乱说话。快去准备。是。两人立即离开了2楼大厅，朝楼下走去。刘强西确定2人已经走远，这才拉开了茶几下的抽屉，拿出几片面包和1小罐黄油。末世前，刘强西靠着倒卖飞行器发家，通过欺骗消费者、压榨工人，赚到了第1桶金。末世后，刘强西依旧靠着飞行器打家劫舍，发死人财。忽然，楼下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刘强西心中一惊，小心翼翼地将面包放回茶几。他拖动臃肿的身躯从沙发上站起来，慌忙走下楼梯查看情况。1楼大厅里已经成为了屠宰场，几名手下全部倒在血泊里，全部都是被一整封喉，干净利落。刘强西迈着巨大的步子跑上2楼大厅，准备带着所有食物跑路。你是什么人？要你命的人。2位朋友，不知刘某哪里得罪了你？刘老板，你的飞行器玩得不赖啊，距离这么远都能飞到我们院子里去。这2人就是昨晚的漏网之鱼。2位朋友，这事我真的不知情，都是手底下那帮兔崽子干的，他们死得好，一群废物。说着，他滚圆的身躯来到一个密码箱前，飞速输入密码，一把拉开，露出了一堆泡面和香肠。这些就当是给2位赔罪，请笑纳。不够，你稍等。说着，他打开一扇小门，里面堆满了未拆封的遥控飞行器、遥控船，这些都是好东西，都给你。还是不够？还不够？你还想要什么？我说过，要你的命。欺人太甚！这是巨大化。我就说吧，这货是个觉醒者，就是喜欢装怂。白灵，放着我来。我勒个擦！范哥，还是你来吧，这货太猛了。这种货色还不需要我动手。白灵，
我操，白灵，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刚才这是什么招？范哥，他说啥？白灵说：“小垃圾，不告诉你。”王浩嘴角狠狠抽搐，居然被一只猫给鄙视了。这年头，人不如猫啊！白灵这招叫暗影分身，可以化为3个分身对目标进行攻击，无论哪个分身得手，都能给敌人致命一击。而敌人如果想要闪躲或者阻挡，那就必须同时闪过或者阻挡3只白灵的攻击。我去，白灵你不讲武德啊！本来是1对1，你这技能一放，直接变成群殴了。我走到保险分区，将保险箱里的泡面和火腿肠全部收入空间圣殿。接着我又来到存放遥控飞行器的护房，护房里的飞行器和遥控船都还没有拆封，崭新的，也全部收入空间圣殿。范哥，要那玩意干啥？刘强西用飞行器招引丧尸这招虽然阴，但是很有效，成本也低，咱们可以用一用。而且以后碰见什么危险地带，都可以用飞行器来探查。对哦，走吧，咱们回了。2人一猫回到半山别墅，此刻别墅大院四周和院子里的丧尸尸体都被清空，别墅楼上的蝙蝠石也都被清洗得干干净净。鸡屁股将蝙蝠粪便都堆在了蔬菜大门的后侧，方便施肥。鸡屁股干得不错，有赏。我拿出一只挑鸡，一刀斩下鸡屁股，扔到半空。鸡屁，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你要是办得好，主人还有重赏。闻言，蝙蝠粪堆突然耸动了几下，一个白白嫩嫩的萝卜头从里面爬了出来，正是鸡屁股。他怕肥仔半夜来偷自己的有机肥料，所以干脆埋伏在了粪堆里。此刻听见有重赏，鸡屁股顿时屁颠屁颠的朝我跑过来。你站住，不要再靠近。对，就站在3米外说话。昨晚的战况也都经历了，如果下次再碰到蝙蝠群的攻击，光凭你自己根本无法抵御，所以我这次派你去后山森林寻找更多的变异食人花，然后把它们带到这里安家。这样一来，不但防御范围可以覆盖整个别墅区，防御密度也会大大增加。以后你就是变异食人花族群的老大，这次你找来多少变异食人花，我就奖励你多少鸡屁股。1得1，23得4，38妇女节，5 4青年节，那就是好多好多鸡屁股啊！粉屁股这次要发达了，终于要实现鸡屁股自由。当即，鸡屁股收拾行装，背着行囊朝众人挥手告别，雄赳赳气昂昂走出了别墅大门。他要去寻找自己的理想。1分钟后，鸡屁股噔噔噔又跑回来。咋又回来了？鸡屁股一脸担忧的指了指那堆蝙蝠粪便。好，我帮你看着，绝对不让肥仔偷走。鸡屁股这才满意点头，背着行囊走出了大门。我来到别墅2楼客厅。范哥，这几天收集的能源晶石全在这里了，我大概数了数，有300多颗。接下来我们就在家里苟几天，把这些能源晶石消耗完，一来提升自己的实力，二来等鸡屁股回来，重新布置别墅的防御体系。太好了，这么多能源晶石，我肯定能提升到5级。我观察着笼子里的蝙蝠，毕竟关系到自己掌心的诡异咒印，但却一直没有头绪。3天后，我的雷电蜥蜴能顺利突破到了青铜6级，空间系也达到了青铜5级，白灵的暗影技也达到了6级，暗影分身的使用更加熟练，3道分身已经可以同时存在10秒，小双也已经达到了青铜阶4级，肥仔的诅咒技终于达到了5级，一句诅咒就可以瞬秒1级的丧尸，诅咒的次数越多，效果越强，诅咒的释放范围也扩大到了10米。我每次看见这个小胖墩就在想，如果让他不停的诅咒长安市中心的丧尸领主，日积月累下来，能不能直接把丧尸领主给骂死？王浩的土系也终于达到了5级，后土壁垒的防御能力提升了1倍。这耗子，你咋才5级？白灵都已经6级了。范哥，我也想提升到6级啊，但是你把能源晶石都给吞了好吧？我们一人最多用个50块能源的晶石，你一个人就用了130多块啊？是这样吗？这时，肥仔屁颠屁颠跑了进来，朝我叫了一声，然后指了指外边。我来到落地窗朝外看去，只见一群大白屁股正在大门口上蹿下跳，吵吵嚷嚷。这是鸡屁股回来了。几人赶紧走出别墅楼门，我按下大门开关，铁门朝2侧缓缓开启。下一刻，一群萝卜头蹦蹦跳跳朝别墅跑过来，鸡屁股一步跃起，抱住了我的大腿，又笑又叫，然后指了指面前的几只变异食人花。乖乖，这么多变异食人花！几只白白胖胖的变异食人花站在几人面前，一脸好奇的瞪大了眼珠子，打量着这栋别墅，打量着我们几人。这些变异食人花的模样都长得差不多，实力大都在2级到3级，只有鸡屁股达到了4级。这时，鸡屁股有模有样的来到这些变异食人花面前，他清了清嗓子，然后怪叫一声，哈当！顿时，几只东倒西歪的变异食人花立即排成了一列长队，立正站好。鸡屁股傲然点头，然后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指了指我，伸出了大拇指，然后又指了指自己，伸出了食指。几只变异食人花顿时跺脚，齐齐答应了一声，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敬畏。这是在训话吗？大拇指就是老大的意思。王浩、小双都觉得很有趣，咯咯咯笑个不停。肥仔笑得最凶。这时，鸡屁股听见笑声，扭过头，瞥了肥仔一眼，撇嘴，然后他指了指肥仔，伸出了自己的小拇指。鸡屁股，以后你就是这些变异食人花的老大。现在
让他们在别墅院子里扎根，构建防御网。鸡屁股顿时立正，朝我敬了一个礼，然后转身，小爪入灰。变异食人花们顿时窜了出去，纷纷一头扎进了别墅大院的各个角落，然后开始舒展藤蔓。一时间，整个别墅大院里都匍匐着红色、蓝色、黄色花骨朵，一眼望去，绿意盎然，姹紫嫣红，十分好看。嘿嘿，小美人，你陪本屁股留在别墅楼共度良宵吧。鸡屁股走回自己的坑，抱着小美人钻了进去。下一刻，藤蔓瞬间舒展开来，将别墅楼全部包裹，留出2楼落地窗，紫色和红色花骨朵点缀其间。我天，这下咱们别墅大院变成大花园了。这样一来，整个别墅的防御直接提升了一个档次。现在，就算是一头4级的变异生物闯进来，都会被这些变异食人花直接缠成木乃伊。现在就差把别墅楼的窗户玻璃都换成更结实的材料。距离下一次天灾到来还有10几天，时间虽然宽裕，但也要早做准备了。小双，明天我和耗子、白灵出去一趟，你跟肥仔留下来看家，我们要去找替代钢化玻璃的材料，加固别墅。好的。当天晚上，我亲自下厨做了一顿大餐，大家一起美滋滋的大吃了一顿。我当然没有忘记奖励鸡屁股的功劳，直接削了10个鸡屁股，让鸡屁股一夜暴富，实现了鸡屁股自由，9福饭米。小双去厨房洗盘子，王浩和肥仔躲进卧室刻苦学习。我拿出手机开始刷本地新闻，虽然少部分网络基站被变异生物摧毁，网速很慢，但网络暂时勉强能用。再过10几天，等赤色风暴席卷全球后，网络就会完全瘫痪。本地新闻都是官方发布的讯息，9成9都是各大庇护所的位置、路线和各项安置措施。发放食物是庇护所最诱人的条件，每名登记在册的幸存者每天可以领取到3顿馒头、1根火腿肠、1包榨菜。我刷了好多新闻，一直没有找到关于长安市丧尸领主的信息，想想也很合理。剿灭丧尸领主的行动失利，官方不可能把这个消息爆料出来，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不过新闻里也提到了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长安市出现了一些地下黑市，这些地下黑市都由觉醒者势力操控。黑市上可以用生存物资换取能源晶石、超凡材料等物品，甚至能换到觉醒晶石，像是血色屠夫的斧头、黑色怪鸟的头骨，都属于超凡材料，比人造材料坚固锋利10倍、100倍。如今觉醒者们已经开始用这些超凡材料打造武器，而且这些黑市还会定期举办一些大型的拍卖会，拍卖会上会有许多压箱底的宝物。值得我玩味的是，华夏军方默认了这些黑市的存在。军方之所以没有打压这些黑市，可能出于2方面的考虑。第一，这些黑市虽然是非法组织，但却给幸存者提供了一个兑换物资的场所，提升了他们的存活率。第二点才是最重要的，黑市的存在可以提升华夏觉醒者的实力。如今末世来临，觉醒者的数量和质量才是一国实力的真正倚仗。与此同时，华夏官方已经暗暗放出了消息，只要是在军方登记造册的觉醒者，每月可以依据自身等级领取相应数量的能源晶石。凡觉醒者参军入伍，待遇翻倍。这个世界即将迎来巨大的变动。第二天一早，在小双依依不舍的目光里，王浩和白灵将爆改重卡的邮箱加满，然后踏上了前往玄武湖的路。玄武湖在长安市城区西北方，那里有一种箭毒蛙，它们的唾液凝固后比钢化玻璃还结实好几倍。我打算采集箭毒蛙的唾液，替换现有的钢化玻璃。王浩驾驶着爆改重卡下的盘山公路，一路穿越废弃的城区。此时，城区比之前还要破败的许多，游荡的丧尸更多了。范哥，好多丧尸的等级都提升了，已经很难见到1级的小丧尸了。对，血月之后，丧尸的等级普遍提高了。现在也不知道那只丧尸领主达到了什么层次，青铜8级、9级，甚至可能突破到了黑铁阶。我操，那咱们还是离市中心远点吧，省得惹祸上身。就在这时，前方百米处，一道慌慌张张的人影突然从店铺里窜到了街道上。救命啊！救救我！求求你们，救救我吧！这女人就挡在路中间，爆改重卡避无可避，绕也绕不开。虽然王浩已经没有原先那么菩萨心肠，但还做不到开车把一个活生生的女人给撞死。王浩踩了刹车，爆改重卡停在了距离女人5米的地方。救救我！求求你们，救救我啊！正在这时，2名掂着铁棍的男人追了过来。看见2人追来，女人顿时吓得浑身发抖，更加卖力的拍打车门。大哥，救救我！我给你们做牛做马都可以啊！下车看看。2人打开车门，跳了下去。白灵留在了车里。2位大哥行行好，救救我吧！我实在是受不了他们的折磨了。臭婊子，快跟大爷们回去！今晚只要把大爷伺候舒服了，就给你半个馒头。女人闻言一脸恐惧，慌忙跪着爬到了我和王浩的身后，躲了起来。喂，小子，我劝你们别多管闲事，否则爷爷把你们的小坤坤割下来为丧尸。这个小白脸长得挺清秀，可以留下来玩一玩血中悍道好。你们2个是不是吃屎了？嘴巴放干净点。2位不要误会，我们可没说要救这个女人，你们拖走就行了。现在知道认怂了，晚了，要么把车留下，要么把命留下，你们自己选吧。
他奶奶的，欺人太甚！看小爷不把你们的屎从嘴里打出来！顿时，四人之间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正在这时，躲在最后面的长发女人突然露出一丝得逞的冷笑，她掌心翻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骤然朝我的后背刺去。匕首距离我的身体还有3寸，女人的手腕突然被一只手死死握住。你怎么会？我怎么会识破你的身份？很简单，你见过有哪个被圈养的女奴脸色红润还中气十足的？闻言，女人顿时倒吸一口冷气，一脸的不可置信。她已经骗过了10几号过路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却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今天居然会栽在我的手里。王浩也一脸吃惊，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可怜兮兮的女人居然跟那2人是一伙的。女子头颅着地，直接一头栽进了水泥地面里，她浑身像是一滩烂泥瘫在地上，直接没了气息。给你们10秒钟时间逃跑，10、9、8。白灵，处理一下。白灵从车里跃出，化为一抹残影追了上去。范哥，现在这些人的套路真是越来越深了。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人为了活下去，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这时，白灵的身影从一间商铺里窜了出来，来到了我面前。经过长时间的杀戮，白灵身上的杀气犹如实质一般，让人胆寒。上车，2人一猫跃上爆头重，然后继续朝玄武湖的方向驶去。1个小时后，爆改重卡终于抵达了玄武湖边，湖边游荡着3、3、2、2的丧尸，这些都是末日当天前往游玩的游客。王浩将爆改重卡停在景区门口，2人一猫下了车。为了保险起见，我直接将爆改重卡收进了空间圣殿。王浩躲在门柱后，观察着景区里的情况。从景区门口到湖边还有500多米的距离。正在这时，一阵嗡鸣声突然从上空传来。妈的，这么大个头的蚊子，一口下去，那小爷身上还不得被吸出一个大坑啊！范哥，咱们赶紧行动吧，这里的蚊子个头太大了。怕什么？你被咬几口就当是减肥了？那可不行啊，好不容易练起来的腱子肉，怎么能便宜了蚊子？走吧，行动！2人清理了在门口游荡的几只丧尸，利用草丛和树木遮掩，慢慢朝着湖边摸了过去。正在这时，一声高亢的嘶鸣声突然传来，紧接着就是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我扭头一看，顿时心里咯噔一声。只见100米外，一头高大雄壮的人马朝2人狂奔而来。王浩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确认自己没看错，那就是一尊人马。此刻，这匹人马的手中握着一杆水蓝色标枪，人马受仰风奋力，裹挟雷霆万钧之势朝我和王浩冲来。这人不是，这马好火辣！王浩倒吸一口冷气，慌忙闪开，脚丫子差点给冻掉。原来这杆标枪是由冰霜元素凝聚而成。白灵一闪挡在我面前，露出锋利獠牙。白灵，我来处理。白灵乖巧点头，退到一旁，眼看一击未中，人马兽白皙小手之中再次凝聚出一杆水银标枪。我使用空间跳跃翻身上马，直接骑在了人马兽的脊背上，双手搂住人马兽蛮腰，一阵温暖的触感传来，我不禁抱得更紧一些。我去，霸王硬上马！人马兽顿时大怒，4只马蹄呼啸奔腾，甩动丰腴强健的马身，想要将我给掀翻在地。好烈的小母马！听不听话？人马兽瞬间暴怒，健壮的马蹄直接一跃3米多高，但也没能把我给甩下来。人马兽载着我一阵狂奔跳跃，舞动手中寒冰标枪朝身后狂戳。4级的小母马也敢跟我耍脾气？说罢，我手掌心雷霆吞，瞬间幻化出一条雷霆长鞭，这是我新领悟的技能雷鞭。你让不让我骑？让不让我骑？人马兽顿时被抽打得浑身乱颤，眸中露出一抹恐惧之色，慌忙连连点头，这才对嘛。说罢，我从空间圣殿里取出一套马具，给人马兽穿戴好。小母马长得真俊俏啊！驾！人马兽嘶鸣一声，奔腾起来。我骑着温顺的小母马往来驰骋，接连撞飞几只不长眼的丧尸。我操，牛逼！我骑着人马兽来到王浩面前，翻身下马，然后从空间圣殿里拿出一个鲜红的大苹果，放在了人马兽面前。吃吧！人马兽见状顿时一惊，这是新鲜的苹果呀！好久都没见过新鲜的苹果了。人马兽狠狠咽了一口唾沫，但却强忍住对苹果的渴望，怯生生地看了我一眼。别怕，以后让我骑，每天都有水果吃。闻言，人马兽缓缓伸出小手，一把将苹果抓了回去，然后大口大口地啃食了起来。这人马兽看着像是个人，但是灵智这块还是芝麻呀，一个苹果几乎就搞定了。寒冰系的人马兽倒是罕见，而且才4级就领悟出寒冰标枪这么霸道的技能，天赋至少也是中上。小母马，主人现在有点事要处理，你自己先去玩一会，但是我一吹口哨，你就要赶过来，不然我就要打你鞭子了，明白吗？去吧。范哥，好不容易收服的火辣小母马，这就放走了？如果他不回来了怎么办？我跟你打赌，小母马一定会回来的。为啥？因为他喜欢我打他的腿儿，带电的那种。哦，我就说嘛，还是雷电系靠谱。
办正事，二人一猫穿过高大的柳树林子，来到了玄武湖边的草坪里。玄武湖水面宽广，一望无际，铺满了水缸口大小的莲叶，水面上十分平静，水面下却暗流汹涌，不时掠过几道狰狞黑影。白灵盯着水面下的黑影发出呵嘶的低吼，浑身毛发炸起。我揉了揉白灵的小脑袋，略略安抚。此刻，水面莲叶上蹲伏着好多癞蛤蟆，静静等待着蚊虫上钩。范哥，那些丑不拉几的蛤蟆就是箭毒蛙。你可别小看这些箭毒蛙，有些时候你不得不佩服他们。为啥？你看，此刻一只蚊子飞到湖面上，想要喝水。一只箭毒蛙突然张开大嘴，一口浓郁老痰如箭矢般喷了出去，老痰瞬间将3米外的蚊子包裹在内，击落水面。蚊子奋力挣扎，老痰瞬间凝固成晶铁，硬如钢铁。箭毒蛙伸长舌头，一口将裹着老痰的蚊子吞入腹中。看见了，箭毒蛙敢吃自己吐出去的老痰，你敢吗？那我确实不敢。不过咱们怎么收集这些箭毒蛙的唾液啊？我正要说话，旁边的草丛里突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我心中一动，慌忙爬开茂密的草坪看去，只见3个男子正在湖边往湖里撒网，他们脚边有几个铁笼子，里面关着几只箭毒蛙，原来也是来抓箭毒蛙的。小伙子，你俩也来捉蛙？对，听说这箭毒蛙的唾液挺值钱。值钱是值钱，放在黑市上更值钱，但箭毒蛙是这么好抓的，看见没？我们3个人忙了大半天，也才捉了6只，要不是陈国带着我们连1只都捉不到。拿着鱼叉的陈国扭头瞥了我和王浩一眼，目光在白灵身上稍稍停留，然后扭过头继续捉箭毒蛙。你们用鱼叉捉箭毒蛙，那不得直接给插死啊？那鱼叉不是对付箭毒蛙的，是对付湖里的其他东西。范哥，他们装备那么专业，大半天才抓了6只，咱们这啥都没有，怎么捉箭毒蛙？谁说收集箭毒蛙的毒液必须要捉到他们？啥意思？不捉住他们，他们会乖乖把唾液吐出来？看你范哥秀一把操作。说着，我瞧了瞧四周，确定茂密的草丛挡住了陈国3人的视线。我大手一挥，地上多了几样东西：钢化玻璃、透明胶带、透明盒子、遥控船。遥控船是从刘强西那里缴获的。我先是捉了1只蚊子，然后将蚊子装进透明盒子，接着将透明盒子用透明胶带粘在钢化玻璃上，最后再将透明的钢化玻璃固定在遥控船上。我将遥控船放进玄武湖，打开手柄开关，控制着遥控船朝箭毒蛙群里缓缓驶去。蚊子在透明的盒子里扑棱着翅膀，奋力挣扎，但却无法逃脱。这时，四周的箭毒蛙看到蚊子，顿时眼球一亮，纷纷朝蚊子吐出自己蕴含多年的老痰。2分钟不到，整面钢化玻璃就被箭毒蛙的老痰喷满，凝固上了一层坚固的晶体。这时，我控制着遥控船掉头，再用钢化玻璃的另一面承受箭毒蛙们的浓浓。我操！诸葛亮当年草船借箭，我范哥今日草船借痰。3分钟后，整面钢化玻璃上就喷满了箭毒蛙的唾液，凝结出2层厚重的晶体。我控制着遥控船返回岸边，王浩将钢化玻璃取下，然后再换上新的钢化玻璃，如此反复操作。不一会儿，我和王浩就收集到了10几块结晶钢化玻璃。王浩用拳头狠狠砸在一面结晶玻璃上，玻璃发出铿锵之声，十分坚固。果然是上好的材料啊！这时，陈国等人也注意到了我们这边的情况。这2个小家伙倒是会取巧。我算过，他们已经搞到了18块唾液结晶，在黑市上可以换到3袋大米，或者是2箱子火腿肠。陈国拿着鱼叉赶走水面下蠢蠢欲动的黑影。蠢货，你们就知道箭毒蛙唾液？什么意思？难道你们没看到那只白猫毛色油亮，威风凛凛，它往湖边一站，水里的那些脏东西根本不敢靠近。如果能把白猫弄到手，最少抵得上100块唾液结晶。对呀，呵呵，原来你早就有谋划了。转眼间已经是中午，耗子，先吃饭吧。2人来到湖边的大柳树阴凉下，盘膝而坐，准备吃饭。想吃什么？最近大鱼大肉吃腻了，搞点杂粮面包啃一啃。可以。我从口袋里拿出2根法棍、1桶酱、2瓶纯净水。2人一猫一边抹酱一边啃法棍面包。这时，陈国3人走过来。2位，我们也在这里吃个饭，不介意吧？不介意，正好热闹热闹。陈国3人坐在旁边，拿出包里的食物，几片皱巴巴的面包，几根火腿肠。2位小兄弟，看看你们吃的啥？干面包沾大酱，呵呵，这也太苦了吧！大鱼大肉吃多了腻得慌，吃点粗粮调剂伙食。还大鱼大肉，这小子吹牛逼都不会吹。行了，这里没外人，你们也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来，这2根火腿肠送给你们，就当是一起捕蛙的缘分。不是，我们真不想吃火腿肠。不想吃，怕是你们心里都快馋哭了。现在这个世道，能吃得起火腿肠的，那就是大富大贵之家了。还给老子装！刚才我们已经在这2根火腿肠里加了麻醉药，只要你们2个吃了，瞬间就会被麻翻在地，然后我们3人就可以把那只白猫和结晶玻璃全部偷走。而在食物极度匮乏的末世，根本没有人可以抵抗住食物的诱惑。这面包家常，一口下去，味道绝了，
你们还站架，也不嫌齁得慌。年轻人，你们以后的路还长，要脚踏实地，不要装杯。吃大酱就吃大酱，我看你们吃的什么酱？鱼子酱。这两人吃的是鱼子酱啊，还这么大一罐鱼子酱，直接用面包蘸着吃，你们不会遭天谴吗？面包蘸鱼子酱，这个笑话挺好笑的嘛。我勒个擦！真是鱼子酱，还他妈是高品质的鲟鱼鱼子酱。瞬间，手里的面包家常就不香了。现在他们三人才明白，我和王浩是真的不愿意吃香肠。跟鲟鱼鱼子酱一比，这淀粉肠简直就是一根屎棍子。三人从惊恐中回过神来，迅速交换了一个眼神。这两人看来是不会吃火腿肠了，那也不能浪费了。这里面10毒10的麻药，但可以给那只白猫吃。麻不翻人，麻翻这只白猫也行，别浪费，那就给猫吃吧。这根火腿肠可是我们三人辛辛苦苦捉奸毒蛙，然后从黑市上换来的。要不是为了对付这两人，怎么舍得拿出来？现在这根火腿肠居然要让一只猫给糟蹋。这时，白灵见中年男人将什么东西放在了自己面前，低头闻了闻，直接一掌子将火腿肠给拍飞了。陈国三人当场就坐不住，被三人当成宝贝的火腿肠居然连猫都不吃，妈的，忍不了了，直接干死他们！演不下去了，那就让我来给你们书写悲惨的结局吧。我早就看出这三人心怀不轨，从刚开始陈国看白灵的眼神，到后中年男人有意无意的试探，陈国和另一名中年男子慌忙后撤，他们都没有想到我年纪轻轻出手竟然如此狠辣，一上来就下死手。更让他们惊讶的是，我刚才为什么会闪现？但白灵没有给他们思考的时间，直接化为一道魅影朝两人扑来。陈国怒目圆睁，挥动手中鱼叉，一道湛蓝水箭骤然刺向白灵眉心，白灵的身躯瞬间一分为三，同时扑向中年男子和陈国。中年男子慌忙张开大嘴狠狠一吸，四周空气瞬间被吸入肚子里，他的肚子像是10月怀胎，高高隆起。下一刻，他张嘴一碰，紫色毒雾滚滚从嘴里喷涌而出，瞬间将3只白灵全部笼罩在内，四周空气瞬间被腐蚀的滋滋作响。正在这时，白灵瞬间从紫色毒雾冲出，王浩将自己的厚土壁垒覆盖在了白灵的身上。中年男子见状顿时大惊失色，想要逃走却来不及，直接被白灵撕裂了喉管，惊恐倒地。这时陈国见状心中咯噔一声，看来自己今天是碰上硬茬子了。两位中年男子都死了，自己不能留下陪葬。36计走为上策，陈国毫不犹豫扭头就朝玄武湖跑去。王浩和白灵追了上去。这时陈国已经跑到了玄武湖边，但他没有停下，直接一步踏上玄武湖面。与此同时，他的脚掌上泛出水蓝色波纹，居然可以在湖面上如履平地，惊得四周的箭毒蛙纷纷跳进水中。我去，这货还真有两下子，竟然可以在水面上跑。水系觉醒者的确有点意思。已经跑出30米开外的陈国放慢了脚步，扭头朝我们等人狂望一笑，嚣张的比了个中指。妈的，这货太嚣张了！白灵也愤愤不平，恨不得一爪撕碎陈国。我却冷笑一声，捏起指头放进嘴里，吹了一声嘹亮的口哨。傻杯，还吹口哨！正在这时，一阵清越的马蹄声响起，人马兽一骑绝尘，朝我狂奔而来。小母马真的回来了！我嘴角勾出浅笑弧度，遥遥一指玄武湖中心的陈国，然后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人马兽眼空嘶鸣，小手中瞬间凝聚一杆寒冰标枪，猛然释出。寒冰标枪如流星坠地，骤然刺穿了陈国后背心。陈国喷出一口嫣红鲜血，惊恐的扭头看去，整个身躯瞬间被冻成了一座冰雕，栩栩如生。冰雕缓缓沉入了湖水中。干得好，主人果然没有白疼你。我带着王浩来到陈国三人刚才捕捉箭毒蛙的地上的放着几个个铁轮子和一个背包，辛苦他们了，帮咱们抓了这么多只箭毒蛙，带回半山别墅养起来，以后可以修补结晶玻璃，源源不断。工具蛙笑哈哈。一只箭毒蛙顿时被激怒，大嘴一张，瞬间朝我浩飙出一口浓痰，浓痰糊在铁轮子上，瞬间结晶。耗子，别玩了，看看背包里有什么。好。王浩答应一声，蹲在地上开始翻陈国三人的背囊，里面有半瓶纯净水，3片面包，2根火腿肠，1把车钥匙，还有一张宣传单。范哥，你快看，这居然是黑市拍卖会的宣传单。我接过宣传单仔细查看，上边列举了拍卖会上的将要拍卖的一些物品，像是变异长嘴鳄的獠牙、黑尾蝎的毒液、身体细觉醒晶石、白铁剑能源晶石、毒鹫羽毛、铁头穿山甲甲片等等，这些都是从变异生物身上弄下来的超凡材料，但我暂时不需要这些玩意。我继续往下看，这次拍卖会的压轴宝贝居然是一颗治愈系觉醒晶石。治愈系那可是末世里最受欢迎的异能，谁还没个头疼脑热、3病6灾的？更何况末世里医疗卫生条件基本为零，连找个感冒药、抗生素都费劲。如此一来，治愈系觉醒者就成为了末世里当之无愧的超能医生。高等级治愈系觉醒者不仅可以治疗外伤，甚至可以让断肢重生，治愈许多所谓的绝症。而且觉醒者小队出去做任务，如果带上治愈系觉醒者，那存活几率将提升好几倍。我眸光一凛，
这颗治愈细觉醒晶石自己一定要得到，这样就可以给半山别墅增添一个超级医生。我继续看宣传单上的拍卖地址和时间。这座黑市位于长安市白虎区永兴街101号，天鹰保镖公司。原来末世前就是保镖公司，怪不得末世后敢举办黑市，肯定是有一定底蕴和实力的。这次拍卖会的时间是3天之后的晚上9点。我暗暗思忖，看来自己到时候必须要去一趟。我收起宣传单，拿起地上的车钥匙，然后将遥控船的控制手柄递给王浩。浩子，你先操作着，继续收集箭毒蛙唾液，我去做点准备。白灵，我们来比一比，看谁的速度更快。驾！王浩一边蹲在岸边操作着遥控船收集箭毒蛙的唾液，一边看我骑着小母马在道路上驰骋，心里羡慕的不行。啥时候我也能有一匹俊俏的小母马啊？那样我想白天骑就白天骑。我骑着自己的小母马围着玄武湖转了一圈，终于在茂密的树林里找到了一辆简单改装过的越野车。我翻身下马，来到越野车前，拿出钥匙，按下开关。果然是陈国3人的车。我打开车门坐进去，简单试了试车，车况良好，油箱里的油料还有2/3。接着我将这辆车收入了空间省电。既然准备要去黑市，那就不能开爆改重卡过去，太扎眼。等回半山别墅，让王浩把这辆越野车简单改装一下，可以开着它去黑市，就算被人给偷了也不心疼。我翻身上马，原路返回。此刻夕阳西垂，夜幕将要降临。王浩正蹲在玄武湖边，操控着遥控船继续收集箭毒蛙的唾液。这半天下来，一共收集了30多块结晶玻璃。就算将半山别墅的所有玻璃都换上一遍，还有富余，但是肯定还是要囤一些结晶玻璃，方便后续破损更换。突然，玄武湖里的遥控船突然一，四周冒起一阵水花。王浩心中一动，慌忙看去，只见遥控船四周的水面上，一道狰狞黑影正在盘旋，速度极快。王浩眉头紧皱，再仔细一睇，水面风平浪静，黑影又消失不见了。我去，什么情况？难道是我眼花了？王浩挠了挠头，蹲在岸边继续操控遥控船。王浩忍住浑身酸疼，抬头朝前方看去，只见一条碗口粗细的黑色触手正缓缓退入湖水中。这条触手表层漆黑，下方嫣红，而且长了一个个吸盘。这是什么玩意？王浩依旧惊魂未定，慌忙朝后撤退，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方才自己差点被这玩意给一口吞了。正在这时，夕阳落山，大片的阴影遮蔽了玄武湖，玄武湖面涌起几个硕大的气泡，一颗黑色的圆形头颅从湖面缓缓冒了出来。5级的变异生物黑色水怪从玄武湖里爬出。土夫树，趁现在地图色。妈的，就这么死了吗？浩子，没事吧？我没事，范哥。5级的水怪，这货是从湖里钻出来的。是的，我刚才在湖边收集箭毒蛙唾液，这只水怪偷袭我，活捉回去，刚好给隔壁老王练手。浩子，土夫树，明白。正在挣扎的黑色水怪突然一僵，顿时被电得浑身麻痹，无法动弹。小母马，把它冰冻起来，但不要弄死。黑色水怪瞬间被冻成了一座冰雕，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这个冰冻状态能维持多长时间？足够了。我先将30多块结晶玻璃收进空间圣殿，然后又从空间圣殿里取出爆改重卡。耗子，收拾东西，咱们回家。好嘞。王浩答应一声，将装着箭毒蛙的铁笼子放进车里，然后与我合力将冻成冰雕的黑色水怪给搬进了车厢。所幸爆改重卡的车厢够大，否则一般的车还真装不下这么大的变异生物和小母马。出发，回家。王浩一脚油门，爆改重卡朝外驶去。夜幕悄然降临，爆改重卡行驶在寂静的街道上，街道两侧是商铺了。街道上的丧尸追着爆改重卡跑，但很快就被远远甩开。范哥，除了前面街口有2条路，一条是走高速直接上山，另一条是走桥下经过永兴街，然后上山。咱们走哪条路？永兴街，白虎区永兴街。对，就是那个黑市的所在地。直接上高速吧，保险点。好。过了前面的街口，往右转就可以直接上高速。正在这时，前面100米外的商铺楼上突然坠下一道钢梁，像是秋筋一样晃动了几下，直接挡住了街道出口。怎么回事？这时，两侧楼里的窗户被打开，许多人探出头来，几乎全都是老。喂，下面过路的，快上交物资，不然休想过去。我和王浩下车查看情况，
这些人居然在这里设了一道卡口，拦路收物资。范哥，如果不从这里上高速，我们就要原路返回，至少要半个小时。下面的，快拿物资出来！我们都是老人，你们年轻人本来就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就是有没有公德心，看着我们挨饿，没良心的王八羔子，活该你们过不去。这年头居然还有人玩道德绑架这一套，真的是还没搞清楚什么是末世。喜欢玩道德绑架是吧？那我就陪你们玩了。耗子，咱们吃点东西再赶路吧。嘿嘿，好啊，我还真有点饿了。我拿出一大盒高级寿司放在车头上，怕上边人看不清楚，直接架起了一只强光灯，对着车头上的寿司。我和王浩哥站在车头的两边，吃着美味的寿司。真是美味。鳗鱼的肉质细腻而嫩滑，与醇香的米粒搅拌在一起，顿时口齿生香，回味无穷啊！哇，饱满多汁的鱼子在我的舌尖爆开，海洋的味道如浪花一般席卷整个口腔，简直太好吃了。这时，楼上眼睁睁看着我和王浩吃着高级寿司，还大声分享着寿司的味道，顿时馋得口水直流，气得火冒三丈。王八羔子开吃播了，快把寿司给大爷大妈们扔上来！我们是老人，谦让老人的道理都不懂，没教养没公德的东西。我没教养，但是我有寿司。吃不起。是啊，你们有功德，你们吃功德去，我们有寿司就吃寿司。闻言，楼上的几人顿时气得脸红脖子粗，有的人直接拿起手边的瓶子就往下砸，砸死你们这些没教养的王八羔子！可笑至极，都末世了，还在这里玩道德绑架，想要吃就凭本事自己去找，谁他妈惯着你们？说罢，我掌心骤然凝聚一丝为起，一拳轰在了前方的钢梁上，上方聒噪的老人们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噤若寒蝉。吃的没有，棺材板倒是有几副，留给你们混吃等死用吧。我和王浩上车走了，原地留下了2副破烂棺木，老人们惊得目瞪口呆，面如死灰。爆改重卡一路驶上高速，很快便抵达了半山别墅大门。我按下门控开关，大铁门朝两侧打开，王浩一脚油门，爆改重卡已经冲进了大院。王浩和白灵跃下卡车，小双和肥仔已经在楼门口等候。主人，你们回来了，晚饭已经做好了。这时，人马兽也从爆改重卡下车走过来，好火辣的姐马。肥仔的小眼珠瞪得也跟灯泡一样。范哥，人马收住哪？马可以站着睡，也可以躺着睡，卧着睡。这样吧，今晚先在1楼客房凑合一下，明天把多出来的车库给改造成专用马厩，给小母马用。耗子，和我一起把水怪给搬到隔壁老王的水塘里。好嘞。我和王浩把水怪搬到水塘边，此刻突破5级后的隔壁老王正趴在池子里啃骨头，旁边的森森白骨已经堆了一大堆。老王，这次给你带回来一个朋友。朋友？难道是旁边那只人马兽？身材挺火爆啊，主人果然知道我老王的口味。我一脚将冻结成冰的黑色水怪给踹了出去。老王心中一惊，慌忙后撤了几步，眼珠子死死盯着面前的冰雕。他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小母马解冻，一声令下，人马兽伸出小手喷出寒气，笼罩在冰雕之上。下一刻，巨大的冰雕裂出缝隙，天然爆裂。水怪，5级的水怪，今晚你们2个只有一个能活下来。说罢，我带着人马兽转身离开。那只水怪可是狠角色，万一隔壁老王搞不定怎么办？很简单，谁能活下来，谁就是隔壁老王，这就是献祭流的培养模式。小女仆，你先带小母马去休息。小双点点头，牵着人马兽走进了大楼。肥仔立即贼兮兮地跟在人马兽身后，2个小眼珠都看直了。王浩将装着箭毒蛙的铁笼子搬下车。范哥，这几只箭毒蛙放哪里？先放蔬菜大棚里吧，明天在大棚里挖的小水塘，把这些箭毒蛙放进去，正好可以吃害虫和蚊子。好嘞。王浩答应一声，将几只箭毒蛙搬进了蔬菜大棚。看来明天要对半山别墅进行一个小小的升级改造。收拾妥当后，王浩将爆改重卡停进了车库，几人上2楼吃晚饭。我先是走进1楼卧室，给小母马喂了一个苹果一个梨子，然后来到2楼客厅，让我看看小女仆做了什么好吃的。吃饱喝足，我回到卧室，拿起了关押蝙蝠的铁笼子。这只蝙蝠缩在角落，似乎很怕我。我用手指去逗弄它，它直接将脑袋藏在肉翅里，吓得瑟瑟发抖。不对啊，这小东西明明很凶残的，怎么突然这么怕我了？我略略思索，随即看向掌心的血瞳咒印，难道是因为它？我将掌心的血瞳咒印对准蝙蝠，蝙蝠立即匍匐在地，似乎在对我顶礼膜拜，浑身颤抖。看来这咒印有点厉害啊！哎，搞不明白。睡觉，我倒头就睡，一觉睡到了大天亮。吃过早饭，开始给众人分工。今天我要对半山别墅进行第2次升级改造。耗子，你负责将整栋楼的玻璃都换成结晶玻璃。我已经把结晶玻璃放在1楼大厅了。没问题，范哥，包在我身上。肥仔，你去把金刚叫过来，让他带上整个猴群。
小双，你去跟小母马沟通，看他对马厩有什么需求，然后画一张设计图给我。好的，主人。白灵，你跟我一起，咱们去看看隔壁老王。白灵答应一声，跟着我来到了水塘前。此刻，黑色水怪的尸体躺在角落里，几只狰狞触手已经被啃咬得不剩一寸，只留下一只丑陋的大脑袋。隔壁老王正趴在水池中间，浑身浴血，散出狂暴戾气。老王果然又进化了。好，老王啊，老王，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话音刚落，隔壁老王的眼珠骤然爆出惊天凶裂，身后尾巴张开狰狞巨口，瞬间朝我噬咬而来。好你个孽畜，竟敢弑主！隔壁老王发出凄厉嘶吼，被杀意遮蔽的瞳孔瞬间清明，充斥恐惧之色。主人，老王死罪啊！我没有理会，手中雷鞭狠狠抽了上去。隔壁老王顿时被冻得四肢发麻，双眼呆滞。是我第一次，只有第二次，我必须好好给隔壁老王补记性，就算被杀一体，以后也不敢对自己动手。献祭流的培养是，虽然容易培养出杀伐果断的变异生物，但最大的缺点就是理性粘性，所以我必须要在隔壁老王的内心最深处刻上这4次笔记。足足打了3分钟，我这才停手。罚你3天不准吃东西，池子里的尸体就放在这里。3天后，如果少了一丁点，老子就把你炖成一锅王八汤。说罢，我转身带着白灵离去。一人一猫走出池塘，来到别墅大院。肥仔已经带着一大群猴子等在别墅大门口。肥仔正骑在金刚的脖子上，咋咋呼呼，好像是在给猴群们训话。按下大门开关，肥仔领着猴群们来到了我面前。金刚首先朝我膜拜，后面的猴群们纷纷单膝跪地，朝我顶礼膜拜。起来吧，这些猴子本就是灵长类动物，再加上变异后开化灵智，比一般的变异生物要聪明很多。上次金刚从我这里回去后，就将我骑着一只凶猛大龟的事情告诉了猴群，所以猴群对我的恐惧和敬畏又增添了几分。金刚来到我身边，双手呈上一只鼓鼓囊囊装着能源晶石的布袋子，恭恭敬敬垂手施礼，做得很好。闻言，金刚眸中露出一丝喜色，暗暗松了口气，终于得到主人的夸奖了呀！看来以后要经常去猎杀丧尸，收集能源晶石献给主人。肥仔，把袋子拿去客厅。肥仔闻言，用小爪子扛起布袋，屁颠屁颠走进了别墅楼。正在这时，一阵清越的马蹄声从远处传来，猴群们慌忙抬头一看，只见一只神骏的人马兽狂奔而来。金刚也目露凝重，他也才刚刚达到5级，但实力远不如这只人马兽强悍。虽然明知不敌，但金刚依然毫不犹豫地转身挡在我身前，暴喝一声，散出强横威压。下一刻，猴群们立即形成防御阵型，如临大敌，看向狂奔而来的人马兽。让开！在猴子们震惊的目光下，我淡然走到人马兽面前。你去找小双吧，跟他商量一下马厩的设计。人马兽乖巧点头，傲然走进了别墅。此刻，偌大的院子里一片寂静，猴群鸦雀无声，一脸震惊地盯着我，心神震撼。前面刚骑了凶猛大龟，现在又拍了人马兽屁股，猴群对我的敬畏瞬间再次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金刚，你把猴群分为2波，你带一波留下来干活，另一波出去猎杀丧尸，收集能源晶石。白灵，你带这一波猴子去猎杀丧尸，收集能源晶石，切记让他们自己动手猎杀丧尸，除非碰见高等级丧尸，否则你别出手。白灵答应一声，迈着猫步带着几只猴子走出了别墅，霸气侧漏。你们跟我来，我带着金刚和猴群来到蔬菜大棚。金刚，你带10只猴子在这里挖一个水塘，工具在门口都准备好了，这是设计图。我将一张水塘照片递给金刚，金刚开始指挥猴子去拿工具，挖坑，搬运石块。你们2个去帮王浩换结晶玻璃，你们2个去收拾院子卫生，剩下的去找小双，听他指挥改造马厩。猴子们立即领命，分头行动。一时间，别墅大院里又开始忙碌起来。我走出蔬菜大棚，来到了院子里，一边看猴群们干活，一边悠闲地晒晒太阳。正在这时，一根藤蔓悄然爬了过来。鸡屁股，是不是又嘴馋了？闻言，蝙蝠粪堆里一阵耸动，一颗白白胖胖的大萝卜钻了出来，朝着我嘿嘿一笑，指了指脚下的粪堆，有机肥怎么了？不够味儿了？鸡屁股摇摇头，伸手扒开粪堆，露出下面的泥土，然后指着泥土一脸兴奋，这好像没什么异样。鸡屁股的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然后噔噔噔跑进蔬菜大棚，3秒后跑了出来，手里抓了一把土，放在了我面前。你是说这粪堆下面的土跟蔬菜大棚里的土质相同？鸡屁股兴奋点，我有点不敢相信，末日降临后，凡是被子日照耀过的土地全部变质，就算掘地3尺，也无法栽种末日前的蔬菜瓜果。就算是蔬菜大棚里的泥土也不行，那些大棚都是普通材质，也被子日的光线穿透，全部堕化，恐怕全球也就农科院之类的地方才有机会保存住末日前的净土。所以我才花费了大价钱，为蔬菜大棚安装了特殊材质的遮阳板，阻挡紫阳光线，保住了这些可以种植农作物的净土。而现在
鸡屁股居然告诉我这些蝙蝠粪堆下的变质泥土跟净土一样，这简直匪夷所思。尽管鸡屁股是变异植物，对土质十分敏感，但我依然不敢相信这个消息。如果土质真的可以被蝙蝠的粪便改善，那岂不是说末日的粮荒有救了？鸡屁股，这件事先保密。鸡屁股点点头，重新钻进了粪堆里。我拿出一个小碗，装了一些蝙蝠粪便下的泥土，然后来到了别墅2楼的卧室里。我小心翼翼将小碗放在窗台上，然后从空间圣殿中取出几颗茉莉花种子，埋进土里，然后浇了点水。这些花种是完好，如果这些土的土质真的改善了，那种子就一定会发芽。等等看吧，我看向角落里的铁笼，蝙蝠正在里面静静匍匐着。小家伙，如果你的粪便真的可以改善土质，那你以后可要不停的拉屎了，昼夜不停的拉屎，一边吃一边拉，拉哭你。走出房间，来到了蔬菜大棚旁边，这些蔬菜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水来灌溉，真的太浪费了。想到这里，我来到第2座蔬菜大棚里，这里除了自己，没有别人。大手一挥，从空间圣殿里取出了一台净水器。现在要试一试这台净水器能不能净化水质，就算净化出来的水不能喝，能浇菜浇果树也行啊。我立即叫来了一只猴子，去，拿着水桶去山上的小溪打2桶水过来。猴子立即提着水桶跑出了别墅，3分钟后返回，带来了2桶水。这水看起来清澈透亮，但却有一股怪物，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连续喝上几天就会堕化为丧尸。如果用来浇蔬菜瓜果，立即变异。当然，已经变异的生物喝溪水，吃变异蔬菜瓜果都是可以的，否则它们也无法存活。只是这些变异蔬菜瓜果的味道很差，所以白灵、北仔、人马兽才喜欢吃我给的食物，因为那是末世前的食物，好吃10倍。把水倒进去，猴子立即将水桶里的水倒入了净水器。我将净水器插上电，然后打开了开关，指示灯亮起，净水器开始工作，快速净化水罐里的水。可是这水净化出来，也没人来尝一尝，不尝怎么知道水净化的效果怎样呢？正在这时，王浩走了进来。范哥，白灵他们在山上抓到2个鬼鬼祟祟的人。想啥来啥，抬上净水器，跟我来。我跟着王浩走出了蔬菜大棚，白猴子立即抬上净水器跟了上去。这时，一群猴子推搡着2个年轻人走进了别墅大门。范哥，就是这俩人在山上瞎转悠，鬼鬼祟祟的。你们来山上干什么？听说这里是富人区域，我们过来看看能不能找点吃的。找吃的，连个背包都不带。我们的背包在被丧尸追的时候弄丢了。对，山下丧尸太多了，我们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哦，原来还跟丧尸战斗过，不简单啊！觉醒者？不是。我看向另一年轻男子的裤兜里鼓鼓囊囊的，立即朝王浩使了个眼色。王浩伸手掏向男子的裤兜，拿出来一个望远镜。跟丧尸搏斗很累吧？先给他们倒杯水喝。白猴子立即用纸杯从净水器里接了一杯水，朝年轻男子走去。年轻男子顿时愣住了，搞不明白我的意图。现在水资源这么珍贵，刚见面居然就给了自己一杯水，不对劲啊！这水肯定有问题，不能喝。但是年轻男子想的有点简单了，这只猴子一把按住他的脖子，直接把水灌进了他嘴里，一杯水全部下肚，一滴不剩。我见状满意点头，你小子挺机灵啊，次名小白，以后留在半山别墅打杂吧。小白乐得龇牙咧嘴，上蹿下跳，立即给我补手作揖。这时，被灌了一杯水的年轻男子慌忙用手指头抠自己的嗓子，想把水吐出来。我仔细看向男子，1秒、3秒、10秒没有反应。莫非净化器真的有用啊？突然，男子的脸色瞬间变灰，像是叶子枯萎下来。紧接着，他惨叫一声，五官扭曲的倒在地上，浑身血肉逐渐溃烂，瞬间堕化成了一只丧尸。虽然堕化的速度慢了，但好像还是不行了。要不多过滤几次再试试？有道理，反正还有一个实验品。别，我全都说。我就是想用你做个实验，没让你说什么呀？求求你们给我一次机会，我真的说实话。行，那你说吧。其实我们2个是被许仙派过来打探山上情况的，他说这里位置很好，想攻占这里。许仙？玩蛇的许仙？小爷我还是法海呢，我他妈一个大威天龙扇死你！你怎么知道？许仙大哥就是玩蛇的，他的右手可以变成蛇，还能控制好多蛇。范哥，这货说话可信吗？应该是身体型觉醒者里面的兽化，兽化的觉醒者可以获得某种动物的能力，还能与其交流。对，就是这样。许仙是几级？身边还有哪些觉醒者？我刚加入他们1天，啥都不知道啊。许仙说只要我们这次任务完成的好，就可以正式加入他们。敢打我们半山别墅的主意，管你是龙是蛇，直接弄死。说那个玩蛇的在哪里苟着呢？在山下的102民宿。范哥，啥时候出发？正在这时，小双走了过来，在我耳畔说了一句悄悄话：主人，
变异食人花们在别墅角落发现了几条蛇。我闻言心中一动，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主人，要不要把那些蛇？不，暂时别动它们。小双点点头，扭头离开。看来你们俩既是许仙的探子，又是他的弃子。什么弃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小白，把他绑起来，关进地下室。小白单臂提起男子的衣领，直接将他给拖走了。哎，怎么回事？你倒是说清楚。话未说完，小白直接朝男子脖子脖梗一拧，干晕了过去。范哥，什么情况？耗子，你好好想想，一个明明可以控制蛇，还能和蛇交流的人，为什么还派2个普通人过来打探情况？而与此同时，咱们院子里又碰巧出现了几条蛇。不明白。你这脑子还是少跟肥仔看点学习资料。这2个人表面上是探子，实际上是诱饵。诱饵？对，他们是诱导我们去102民宿找许仙算账的诱饵。我敢断定，如果我们去了102民宿，肯定找不到许仙，而许仙就会趁着我们离开，直接占领半山别墅。那几条入侵别墅的蛇，其实才是真正的眼线。我操，这个许仙真是太阴了，不愧是连蛇都敢玩的男人。话说我范哥也不差，玩马。范哥，那咱们怎么弄？将计就计，先干活，活干完了再说。全楼的结晶玻璃我已经换好了，还剩下10几块备用。走，去看看。王浩带着我来到2楼客厅，落地窗户已经完全换成了结晶玻璃，虽然有些地方凹凸不平，但是晶莹剔透，采光和视野都很好。我用手敲了敲结晶玻璃，发出惊世铿锵之声。不错，很结实，这下就算是5级变异生物都撞不碎。当然，个别的几种变态生物除外。比如呢？比如5级的血色屠夫、暴虐君主这些力量型的变异生物。对了，别忘了在这些结晶玻璃上刷一层涂层，万一哪天肥仔或者鸡屁股心血来潮舔上一口，那就嗝屁了。啥意思啊？这玩意有毒。箭毒蛙的老蒙谈，你觉得呢？我操，我换玻璃的时候还吃了个苹果。没戴手套？没戴。没事，箭毒蛙的尿液可以解毒。王浩嘴角狠狠抽搐了一下。刚舔了箭毒蛙的唾液，现在还要喝他的尿。只有活着才能喝尿，死了连尿也喝不上。说的也对。这时肥仔走了进来，朝我学了几声后叫，然后双拳捶胸口，扮出金刚的样子。金刚他们的活干完了。好，我们去看看。此刻金刚正跟一群猴子围着刚挖好的水池指指点点，不知道在说着什么。见我来到，猴群瞬间安静下来，目光齐刷刷望向我。我抬头一看，眼前一亮，真是没想到，这群猴子的灵智开化程度已经不输普通的成年人类。不过猴子终究是猴子，比人更单纯，更容易掌控，干得很不错。我大手一挥，地上出现了一箱水嫩蟠桃，赏给你们的。猴群顿时大喜，盯着蟠桃双眼放光，纷纷单膝跪地朝我顶礼膜拜，把那几只箭毒蛙放进水塘里。一声令下，猴群纷纷将铁笼抬了过来，然后将里面的箭毒蛙倒进水塘里。箭毒蛙刚被放出来就朝着我狂叫，他们被关在铁笼子里闷坏了，所以想要把气撒在我头上，甚至有几只箭毒蛙已经开始酝酿老痰。给我打！话音刚落，愤怒的猴群顿时扑了上去，围着几只箭毒蛙一阵狂怒，打得他们呱呱惨叫，足足打了3分钟。可以了，猴群这才一哄而散。给老子乖乖待在水塘里，消灭大棚里的害虫。如果蔬菜上面有一个虫眼，老子打爆你们的眼睛！走！我扭头离开了1号蔬菜大棚，来到马厩，想来看看改造工程进行的怎么样了。小双正在指挥几只猴子施工，电锯和锤头的声音很大。走进马厩大门，抬头看去，整个马厩是由原来的车库改建而成，所以面积很大。主人，你来了，你看怎么样？感觉很不错。你喜欢吗？小母马喜欢就好。行，那你们继续干，我跟耗子他们去办点事。随即，我走出马厩，关上了马厩大门。这时，王浩、白灵、金刚和猴群都朝我围了上来，跃跃欲试，理了理身上的黑色衣服，戴上帽子，大步流星朝别墅门外走去。王浩、白灵、金刚和猴群立即跟在后面，躲在变异食人花藤蔓里。肥仔露出小脑袋，嘿嘿一笑，藏了起来。几人大张旗鼓走出别墅大院，然后穿越一片茂密的丛林。这时，我朝一只猴子使了个眼色，猴子瞬间就地打滚，藏进了茂密的草丛里。半分钟后，2条青色的小蛇从草丛里爬了过来，速度极快，紧跟我们等人。正在这时，藏匿的猴子突然从草丛里抱起，抓起2条小青蛇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嚎叫，像是前来捕食的野猴子抓到了猎物。这时，听到嚎叫声的几人停下脚步，我从空间圣殿拿出身上穿的一样的衣服，脱下帽子穿在2只猴子身上，然后迅速躲进2侧的草丛里。白灵也一分为2，一只继续跟着猴群朝前走，一只隐匿在草丛里。正在这时，被猴子抓住的2条青蛇拼命挣扎，抓蛇的猴子吓得哇哇乱叫，扔下了2条青蛇，抱头鼠窜。2条青蛇没有理会逃走的野猴子，而是慌忙追上了猴群，继续跟踪。从2条青蛇的视野看，前方穿着黑衣服的我和王浩，还有那只白色的大猫都在，继续跟踪监视。主人下达了死命令，
一定要亲眼看着所有人走到102民宿，等猴群和2条青蛇走远。王浩和白灵从草丛里走了出来。走吧，好戏开场了。我带着王浩和白灵来到山顶，走进一座隐蔽的山洞，洞里有一扇厚重的铁门。哦，范哥，这山上哪来的大铁门啊？是我改造别墅地下室的时候修建的密道，当时想着万一半山别墅被围困，可以从地下室密道逃生到山顶。我拿出钥匙，打开了铁门大门，走了进去，然后转身将铁门锁死。这扇铁门从内外都可以开启，但必须要有特制的钥匙。这是一条沟通山上和半山腰的秘密通道，由于当时时间紧急，所以密道四周都是土墙，等有时间把这处密道也好好修整修整。那可以让我来主修，我直接控制这些土元素，要不了多久就能把坑道修葺的平平整整。好，就这么说定了。不过这条密道现在只有我们3个知道，必须要保密。2人1猫顺着密道朝前走。5分钟后，前方出现了一扇一模一样的大铁门，我再次拿出钥匙将铁门打开。2人1猫已经来到了地下室，地下室由19根巨大的石柱支撑，石柱上都挂着铁艺油灯，中间摆着一张长桌，四周放着10几张高背椅，像是一个议事厅，左右两边是几个隔间，可以当卧室用，里面的家具一应俱全。再往前走是一处过道，过道两侧是10几间地牢，此刻男子就被关押在其中一间牢房内。2位大哥，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我全都说了呀。我毫不理会，带着王浩和白灵打开密室出口，直接从1楼书房的书柜里走出，然后来到2楼客厅。我坐在落地窗前的躺椅上，饶有兴致地看向下方大院，应该快到了。与此同时，别墅大院，一辆越野车，几辆货车一路驶来，停在了别墅大院门口。货车上拉着满满2车物资。这里真是个好地方，可惜那下犯是个蠢货，被我略施小计就给骗走了。只有我许仙才配住在这里，你们说呢？身后的10几号人都没有吭声，因为他们明白许仙并没有对自己说话。下一刻，四周的蛇爬了出来，围绕在许仙四周疯狂舞动，吞吐阴红蛇性。手下纷纷露出恐惧的神情，尽量拉开了与许仙的距离。他们死也忘不掉阴冷的许仙将几个活人喂蛇的血腥画面，简直成为了刻在骨子里的噩梦。老大，要不要我把门给轰开？孙俪，你个蠢货，这里以后就是咱们的地盘了，你把门给砸坏了还怎么用？何强，你把人带进去。是，老大。许仙和孙俪纵身一跃，直接跳进了别墅大院之中，大步流星朝前方走去，身后数百条毒蛇疯狂舞动，如潮水一般跟在后方，吞吐猩红蛇性。与此同时，何强的体内发出爆豆一般的响声，他的骨骼、血肉不停的胀大。都给老子进去！何强伸出2只大手，一把抓起旁边的人就朝院子里扔，手下被何强用手扔进别墅大院，一个个摔得龇牙咧嘴，但却不敢有一点脾气。那只恐怖的巨大身躯，一拳就能把一个人给砸成肉酱。还他妈趴在地上，快给老子爬起来，跟上徐老大！众人慌忙从地上爬起，跟在了蛇巢之后，一脸好奇地打量着这座山间别墅。许仙已经来到了别墅大楼前，这时一只眼镜蛇从侧面爬了过来，朝许仙吞吐的蛇信，像是在汇报着什么信息。这里居然还有蔬菜和果蔬大棚，真不错哦。别墅里还有一个小女仆，几只猴子，1匹马，很好，统统都是我许仙的了。何强，把物资搬进来，其他人把小女仆和猴子找出来喂蛇。孙俪，从2楼阳台的落地窗进入，打开别墅楼门。一声令下，何强晃动巨大的身躯去搬运物资，手下则开始在院子里翻腾，寻找小女仆的下落。孙俪走到楼前，纵身一跃朝2楼阳台跳去。许仙等人一惊，慌忙扭头朝2楼阳台看去，只见一道身穿黑色衬衣的青年正站在阳台上，眼睛眯起，冷笑着睥睨下方众人。下犯，你不是应该……真以为2个小小的诱饵就能调虎离山？在我前世的记忆中，这个玩蛇的许仙是长安市的一方霸主，凭借一手玩蛇绝技和心狠手辣著称，没想到这么早就让我给碰上了。而许仙的玩蛇之路也就到此为止。许仙，你的调虎离山不管用，看我的瓮中捉鳖怎么样？我打了一个响指，下一刻，满院子的变异食人花瞬间暴动，数条藤蔓从4面8方涌来，铺天盖地，瞬间缠绕锦云小弟的身躯，嫣红的花骨朵悄然绽放，一口将一名仓皇逃命的青年吞入血盆大口之中，然后狠狠咀嚼。转眼之间，别墅大院中只剩下了许仙、孙俪和何强3人。老大，怎么办？都是垃圾废物，死了就死了。孙俪，烧光这些藤蔓。何强，给老子砸碎阳台。孙俪肌肉瞬间鼓胀，眉心浮现火焰灰烬，她伸出右手，掌心喷出一股炽热火焰。喜欢玩火是吧？一阵马蹄声响起，人马兽立即冲到了2楼阳台。小母马，没收他的作案工具。人马兽伸出小手朝孙俪喷出一股湛蓝冰玉，下一刻，正在燃烧的火焰瞬间凝聚成冰，湛蓝寒气如夫虎之躯沿着火焰蔓延而上，直接将孙俪的右手冻成冰块。与此同时，
何强放动巨大的身躯朝我狂奔而来，他举起充满了压迫性的力量的巨大拳头，轰然朝我砸去，而我就站在阳台上，丝毫不惧，甚至都没有闪躲的意思。去死吧！狂暴的大拳头刚要落下，何强却浑身一颤，僵在了原地。他惊恐地发现，空气中好像有许多看不见的鬼手拉住了自己的胳膊，然后死死掐住了自己的脖颈。何强的脖颈以一种诡异的姿态被扭断，巨大的身躯始终没能砸下那一拳，仰面倒地。何强看到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眼，就是藤蔓丛里有只肥老鼠正单手叉腰，指着自己骂骂咧咧。从何强进入大院的那一刻开始，肥仔就已经开始画圈诅咒他了，只是诅咒一直积累到最后才爆发。怎么回事？下饭明明没有动手，何强怎么就死了？他可是一名4级的觉醒者，没用的废物，给我上！许仙大手一挥，身后毒蛇顿时如潮水般涌动起来，沿着岩壁朝上爬去。只要其中一条能咬上我一口，那我就要嗝屁。我对此淡然一笑，鸡屁股，起床吃辣条了。满楼的藤蔓瞬间倒过，藤蔓瞬间缠绕墙上的毒蛇，狠狠绞杀。一朵嫣红的花朵一口咬住一条眼镜蛇，然后把它在有机肥料里沾了沾，吸溜一下将眼镜蛇吸进花苞里，狠狠咀嚼。毒蛇还没爬到2楼，全部被藤蔓绞杀。许仙见状顿时暴怒，双腿瞬间化为一条粗壮的蛇尾，骤然将自己弹射到了半空。与此同时，他双袖一甩，2条手臂化为一双狰狞白蛇，猛然咬向我的脖颈。5级的许仙居然跟6级的我正面硬刚，那就是找死。许仙浑身电弧环绕，倒卷而回落在地面上。你居然已经6级了，下饭怎么可能提升到6级？我也是机缘巧合才得到了几颗黑铁阶能源晶石，所以才能在短时间内提升到5级。许仙原本以为自己已经是末世中觉醒等级最高的第1人，耗子，别让他跑了，这小子花样多着呢。放心吧，范哥。说着，王浩大手一挥，泥土瞬间爬上许仙全身，骤然幻化为泥土锁链。只听砰的一声，他的皮囊爆裂开来，涌出好条青蛇，急速朝外逃窜。这逃命方法不错，就是有点恶心。兽化为蛇的许仙可以在危急时刻化为好几条青蛇逃窜，只要有一条青蛇顺利逃走，他就可以再次从青蛇的体内孵化而出。苟延残喘，王浩一跃而出，轰然踏在青蛇堆里。地图4。一旁被冻住右臂的孙俪顿时惊呆了。下饭的实力深不可测，这小子也强得一塌糊涂，居然直接把许仙都给秒了。妈的，我可不能留在这里给许仙陪葬。正在孙俪想着怎么逃跑的时候，一脸人畜无害的小双从马就走出来。什么情况？把院子搞得这么乱？这小姑娘怎么乱入了？孙俪看着人畜无害的小双，眼前突然一亮，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孙俪狠狠咬牙，一把掰断自己被冻住的右臂，然后左臂一搂将小双抱在怀里，五指死死扣住了他白皙的脖颈。全都别动，再动老子扭断他的脖子。说完这句话，孙俪突然发现我和王浩似乎一点都不着急，反而像是看待一个白痴一样看着自己笑。兄弟，你有啥想不开的？居然敢劫持我家小女仆？想死也不是这么个自杀法呀！难道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小女仆的生死？不应该的，小女仆穿的这么漂亮，应该是很受重视的才对。你们别过来，过来老子就杀！话音未落，孙俪突然发现自己的胸口早已被藤蔓洞穿。真好吃。小双只是长得人畜无害，但实际上却是个血腥萝莉。小双的嗜血技能不仅可以吞噬猎物的血肉，还可以吸取猎物体内的能量补充自身损耗。猎物的等级越高，小双吸取的能量就越多。主人，所以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丫头真是越来越恶。没什么，就是消灭了一伙小毛贼。我家小女仆越来越漂亮。才没有，主人，人马兽的马厩改造好了，你来看看。稍等，人家费这么大劲把物资送上门，我不能不收啊，不然太不给面子了。说着，我来到几辆货车前，粗略清点了一下车里的物资。这个许仙也太穷了，这么点物资，哎，笑纳了笑纳了。我将2车物资全部装进了空间圣殿。耗子，这几辆废车都处理掉哦，别忘了处理之前先把油箱里的油给抽出来。好的，范哥。这时，金刚带着猴群返回了半山别墅。猴子们去102民宿也没白去，直接把民宿里的桌椅板凳、沙发床全都给扛了过来，满载而归。你们拿这些破烂干什么？你的意思是说放在猴群山洞里，你们自己用？看来猴子进化起来是挺快，都学会用家具了，搞不好再过2年，直接人人崛起，金刚改名凯撒，占领蓝星。行，你们拿回去吧，别忘了每天都要下山去猎杀丧尸，一天最少上交100颗能源晶石，让猴子们下山去猎杀丧尸，不光是为了囤积能源晶石，也是为了历练这些猴子，让他们尽快提升实力。金刚立即答应下来，朝我膜拜后，带着猴群返回了后山。此刻夜幕已经降临，我走进别墅大院，
给了肥仔一瓶可乐，然后让鸡屁股收拾好满院子的尸体。之后我叫上人马兽，跟着小双来到了马厩。这马厩还喜欢吗？喜欢就好。好了，折腾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吧。我离开了马厩，回到2楼主卧倒头就睡。一觉到天亮，吃完早饭，我来到卧室，开始盘膝修炼。床上堆满了300多颗能源晶石，都是这几天猴群下山猎杀丧尸搜刮来的。2个小时后，我的雷电系突破到了青铜阶7级，消耗了80多颗能源晶石，空间系也达到了6级，消耗了90多颗能源晶石。这空间系升级起来也太浪费资源了。雷电系的天赋已经很高了，从6级提升到7级才消耗了86颗能源晶石，但空间系从5级提升到6级就消耗了98颗。前世我足足花费了3个月时间才将空间系提升到5级，这次才用了10几天就打破了前世的记录。突然识海中传来一阵异样的波动，我凝神查看，原来是自己的空间系感悟出了新的技能空间囚笼。顾名思义，空间囚笼可以将某处空间封锁起来。依据我目前的等级，空间囚笼可以封锁3立方米的空间，封锁的空间形状可以随心锁。在封锁空间内，隔绝一切声音、空气，就像是真空一样。当然，空间囚笼可以运用外力打破，只要超过空间囚笼的承受能力，囚笼就会被打破。我想了想，空间囚笼是一种典型的控制技能，但如果给自己施加一个空间囚笼，那就可以作为防御技能使用，而且封锁的空间越小，囚笼就越坚固。比如用空间囚笼为自己做一件战甲，那防御力可以达到惊人的程度。目前来说，就算是7级变异生物都不一定能破开。这时白灵走进了卧室，我心念微动，白灵四周瞬间笼罩了一层透明的空间屏障。白灵叫了一声，但我完全听不见声音。空间屏障完全没有一丝反应。呵呵一笑，大手一挥，空间囚笼消散一空。不怕不怕，刚才是主人逗你玩呢，快开始修炼吧，明天我们要去一趟拍卖会。白灵乖巧的点点头，伸出小爪子抓起一颗能源晶石开始吸收。1小时后，客厅传来一阵诡异的波动，邪恶的气息如枯骨之躯在空气中疯狂翻涌。我心中一动，睁开了眼睛，这股熟悉的气息应该是肥仔的诅咒系突破达到6级了。果然，下一刻肥仔背着小手挺着肚腩走了进来，眉心诅咒灰烬熠熠生辉，他的四周环绕着诡异灰雾，时而幻化为狰狞鬼手，时而幻化为扭曲骷髅。这小家伙还真不简单，这次拍卖会带上肥仔去吧，说不定会派上大用场。肥仔屁颠屁颠来到我面前，露出大板牙，嘿嘿一笑，做了个喝可乐的样子。我拿出一罐可乐塞进小胖墩怀里，赏给你的，明天跟主人一起出去浪一浪。正在这时，一股狂暴杀意轰然席卷开来，白灵猛然睁开眼睛。7级，白灵的暗影技突破7级了。肥仔吓得浑身一僵，直挺挺倒在地板上。然后小胖墩的身躯模仿毛毛虫，一拱一拱爬出了卧室。我来到窗边，看了看小花盆里的花种，3天过去了，还没有发芽，时间不够，还是土质压根就没有改善。我略略思索，就不再纠结，又往上边洒了点水，让土壤保持湿润。再等几天吧。我来到院子，小白立即恭敬地迎了上来，站在了我身后。人马兽从马厩里冲了出来，我飞身上马，驾！我在小母马的背上享受着清晨慵懒的阳光和晨风，毫不惬意。这时，金刚扛着一个装满能源晶石的大袋子大步流星而来。昨天猴群的收获不错，足足收集到了130多颗能源晶石，而且经过这几天的杀伐历练，猴子们普遍达到了3级的程度，有少部分达到了4级。金刚已经提升到了青铜阶5级的巅峰，只差一丝就可以突破到6级。但当金刚看到我骑着的人马兽已经6级的时候，他直接放下袋子，灰溜溜的跑。金刚心里憋屈，自己原来还是最弱的那一个。金刚怎么跑了？小白嬉笑着指了指人马兽，伸出6个手指，然后又指了指金刚跑走的方向，伸出了5根手指，知耻而后语。好事，我指望着金刚能成为后山的山大王呢。以后山里的变异生物越来越多，如果他实力不够强悍，根本镇不住。我让小白将能源晶石扛进去，交给小双保管，然后自己来到了水塘。此刻，隔壁老王正趴在水池里，面壁思过，水池里的尸体真的一口都没吃。主人，老王错了，再也不敢了。行，看你还算是听话，我暂时原谅你，再有下次绝不轻饶。谢主人宽恕。你自己去后山清理变异生物，除了金刚和猴群都可以猎杀，当然有必要的话可以跟金刚斗一斗，互相提升实战能力。我转身离开，回到了别墅2楼客厅。浩来了，范哥。王浩从卧室走出来，他的土系已经突破到了青铜6级，收拾一下，咱们吃过午饭就出发。拍卖会不是晚上9点才开始？这场拍卖会怕是好进不好出啊。啥意思？一个宝贝在拍卖会上花费高价拍到，就是你的了。不是，你得有命把这件宝贝安全带回家，明白了吧？你是说有劫道的呀？所以咱们要提前过去，把四周的道路、容易埋伏人的位置、丧尸聚集地都掌握清楚。这些天
我已经让白灵提前踩过点了，丧尸的分布情况大概清楚，但返回路线还是要你这个司机亲自去跑一趟。了解。我把小双叫来，交代了一些事情，然后就带着王浩、白灵和肥仔坐上了越野车下山了。爆改重卡太扎眼了，去拍卖会那种龙蛇混杂的地方，还是低调一些的好。王浩驾驶着越野车下了盘山公路，直接朝板区的方向走。进了市区，街道上的丧尸数量就多了起来。右边是一处丧尸聚集地，我们绕开。前方100多米远的地方，一尊雄壮的身影正朝越野车发出怒吼，是牛头暴狮5级，这他妈也太给面子了！我刚说绕开你就蹦出来了，这么近的距离，躲是躲不开了。范哥，撞过去！王浩心中一惊，这辆车可不是爆改重卡，那头5级的牛头暴狮一巴掌就能拍成碎片。但我说了撞，王浩绝不会违拗，脚下将油门踩到底，一头朝牛头暴狮冲了过去。牛头暴狮低头露出头上的骨角，悍然朝越野车狂奔而来，如一台重型推土机。下一刻，越野车与牛头稳稳撞在一起，越野车只是稍微颠簸一下，继续一路向前。王浩惊得目瞪口呆，他突然发现车头不知何时多了一道近乎透明的屏障。就是这道薄如蝉翼的屏障，挡住了5级牛头暴狮的全力一撞。范哥，这个献丑了。刚领悟的空间系技能，空间囚笼。范哥，你早说啊！刚才吓得我腿都软了。越野车穿越几条较为安全的街道，顺利来到了白虎区永信街。那家天鹰保镖公司就坐落在这条街的尽头，但是我并没有直接过去，而是按照原定计来，绕着这片区域转了几圈。果然，这里不仅有游荡的丧尸，还有埋伏着的觉醒者。他们都是听说拍卖会的消息后，从长安市的各个角落赶来的。但他们手里没有资源去参加拍卖会，唯一的资源就是自己的命，所以他们想拼上自己这条命弄点吃的。1小时后，夜幕降临，时间差不多了，咱们也过去吧。王浩点点头，正准备转向，突然一辆豪车从后面猛然窜了过去，后面还跟着2辆越野车。王浩急忙刹车，如果他的反应再慢上半秒，自己的车就会被撞个正着。狗日的没长眼！豪车和2辆越野车停在了天鹰保镖公司的大门口，美女拉开车门，一名年轻男子从豪车里走出来。越野车上下来几名保镖，背着大包小包，跟着年轻男子和火辣美女走进了安保公司大门。怪不得车技不强，原来是个女司机。根据那辆车的速度，如果撞上咱们整辆车都会飞出去。走吧。王浩一脚油门，越野车停在了天鹰保镖公司门口。下车，王浩从怀里拿出一张猪头面具套在了头上。你戴这玩意几个意思？咱这是保护自己身份啊。你这分明就是自爆身份。范哥，不带你这么人身攻击的哈。我看末世小说里都是这么写的，进这种拍卖会之前，要么就是搞个易容术，要么就是戴上面具，要不然咱们的身份不就泄露了？哼，你看进去这么多人，有哪个戴面具的？不过你要把这个大包背上，不然等会咱们没办法解释物资的来源。王浩不信这个邪，背上包之后依然戴着猪头面具。2人一猫一鼠下了车，肥仔则被我装进了衣服里，朝着安保公司门口走去。此刻四周的人立即朝王浩投来异样的目光，议论纷纷。我操，你看那有个猪头，不会是变异品种的猪吧？还挺搞笑，呵呵。来到大门口，保镖顿时伸手拦在了王浩面前。不好意思先生，变异家禽禁止携带入内。王浩嘴角狠狠抽搐了一下，一把将猪头面具给扯了下来。不好意思，朱先生。我他妈姓王。不好意思，王先生，请向我展示一下你们有参加拍卖会的资格。啥资格？就是物资。末世之前咱不都是用钱来拍卖吗？现在都是以物易物了，请展示一下你们所拥有的物资。王浩取下背上的背包，露出了一袋子能源晶石、几罐鱼子酱和名贵红酒。成色不错，2位请进。友情提示：院内禁止武斗，禁止杀人。王浩和白灵走进了安保公司大门，眼前是一座3进3出的院落。第一个大院是黑市专场，黑市上到处都有穿着保镖制服的人在巡逻，让人很有安全感。距离拍卖会开始还有一会，咱们转转。我和王浩简单逛了逛，发现这里卖什么的都有，大部分是变异生物身上的超凡材料。我的目光在各个摊位上扫过，有毒鹫的毒羽、疾风狼的爪牙、穿山甲的鳞片、眼镜王蛇的毒液等等。而兑换的材料要么是各种食物、药品、衣服、鞋子之类，要么就是能源晶石。突然，我的目光停在了一株嫣红的七叶植物上。腐血果汁发出的气味可以吸引1公里之内的丧尸，就像是猫薄荷对于猫的吸引力一样，足以让丧尸发狂。这可是个宝贝啊！我走了过去，却伸手拿起了摊位上的穿山甲鳞片。老板，这个怎么卖？10个能源晶石，或者3斤大米，或者10包泡面。太贵了，便宜点，便宜点我就要了。9个能源晶石，或者2斤半大米，你给8包泡面也行，不能再少了，再少就亏本了。大米和泡面我都没有，但是我有2包烟。2包烟，可以。对于老烟民来说，1天不吃饭可以，但1天不抽烟，那比死了还难受。我从口袋里掏出2包烟，其中1包只剩下一小半。不好意思，这1包就剩几根了。
这小子挺滑头啊，怕也是个生意人吧？也行，1包半的烟可以换3斤多的大米或者面粉呢，不亏。我将1包半的烟递给老板，老板正要接过去，突然我又收了回去。小子，你耍我呢？咋又收回去了？只见我从半包烟里拿出1根出来，这才重新将1包半的香烟递给老板，老板直接无语了。我操，这小子是真是抠的一批，这才多大会儿的功夫，就想价少了半包烟，天生做生意的好材料。老板心中哀叹一声，抓住香烟，但死活拽不动。小兄弟，你这倒是放手啊！老板，我咋感觉自己有点亏呢？这可是1包半的香烟啊，要不你再送我点小东西？啥？就给这点物资，你还要赠品？你咋不去抢呢？我也不多要，你随便给点啥都行，不然我总觉得吃亏。比如这个盆景，虽然没啥用，但我放在家里当个摆设也行，要不这个也行。这狼爪可不行，你想什么好事呢？这狼爪可比穿山甲鳞片值钱多了。那就这个盆景吧。行吧，给你。其实老板也不知道这符血果的来历和用途，只是觉得看得有点邪性，所以才摆在了摊位上。好嘞，老板好人啊！我拿起穿山甲鳞片和符血果，有投就投。范哥，你买这鳞片干啥用？我随手就把穿山甲鳞片扔进了垃圾。我要的是这个符血果，这玩意可是能吸引丧尸的宝贝。刚才大费周章的，就是为了不让老板起疑，要不然他该漫天要价了。说着，我转入一处僻静的角落，将符血果收入了空间圣殿。范哥，拍卖快开始了，走进拍卖场。两人一猫穿过飞室，朝第2道院子走去。正在这时，一名男孩迎面走来，与王浩擦肩而过，不小心碰了他一下。我一把抓住了小男孩的手腕，狠狠捏爆。我的烟，你偷我的烟！小男孩咬着牙，恶狠狠地盯着我，眸中爆出仇恨的目光。你至于下手这么狠？我还是个孩子。孩子了不起，丧尸会管你是不是孩子？你该庆幸这里不让杀人，否则你现在就是一具尸体。我扭头就走，跟王浩进入了第2道院落大门。院子的正中间有一栋3层小楼，楼内就是拍卖场。我和王浩走进拍卖大楼，第1层是引导大厅，大厅两侧站着许多保镖，一半以上都是觉醒者，不过等级都在2级或3级。在保镖的引导下，我来到了鉴定拍卖物品的地方。我将怪鸟的头骨和血色屠夫的战斧交给了鉴定处，加入到了本次拍卖品的行列。反正我已经有了空间囚笼，已经不需要怪鸟头骨来做防御武器了，还不如拿出来换点能源晶石。随后两人来到了2楼的拍卖大厅，拍卖会场基本上已经坐满了人，空位不多。我和王浩好不容易才在后排找到空位坐下。你看见没？最前排是贵宾席位，能坐在那里的都是大富，别的咱就不说了，就说最中间那位，轩辕家的2公子，轩辕黄巢带着几个觉醒者护卫。轩辕家是搞什么的？为什么末世了还这么牛？这你都不知道？轩辕家是搞食品加工的啊！我操，怪不得，那他家是发了末世财。听着两人的议论，王浩眉头一皱。范哥，他们说的轩辕皇朝不就是刚才差点撞上咱们的那个人吗？还真是。这时，拍卖台上一名身材婀娜的美女走了出来。这女人一出场，偌大的拍卖大厅瞬间安静下来，她立即成为了全场焦点。范哥，美女啊！我白了王浩一眼，自己身边这货修养极差。感谢各位贵宾莅临天鹰拍卖场，这场拍卖由水妹主持。下面请出今天的第1件拍品。话音刚落，2名保镖飞上来一个移动桌，桌上盖着一块红布。这件拍品可是不得了，是卖家与血色屠夫大战1天1夜，以牺牲36名手下为代价才取得的一件宝贝，那就是血色战斧。这娘们还真能扯，一套一套的。桌上的血色战斧正是我拿出去拍卖的那一柄。这柄血色战斧，卖家说了，只要能源晶石兑换，所以起拍价为40颗青铜阶能源晶石，45颗能量晶石，50颗，53颗。范哥，看来你这玩意还挺值钱啊，比咱们一天杀丧尸搜刮的能源晶石还多。这血色战斧一般人得到也没什么用，一是那种力量型觉醒者可以当做武器，再就是一些搞收藏出手阔绰的家伙。这时血色战斧的最高报价已经达到了65颗能源晶石，不行，距离我的心理预期还差15颗。这柄血色战斧如此威风，如果谁能将其收入囊中，那水妹肯定会为他倾倒。话音刚落，轩辕皇朝大手一挥，80。此言一出，偌大的拍卖场一片寂静。血色战斧虽然不错，但只能给力量型觉醒者使用，受众面太窄了。80颗能源晶石肯定亏。嘿，还真有冤大头。既然你肯当冤大头，那就让你再出点血。我直接抓起王浩的手，85。此言一出，全场哗然，所有人纷纷扭头朝王浩看来。还真有人敢跟轩辕皇朝交办。这位贵宾出价85颗能源晶石，真是风流倜傥，一表人才啊！你这人
咋净说大实话，让人怪不好意思的。敢在水妹面前抢本少爷的风头，本少已经为这骚货砸了不少的物资，怎么可能在你手里功亏一篑？90。轩辕黄巢淡然一笑，挑衅般的看向王浩。这人其貌不扬，穿着打扮土得掉渣，居然跟本少拼财力，呵呵，可怜的小伙子，你绝对想不到，你的全部家当只是本少的零花钱。王浩看了轩辕黄巢一眼，心中有些好笑。呵呵，可怜的小伙子，你绝对想不到，这柄血色战斧其实就是我范哥的。轩辕少爷出价90颗能源晶石，90颗能源晶石一次。范哥咋整？还加不加价了？这么好的机会，必须凑个整啊！100颗能源晶石，100颗能源晶石换血色战斧，确实是血亏。110，成交。这小子脑袋被驴踢了吧？不敢加价就不加价，喊什么成交？而且这小子怎么这么兴奋？看起来比我还高兴。110颗能源晶石一次，110颗能源晶石2次，110颗能源晶石3次。恭喜轩辕少爷拍的本次拍卖会的第1件拍品。范哥，这人冤大头啊！低调，等会还有一件东西。明白。诸位贵宾请看，这第2件拍卖品比第1件还要难得，这乃是一件结合攻击与防御为一体的神兵利器，鉴定师已经试验过，就算是5级觉醒者都无法破开这件武器的防御。什么？5级觉醒者都无法破开防御，而且还能作为攻击武器？没听过这种超凡材料啊！水妹小姐，快让我们验货吧！看来大家都迫不及待了，那就请看展示台。展示台上躺着一件森白的骨骼武器，上半部分是半张头骨，下半部分是长约20公分的尖锐鸟嘴，正是我鉴定拍卖的那颗怪鸟头骨。好戏开始了。这是一件5级骷髅鸟的头骨，硬度可达6级超凡材料的硬度，而且便携轻巧，攻防一体，就连天鹰保镖公司的老总都对此赞不绝口。所以这件拍品的起拍价为80颗能源晶石。85、90，我出90颗能源晶石。这件武器太适合我了，尽管我们轩辕家的超凡武器不少，但我还没见过如此浑然天成的武器，根本就不用后期加工。如此武器，我轩辕皇朝志在必得。150颗能源晶石。轩辕皇朝大喝一声，整个拍卖大厅瞬间鸦雀无声。150颗能源晶石，那绝非普通觉醒者能拿得出手的。妈的，家里没事前咋就没开食品厂呢？老是盯着股票金融看个鸟啊！现在钱都是一堆废纸，有啥用？151。妈的，果然又是那个欠揍小子！呵呵，我出151颗能源晶石。160、161、170、171、180、181。臭小子，你怎么老是比我多加1颗能源晶石？那个没规定不能这样吧？确实没有这个规定。200，老子出200颗能源晶石，有种你再跟一个试试。此话一出，偌大的拍卖场顿时鸦雀无声。如果王浩再加价，难保轩辕皇朝不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虽然拍卖场内禁止杀人，但凭借轩辕家的势力和面子，在这里卸王浩一条腿应该不会触及天鹰拍卖场的底线。不跟了，那个小玩意就让给你了。水妹小姐，可以宣布结果了吧？骷髅鸟头骨再次由轩辕少爷拍得。牛啊耗子，咱们这次净赚300多颗能源晶石。范哥，我咋感觉那个轩辕要找我麻烦？怕什么？就算他不找你麻烦，我也要找他麻烦。忘记刚才是谁差点撞上我们的车了，现在先宰他300能源晶石当收利息了。与此同时，第3件拍品已经被端上了拍卖台，这次没有遮盖红布故作神秘，而是直接呈现在众人面前。好东西啊！这株植物水妹也不知究竟是何物，但它散出的生命气息却无比浓郁，闻之让人心旷神怡，气定神闲。那就是说，这玩意是什么，干什么用，统统都不知道喽。就是啊，说不定就是一根破草，生命气息浓又咋了？也就能放在家里当盆景。听着台下的议论，水妹不禁心中苦笑。正因为如此，这株变异植物的起拍价为5枚能源晶石，或者3包泡面。众人发出一阵哄笑。这年头，谁会用3包泡面去兑换这么个破玩意？而此刻，我心里却十分激动，因为这株红叶绿果的植物是个难得的宝贝，叫做翡翠骨。凡是青铜9级之下的植物系觉醒者，吃3到5颗翡翠骨，就可以提升整整1级。当然，如果是从1级提升到2级，吃1颗就够了；从6级提升到7级，可能需要4颗甚至5颗。总之，翡翠果中蕴含着精纯的植物系元素，可以被觉醒者直接吸收，而且毫无副作用。这玩意简直就是开挂的般的存在。好在现在是末世刚开始，大家都不认识翡翠骨，根本意识不到它的霸道之处。看来这次能低价拍到一件宝贝了。我出5颗能源晶石。众人闻言不禁哄堂大笑，我却是心中一惊，
扭头朝声音的来源看去。哦呦，头上有点绿，看来这家伙的生活还过得去。很显然，这是一名植物系觉醒者，这货应该是发现了自身植物系与翡翠谷的玄妙感应，否则不会贸然出手竞拍的。既然出现了竞拍者，那看来要用点老六的手段才行。6克能源晶石，话音刚落，顿时又引来一阵大笑。一株破草都会有人来争着买。7颗，归你了。再竞拍下去，恐怕要引起众人的怀疑了。台上的水妹暗暗松了口气，终于有人出价了。这株植物只要能卖出去，那就不算是砸了天鹰拍卖场的招牌。7颗能源晶石1次，7颗能源晶石2次，7颗。这时我摸了摸兜里的肥仔，微不可察的使了个眼色。7颗能源晶石3次。恭喜这位贵宾获得这株神秘植物。苍天有眼，这次老子捡到宝贝了。虽然他不知道翡翠果的具体用法，但他有一种玄妙的感觉，一旦自己吞下这几颗果实，必将实力大增。等会出了拍卖场，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刚才那个竞价的小子给宰了，万一他也感应到这株植物的秘密了，为了这个万一不发生，还是宰了他比较好。自己之所以能在末世开头就晋升到4级，那就是因为自己够谨慎，做事果断狠辣。下一刻，中年人兴奋的脸上突然一僵，直接当场暴毙。哗嚓，怎么回事？四周众人顿时惊了，慌忙朝中年人看去。保镖，快去查看情况！一声令下，2名身穿制服的保镖立即跑了过去，检查中年人的身体状况。水妹小姐，这位客人死了。死了？刚才人还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就死了？偌大的拍卖大厅顿时炸开了锅，我脸上不动声色，悄悄拿出一瓶可乐塞给了衣服里的肥仔。小家伙干得漂亮！刚才肥仔对中年人的诅咒就是器官衰竭，这是肥仔最近领悟的诅咒技能，可以杀人于无形，看起来就像是病死的一样。台上的水妹有点慌了，死个人没什么，但这人好端端的死在拍卖场，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那天鹰的信誉何在？快，请医生过来查明死因。不一会儿，一名老中医被请过来，给中年人详细的检查身体。肥仔的诅咒系本就十分罕见，万中无一，如今末世刚开头，绝对很少有人见识过。而且器官衰竭这种诅咒根本了无痕迹，绝对查不出任何猫腻。水妹小姐可以确诊了，这位客人是死于心脏衰竭导致的暴毙。此言一出，水妹暗暗松了口气。各位贵宾，这位客人的死亡原因是心脏衰竭，与天鹰无关，与在座的各位都无关，请大家做个见证。其余众人纷纷点头。心脏衰竭还来拍卖场，这种竞价争抢的地方受刺激，真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啊！随即2名保镖将中年人给抬了出去。至于如何处理，当然是搜刮全身物资后扔进臭水沟。末世嘛，人命比草还贱。由于出价最高者意外死亡，所以出价次高者自动拍的本件拍品。出价次高者，那自然就是我。6颗能源晶石就拍到了宝贝翡翠果，真是一个字爽！等回家就让小女仆咬，不对，让她吞了这几颗翡翠果，直接晋升6级。6级的植物系人类，怕是全蓝星的头一份。到时候半山别墅的植物安防系统将再次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拍卖会照常进行。但接下来的东西都是超凡材料制作的武器，对我来说没啥卵用，看看热闹就行了。一直到第10几件拍品上场的时候，我不禁心中一惊，那是一双蝙蝠古翼，古翼之上有一道血瞳咒印，与我掌心的咒印十分相似。如今血瞳咒印是我的心头刺，尽快搞清楚状况才行。所以拍卖台上的这双蝙蝠古翼必须要弄到手，拿回去好好研究研究。这幅血符古翼是某位觉醒者在血月之夜偶然得到的。据他说，当夜数百只血符遮天蔽日，围绕着这双血符古翼上下翻飞，像是在朝拜君王。当夜，他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才取得了这双古翼，但研究了许久，一直没有头绪。这次将它拿出来拍卖，希望能找到有缘人。这背后的卖主为了得到古翼，花费了巨大代价，又研究了好久。这次拿出拍卖，不会是在钓鱼吧？想钓一个知道这血瞳咒印信息的人，说不定此刻这个背后的卖主就坐在这间拍卖大厅里，暗中窥视着众人的反应。看来自己不仅不能表现出对血瞳的兴趣，而且还不能亲自去竞拍这双古翼，必须要找一个马前卒替自己出头。我的目光扫向偌大的拍卖大厅，最终落在了轩辕皇朝身上。轩辕嬛嬛最得朕心，仓库还是轩辕好啊。而且水妹可以以天鹰的信誉保证，亲眼看到了万福朝拜古翼的视频录像。此言一出，众人顿时大惊失色。原本他们以为万福朝拜之类的话都是水妹编出来的噱头，没想到确有其事。如此一来，这血符古翼必然是一件奇物啊。卖家说了，这双血符古翼没有起拍价，如果谁想要，
可以随意竞价。没有起拍价，这么神奇的东西，居然不设起拍价，这卖家莫非是有点脑淤血？听到没有竞拍价，我再次警觉，不设竞拍价就是要为了让所有人都参与竞拍。如果设的起拍价太高，而正好知道咒印的人没有这么多物资，那不是抓瞎了吗？所以不设起拍价，正好印证了我的猜测，背后卖家在钓鱼。我出15颗能源晶石，20颗能源晶石，我出20公斤大米。一时间，大厅里的众人顿时开始竞价，火热异常。范哥，这玩意看着挺邪性啊，咱们出不出手？等等看，不要轻举妄动。90颗能源晶石，120颗能源晶石，我出200斤大米。大厅里的气氛异常火爆，感觉像是在竞拍压轴拍卖品。我没有理会这些竞价者，而是在不动声色地搜寻着那位幕后的卖家。我的目光不停地在拍卖大厅里扫过，但始终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难道是自己多心了，或者那名幕后卖家并没有在大厅里？与此同时，坐在第一排中间的轩辕皇朝坐不住了，眸中充斥着贪婪之芒。万福朝拜，如此霸道的超凡物品，非我轩辕皇朝莫属。我出500桶泡面。此言一出，原本人声鼎沸的拍卖大厅瞬间偃旗息鼓，所有人齐齐看向轩辕皇朝，一个个恨得牙痒痒。妈的，这个凭借末世发财的富二代，太他妈气人了！家里开食品加工厂的，了不起呗！范哥，干翻他！王浩知道我隐藏了空间系，而且有许多囤货，随便拿出点东西就能把轩辕给干翻。既然轩辕环环已经得手，那这趟浑水我们就可以不趟了。轩辕仓库好啊，先放你这里，我比较放心啊。没有人敢与轩辕皇朝争锋。水妹似乎早就猜到了这个结果。恭喜轩辕少爷拍得如此神秘的血符古意，真是如虎添翼呀！如果今晚能有幸请水妹小姐共进晚餐，那本少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龙虎精神。水妹心中顿时涌上一股厌恶，但脸上依旧笑语盈盈。今晚还有许多事要忙，下面本次拍卖会将迎来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请出本场拍卖的压轴品——治疗系觉醒晶石。一时间，所有人屏息凝神，死死盯向拍卖台。所有人来这里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这颗万中无一的治疗系觉醒晶石。就算竞拍不到，能见上一件也好啊。这时，保镖队长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精致的锦盒，亲自护送这颗能源晶石上台。可见，这颗治疗系觉醒晶石是多么的珍贵。诸位贵宾，想必这治疗系晶石的重要性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下面，请诸位上演。一道柔和的白色光辉瞬间从锦盒中冲出，照耀八方。众人齐齐惊呼一声，瞪大了眼睛朝锦盒中看去。治疗系觉醒晶石出现的概率极低，乃是末世中最为热门、最为抢手的觉醒晶石之一。一旦获得治疗的异能，随便加入哪个势力都能吃香喝辣。虽然治疗系异能者的攻击力很低，但有时候治疗比攻击要重要的多。我出250颗能源晶石。水妹还没说竞拍价，就有人压不住性子，直接报价。呵呵，250颗能源晶石就想拍下治疗系觉醒晶石，本少看你就是个250。你，诸位贵宾这么热情，那话不多说，直接竞价吧。这颗治疗系觉醒晶石的底价为800颗能源晶石，或者1吨大米，或者300箱泡面。竞拍价一出，大多数人顿时露出苦涩的表情。果然，这治愈系晶石不是普通人可以染指的。这个价格就让70%的人望而却步，自动丧失了竞拍的资格。但毕竟还是有土豪的。我出300箱泡面。一时间，四周众人开始议论起来。我操，这人谁呀？一出手就是300箱泡面。哈，刘老根，家里是搞泡面生意的，估计有很多存货。1吨0.50公斤大米。这人是米贩子王二麻子。看来这大厅里还是有土豪的呢。说着，我掏出一个小本本，开始写东西。范哥，你写啥呢？泡面自助仓库，刘老根，大米自助仓库，王二麻子，这是要……哥们，刘老根家在哪儿？大概是胜利路那一块，具体不太清楚。哦，胜利路，我在小本本上，刘老根名字后头记好地址。那王二麻子家在哪里？这个我知道，这货昨天还在家门口用米兑换能源晶石来的。他家在龟甲路路口。龟甲路，感谢感谢。哎，你问他们家的地址干什么？约货。哦，约货啊，就是的，跟他们兑换米兑换泡面，现在都要提前预约了。这时，轩辕皇朝有些坐不住了。我说，你们想竞价的抓紧点时间，再给你们1分钟，1分钟后就没你们逼逼的机会了。可恶，这波被他装到了。我依旧不动声色地记录着第一排那些自助仓库的地址，不亦乐乎。既然轩辕皇朝的囤货量可以碾压其余人，倒是让我省了不少事。好了，1分钟时间到，本少出1吨半大米，我就问还有谁？这个大厅里还有谁能跟我争？此言一出，大厅里再次鸦雀无声。轩辕皇朝看着一脸憋屈的众人，心中不禁暗爽：这群穷鬼
妄想与我轩辕皇朝争锋，真是不自量力。水妹小姐，你看，还是咱们有缘呐。这满大厅里，也就只有我轩辕皇朝有能力捧得起你水妹大小姐的场子。水妹闻言，心中厌恶至极，但妩媚动人的脸上却依旧笑脸相迎。此刻，她多么想有人能压一压这个暴发户的风头。2吨大米。水妹心中一喜，眼巴巴望向那道嚣张的身影，像是一道阳光照亮了黑夜。轩辕皇朝顿时眉头一拧，死死盯着王浩。又是你这个臭小子，敢跟吗？你有种！小爷的种本来就很大，用你说。众人顿时大惊失色，这人究竟是谁？居然敢当面挑衅轩辕皇朝！轩辕皇朝怒极反笑，眸中杀意纵横。这个臭小子居然敢3番5次的挑衅本少，真是不知死活。2.1吨大米。众人盯着王浩，期待着他的出价。呵呵，成交。四周众人顿时哄堂大笑，本来还以为这人是要跟轩辕皇朝硬刚呢，原来是出来搞笑的。我揉着白灵的脑袋，不以为意。我之所以让王浩在这种关键时候跳出来挑衅轩辕皇朝，就是为了拉仇恨，巩固轩辕皇朝对王浩的杀意，让轩辕皇朝在拍卖会后主动找王浩的麻烦。如此一来，我才能名正言顺的正当防卫，取走在小仓库里存放的货物嘛。而且我肯定不会浪费这么多物资去兑换治疗系觉醒晶石，明明可以零元购，为啥要花钱？水妹小姐，赶紧宣布结果吧，等会本少还要请你共进晚餐呢。水妹心中暗叹一声，不禁有些悲凉。我宣布，治疗系觉醒晶石由轩辕皇朝拍得。轩辕皇朝狂傲一笑，治疗系觉醒晶石终于到手。从此以后，轩辕家将又多出一名强大的助力，势力扩张指日可待。拍卖会散场，众人开始陆续朝外撤离。轩辕皇朝却没有着急离开，而是一脸不怀好意的盯着水妹。他已经在水妹身上砸了很多物资了，今晚就要验货。据说这骚娘们还是黄花大闺女，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水妹小姐，请驾临寒舍，共进晚餐吧。水妹紧咬银牙，恨不得一刀劈了这个混蛋，但不得不强忍。轩辕少爷，今晚我有点不舒服，还是改日。话不是这么说的吧？若是没有我轩辕皇朝，你们拍卖场能挣这么多物资？水妹，你最好放聪明点，搞清楚谁才是资本爸爸。水妹秀眉紧蹙，攥紧了一双拳头。难道今晚真的逃不掉了？这时，一名老人出现在了拍卖场2楼，负手而立，默默俯视着这一切。王重楼，天鹰保镖公司的总裁，幕后掌权者，也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用那双血符古意钓鱼的幕后卖家。这时，水妹也发现了王重楼的出现，美眸之中瞬间浮现一抹希望。她眼巴巴地看向王重楼，一脸祈求之色。王重楼却面无表情，甚至嘴角泛起一丝冷笑，转身离去。养这么个稀罕的绝世尤物，不就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益？眼睁睁看着王重楼离开，水妹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破灭。她凄凉一笑，如行尸走肉般朝台下走去。惦记这么多天的猎物，终于到手，真是痛快。走，兑换物资，马上回家。身后保镖和那名美女立即跟上轩辕皇朝，朝外走去。轩辕皇朝已经迫不及待了。我在一旁看完戏，走吧，咱们去兑换物资。王浩跟我从侧门朝外走。这时，轩辕皇朝向身后一名保镖使了个眼色，保镖默默点头，朝我和王浩跟了上去。我来到兑换间，这里是一处走廊，走廊两侧有许多房间，都是用来兑换物资的。我将手里的号码卡递给玻璃窗后的工作人员，号码卡是区分拍卖者身份的标志，里面记录着我委托拍卖的物品和拍得的物品。您好先生，您一共委托我行拍卖2件物品，血色战斧和骷髅鸟头骨，共获得310颗能源晶石。另外，您拍的1件变异植物，花费6颗能源晶石，除去我行的拍卖手续费，您一共获得270颗能源晶石和编码为08的变异植物。说着，工作人员将一个袋子和一株植物放在窗台上，袋子里装着满满的能源晶石，一共是270颗。那株植物就是植物系圣品翡翠骨。不虚此行啊，收获不错。不过这拍卖会还真是挺好赚，动动嘴皮子就收了10%几的手续费。时机到了，自己也可以搞一个拍卖会嘛。我装模作样将能源晶石和翡翠骨植株放进王浩身后的背包里，实际上全都装进了自己的空间圣殿。这时，白灵用小爪子抓了抓我的裤脚，我低头一看，白灵的眼珠正在朝自己使眼色。我用眼角余光看去，一名中年男子正站在那里，有意无意的往这里瞥。哼，轩辕仓库的狗腿子已经跟上了，大鱼上钩了，咱们走。两人一猫走出拍卖场，穿过黑市，来到了越野车旁。范哥，那人一直跟着我们。我知道，你不要声张。两人打开车门，坐了进去。范哥，咱们赶紧溜吧，跟踪我们的人肯定是轩辕皇朝的人。我还怕他不来呢。等他们出来。2分半后，轩辕皇朝等人带着大包的物资从大门口走出。水妹小姐，请吧。微凉的夜风中，水妹一脸绝望地回望了一眼天鹰保镖公司的大楼，紧咬银牙，坐进了豪车后座。这时，那名跟踪我的保镖跑了过来。少爷，那个臭小子呢？
前面越野，车牌号长安 A3.1419526。很好，找个合适的地方。本少今天还没见血。明白。仓库送货来了，咱们走吧。王浩打着车，一脚油门驶出了保镖公司。轩辕皇朝大手一挥，一辆越野跟了上去。王浩开着车在街道上行驶，街道两侧的角落里不时冒出几道蠢蠢欲动的身影，但当这些身影看到后面追赶的越野车时，都识相的放弃。多亏了轩辕小仓库，不然咱们不可能这么顺利的离开黑市区域。看来咱们还要付给他一点保护费了。范哥，咱们走哪条路啊？这个不用咱们操心，后面的狗腿子会帮我们选好地方的。车速放慢哈，不然送货上门的该跟不上了。3分钟后，王浩开车经过一片空地，越野车突然从后面窜了出来，停在了道路前方。这时，后面的豪车也跟了上来，正好将我的车夹在中间。水妹小姐，本少先杀2个人助助兴，马上就回来。说罢，他打开车门，朝我的车走去，身后跟着几名保镖。此刻，王浩和白灵也从车里走出来。臭小子，你他妈敢惹我轩辕皇朝，真是活腻歪了！给老子上！先卸他们3条腿，再抓起来喂丧尸！一声令下，前后几名保镖立即狞笑一声，朝我和王浩围了上来，一个个跃跃欲试。我伸了个懒腰，看了看四周，这里还真是个杀人越货的好地方。上，白灵，交给你了。7级的白灵对付起这些低级觉醒者，就像是砍瓜切菜，毫无压力。怎么回事？几名3级的觉醒者保镖居然被一只猫给秒杀了！快他妈给我挡住那只猫！轩辕皇朝慌了，让剩余的2名保镖挡在前面，自己立即准备技能。他双手结印，口中念念有词，掌心喷涌出一股紫色光辉，然后一掌拍在了地面上。给老子杀了他们！我见状眼前一亮，嘿，没想到轩辕仓库居然是召唤系觉醒者。召唤系异能可以召唤出丧尸、亡灵生物、暗黑生物等物种，对目标进行攻击。虽然召唤系的异能释放速度很慢，可一旦成功释放，就可以召唤出多只低于自己等级的变异生物，属于后期强悍的群攻型觉醒者。范哥，这货一个人可以召唤出3只丧尸，还好都是4级的，不然这战斗力有点恐怖啊。召唤系也算是比较罕见的异能了，轩辕仓库应该是5级，所以能召唤3只4级的黄毛丧尸。耗子，你对轩辕仓库有什么想法没？我对一个男人能有啥想法？我又不走后门。老子是问你，看见他的召唤系有没有啥想法？没啥想法呀，杀了算了呗。杀了可就浪费了，召唤系异能者那可是自动刷怪机啊！把这货绑回半山别墅关起来，茶余饭后让他召唤几个丧尸打着玩玩，不用出大院就可以刷丧尸爆金石了。对呀，我咋就没想到呢？真是绝妙的人形自动提款机啊！可惜召唤系的觉醒者不能长时间召唤惯，最多召唤个1-2波就会耗尽能源，需要调整休息一段时间。白灵，别玩了，咱们赶时间。耗子，去收集车里的物资。话音刚落，白灵残影从3只黄毛丧尸间闪过。这只猫怎么会这么强？3只4级丧尸都不是他的对手。这时，我大步流星朝轩辕皇朝走来。你要干什么？你别过来！给老子闭嘴！没有了召唤物，召唤系异能者就是个废，也就体质比普通人强一些。你不能杀我，我是轩辕家大少爷，你杀了我，我们轩辕家会对你展开疯狂的报复。放心，我暂时不会杀你，因为你对我还有点用处。至于你说的来自轩辕家的报复吗？根本不会发生，因为过了今晚，轩辕家将不复存在。你说什么？现在你可以闭嘴了。我掏出一只臭袜子塞进了轩辕皇朝的嘴里，然后用绳子把它绑了起来。这时，白灵已经剖开3只黄毛丧尸的脑袋，找到了2颗能源晶石。哟，这黄毛丧尸的爆金合率还挺高。我收起晶石，走向豪车，跟着轩辕皇朝的美女早就吓呆了，浑身颤抖。而水妹虽然心中惊讶，但脸上却依然镇定。她真的没想到我和王浩会反杀人多势众又实力强悍的轩辕皇朝，而且从头到尾只有一只猫动了手。我和王浩2个人在一边还有说有笑。我来到了豪车旁，冷冷地扫了驾驶座位上的美女一眼，美女顿时吓得魂不附体，浑身打颤。她慌忙从车里走出来，一声跪在我面前：大哥，别杀我，我可以给你当女奴。给你3秒，消失。美女狠狠咽了口唾沫，眸中爆出一抹生的希望，扭头就朝夜色中去，朝右边跑。美女下意识地朝右拐进了一条小巷，下一刻，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传来，接着便是丧尸疯狂啃食血肉的声音。右边丧尸比较多。这人是恶魔吗？水妹还以为我会放过那个女人，没想到却给她指了一条死路。你为什么要害死她？她是无辜的。她自己跑进去的，关我什么事？明明是你给她指的路。
我指路，他可以不听啊。那你为什么要赶他走？他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我为什么要带上他？水妹顿时无话可说了。末世之中就是这么现实，没有价值的人根本没有活着的理由。我对眼前这个人来说有什么价值？自己的生命是不是也要在这里终结了？我没有理会水妹，直接来到豪车后备箱，把后备箱里的东西全都搬了出来。轩辕仓库，诚不欺我，都给我保存的完好无缺。我拿起几颗打开，乳白色光辉中，治疗剂晶石静静闪耀。有了这玩意，我很快就能培养出一名超级医生。如此一来，整个半山别墅的配套就更加齐全了。接着我拿起血符古翼，其上血瞳咒印殷红如血，散出诡异之芒。这玩意太邪性了，回去慢慢研究。还剩下血色战斧和骷髅鸟头骨。兜兜转转，这2件超凡物品又回到了自己腰包，还卖出了300克能源晶石，真是缘分不浅啊！说不定以后还能再卖几次。这时，王浩扛着2个大背包走过来。范哥，瞧瞧，这轩辕太客气了，还留了这么多的物资和能源晶石，大概有300-400颗。轩辕环环，醉得朕心。范哥，咱们回家。不，既然惹了轩辕皇朝，必然要斩草除根。耗子，带上轩辕皇朝，咱们去轩辕家一趟。抄家。好嘞。王浩答应一声，扛起被臭袜子熏晕的轩辕皇朝扔进了后备箱，然后打开车门，坐进了豪车的驾驶座。豪车啊，这体验感就是不一样。你应该知道轩辕家的地址吧？什么？你真的要去轩辕家？就凭你们2个人一只猫，要去找堂堂轩辕家的晦气？废话这么多，说地址，不说现在就把你扔下去喂丧尸。幸福街302号轩辕食品加工工厂。耗子，走着。王浩一脚油门朝幸福街方向驶去。现在你们还没杀轩辕皇朝，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只要你们把我送回天鹰保镖公司，我会请天鹰总裁出面，亲自前往轩辕家族为你们求情。天鹰总裁是那个把你卖给轩辕皇朝的老家伙吧？他能把你卖1次，就能把你卖1万次。我绑了轩辕皇朝，难道你心里就没有一点解气，就没有一点痛快？如果不是我，你现在应该正在被轩辕皇朝肆意凌辱。就算逃出轩辕皇朝的魔爪，不又落入了眼前这人的魔爪？与轩辕皇朝相比，这个人才更让我觉得可怕。你为什么不杀我？这个问题问得好，我想跟你合作，更直白点说，我想请你来给我打工。可是我不是觉醒者，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看中的是你组织拍卖会的能力，水妹在拍卖会上的精彩表现，对于参加拍卖者心理的把控、随机应变的控场能力，都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再加上她这妖娆的身材和妩媚的脸蛋，堪称拍卖会上的大杀器。你也有拍卖会？很快就会有。其实，在我进入黑市的那一刻起，心里就在谋划着一步大棋。既然自己已经有了空间圣殿中的百亿物资，那为什么不做资本大佬呢？先在后山脚下开辟一片黑市，利用黑市的贸易来囤积能源晶石，岂不是更快？然后在山上搞一个大型的拍卖会，利用拍卖会来收集各种超凡材料，吸引更多的人才，岂不是更爽？招纳水妹只是第一步。原来这才是我对于这个人的价值。看来自己的命算是暂时保住了，但是看这人一穷二白的样子，不像是开得起拍卖会的人。还是看看这人怎么从轩辕家的报复中摆脱吧。我也没有催促水妹立即答应自己，招揽人才要恩威并施。刚才救水妹算是施恩，等会当着她的面灭了轩辕家，是展示自己的能力，树立威严。说话间，豪车已经来到了幸福街。范哥，马上到了。轩辕家族还有哪些人？势力有多大？轩辕家一父8妻12子，家主是轩辕浩，据说已经是6级觉醒者，实力强悍。轩辕浩有一个大老婆，7个小老婆，一共生了12个儿子。轩辕皇朝是大儿子，还有11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而且轩辕家招揽了许多觉醒者做护卫，是这一片最强的地头蛇势力。物操，轩辕日天老当益壮，8个老婆12个儿子。耗子，把车停在轩辕家大门口。明白。王浩驾驶着豪车停在了工厂大门口。大少爷回来了，快开门！黑色大门朝两侧开启，2名穿着保安制服的走了出来，恭恭敬敬的站在大门两侧，恭迎轩辕皇朝。这时，豪车的后车窗降了下来，扔出了2颗腐血果实。什么情况？轩辕少爷，轩辕少爷，你去哪里啊？豪车没有停留，直接开走了，只留下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气味。2个保安面面相觑，眼巴巴的看向豪车消失在夜色里。水妹瞥了我一眼，不禁心中嗤笑。我就知道这人不敢动轩辕家族，大张旗鼓的跑到人家家门口，结果扔了2个烂西红柿就跑了。看来这人根本就不靠谱啊！正在这时，一声撕心裂肺的吼叫声骤然响起，紧接着，方圆几公里内的街道扬起滚滚烟尘。怎么回事？你不是想知道我会怎么对付轩辕家族吗？现在睁大眼睛好好看着吧。月夜下的街道上，
一只变异丧尸吸动着鼻翼，发出兴奋的吼叫。没错，这是腐血果气。腐血果对于丧尸的吸引力比猫薄荷对于猫的吸引力更甚。一种丧尸后方跟随着一群发狂的腐人丧尸，他们都是被腐血果的气味吸引而来。此刻，轩辕家大院，一名老者急匆匆从仓库走了出来，眉头紧皱着仰望四周天空，浑身散出上位者的威严气息。正是轩辕家的家主轩辕浩。家主，王管家从后面跑了出来。家主，七姨太已经沐浴完毕，换上了学生装，等着您指导功课呢。老王，我有种不好的预感，传命下去，立即召集所有护卫，让他们到大院集合。家主，出什么大事了？快去，别他妈废话。是。王管家立即冲进了内院，他没有先去叫护卫，而是直接冲进了大太太的闺房。金莲，快收拾东西，一旦苗头不对，咱们就溜。怎么，老头发现皇朝不是他亲生的了？那咱们俩的事不就败露？哎呀，不是，刚才家主连给七姨太指导功课都顾不上了，立即让我召集所有护卫。我估摸着轩辕家怕是要大祸临头了，你赶紧收拾点食物，咱们从后门溜走。死鬼，你是不是太敏感了？我给你说，我已经在老东西的滋补汤里连续下了6天的药，可就差今晚的一次了。透气汤一旦发作，神仙也救不了。到时候咱们的皇朝继承家业，看那几个小骚蹄子谁还敢跟老娘叫板。金莲娜，真的来不及了，赶紧收拾食物，我等会过来找你，咱们一起从后门溜吧。说罢，王管家急匆匆冲了出去，开始招呼四处的护卫。此刻，轩辕家大院内，轩辕浩的面前已经聚集了一批护卫，大多都是2级、3级的身体型觉醒者。你们几个去守卫大门，谁都不许进来，其余的人都去守护仓库，一个苍蝇都不能飞进去。仓库里存放着轩辕家的所有家底，都是末世前积压滞销的方便食品。对了，皇朝呢？他不是去拍卖会了吗？还没有回来。轩辕浩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大儿子，12个儿子里唯一一个像自己的，他可是对轩辕皇朝寄予厚望啊。正当轩辕浩调兵遣将的时候，门卫室的门卫在门口的监控上看到了惊恐的一幕。月夜下的街道上，黑压压的丧尸群从4面8方朝着大门涌来。丧尸，好多丧尸，丧尸群来了！门卫惊恐的尖叫声打破了夜晚的寂静，整个大院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丧尸群争先恐后的撞在黑色大铁门上，兴奋地舔舐着铁门上的血之液。快拦住那些丧尸，绝不能让他们爬进来！一声一响，守护在大门后的护卫们慌忙掂着铁棍，砍刀朝大门上的丧尸脑袋上招呼。轩辕浩眉头紧皱，握紧了手里的手杖。奇怪，这些丧尸怎么会突然发疯似的进攻我的院子？不过看如今的情形，这些丧尸应该攻不进来我轩辕家的基业，岂是上百只丧尸就能摧毁的？正在这时，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从大门外传来。轩辕浩凝神看去，只见院墙外冒出一个硕大肩膀和破布麻袋，健壮的肩膀上肌肉暴起，破布麻袋上露出2个窟窿，血眸爆闪。是血色屠夫！血色屠夫抡起锯，轰然朝大铁门上砸去，黑色铁门直接爆裂，倒飞出10余米，砸在了轩辕浩的脚下。丧尸群一涌，如潮水般涌入了大院，淹没了门口的护卫。快躲进仓库！轩辕浩慌忙大吼一声，召集所有存活的护卫们朝仓库聚集。这时，2姨太、3姨太、4姨太、5姨太、6姨太和穿着学生装的7姨太从后院逃了过来，想要躲进仓库。爸爸，救救我们，好害怕啊！身在仓库的轩辕浩隔着门缝，冷冷地瞥了一眼正在跑来、惊慌失措的姨太太和儿子们。关门！一声令下，护卫们慌忙关上了仓库大门。没良心的，我们还在外边呢！爸爸，开门啊！姨太太们拼命拍打着大门，惊恐地尖叫着。但仓库里的轩辕浩丝毫不为所动，眸光冰冷。末世里的女人、子女，这些都是累赘，只要自己挺过这一劫，女人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儿子还不是想生多少生多少，关键是自己要活下来。轩辕浩打量着自己身旁的护卫们，此刻只有几个人成功逃了进来，还好这座仓库够大，能够结实，而且仓库里堆满了各种方便食品和矿泉水，足够生存下去。与此同时，王管家已经拉着大太太从后门逃了出来，身上背着满满一背包食物。为了安全起见，王管家还命令2名护卫一路护送。丧尸群都被腐血果吸引到了前门，所以后门的丧尸不多。月夜下，4人一路奔逃，终于躲入了一间破败的小房子。王管家惊魂未定地看了一眼窗外，长长舒了口气，总算是逃过了一劫。由于时间紧急，大太太没来得及换衣服，还穿着黑色吊带睡衣。金莲啊，你看我没说错吧？得跑，没事了，现在咱们安全了。话音刚落，一把尖刀从王管家的胸口透了出来，滴落殷红鲜血。2名护卫一把推倒王管家的身躯，朝大太太露出了只可意会的笑容。嘿嘿，今天晚上便宜咱哥俩了。我看了一眼手机，浩子，掉头去轩辕家收货去。好嘞。王浩乐呵呵答应一声，一脚油门踩了下去。
所以刚才的丧尸群暴动都是你弄出来的。不然丧尸吃饱没事干攻击轩辕家，这人居然有这么厉害的手段！掉头返回，一路上都是从尸群里脱离而出的丧尸，在街道上游荡，吐血鬼的气味完全消散，丧尸们也都没有刚才的疯狂，重新恢复了平静状态。2分半后，豪车停在了轩辕家大院门口，2只丧尸顿时朝豪车扑来，随即被白灵释放的2段好音箱。看着眼前满地的尸体，水妹惊呆了。煊赫一时的轩辕家就这么完蛋了。此刻，卡破的院子，许多丧尸在追逐着惊声尖叫的姨太太，一种丧尸身躯的卡车顿时卷起了穿着学生装的七姨，吞进血大口之中狠狠挤出。王浩指向一只圆滚滚的巨大丧尸，范哥，那是啥玩意？以前没见过啊。哦，那是一种丧尸毒爆者，5级，肚子里都是毒物和毒水，具有强烈的腐蚀性。这玩意很猛，一旦被激怒，身躯会直接爆裂，毒水瞬间喷的到处都是，就连血色屠夫都不敢轻易招惹。这么猛，连自己都炸。这个点儿，院子里的人估计都死得差不多了。不会的，轩辕浩是6级觉醒者，不会这么轻易死掉。而且看地上尸体，护卫的数目也不对。这个信息很重要。说着，我扫了一眼大院内部，目光锁定在了仓库。这院子也就那间仓库还保存完整，估计幸存者应该在里面吧。你要出手了？有免费的劳动力，干嘛自己动？我走下车，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全力扔向远处的仓库大门。正在仓库大门时，暴者顿时被惊动，他巨大的身躯剧烈抖动起来，圆滚滚的肚子瞬间长大1倍。恐怖的能量夹杂着黑色毒液瞬间席卷而出，直接将仓库大门炸毁。院子里游荡的丧尸瞬间被惊动，全都朝炸裂的仓库门涌进去，想不想去亲眼见证轩辕家族的灭亡？闻言，水妹咬了咬牙，走下了车门。四周到处都是尸体，有丧尸的，有人类的，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气息。水妹强忍胃里作呕的冲动，跟在我和王浩身后往里走。白灵走在最前面，威风凛凛，散出的威压让3级以下的丧尸不敢靠近。耗子，把面具戴上。我掏出一个面具，戴在了脸上。等会搜刮物资必然会使用空间系，所以还是戴上面具比较好。王浩把原先的猪头面具套在了头上。白灵，你留在这里，看着车。他妈的，到底是谁激怒了毒爆者？他不可能无缘无故触发爆裂。是我啊，轩辕日天，刚才送你的礼物还喜欢吗？你们是什么人？水妹，是你个小蹄子。虽然我和王浩戴着面具，但轩辕浩认识水妹不止一次，他都想把水妹这个绝世尤物弄过来好好把玩，但奈何王重楼那个老东西不肯。就在轩辕浩叫出水妹名字的时候，我的脑海突然灵光乍现，一个绝妙的主意浮现心头。我立即朝王浩使了个眼色，然后2人退到了水妹身后，一左一右，好像以水妹为尊。我和王浩2人都是保镖一样。哦，原来是你个骚蹄子，背后还是王重楼那个老鬼吧？设计陷害我轩辕家，找死！水妹微微一愣，刚要开口解释，轩辕日天现在才明白，太晚了吧？这次王总裁让我们来，就是要抄了你轩辕家的老底。说着，我看向仓库里的存货，350多箱面包糕点，740多箱风味腊肠，1200多箱泡面，520多箱香肠。轩辕仓库名不虚传。就凭你们几个毛崽子，还想抄我轩辕浩的家底？看见这里的物资了吗？老夫今天把话撂下，今天你们能拿走多少，都送给你们，老夫绝不追究。轩辕日天，你确定？老夫说话一言九鼎。好，我直接朝堆积如山的物资走去，随手将2个挡路的丧尸踹飞。连个包都没背，还想拿物资？那我就不客气了。说罢，我大手一挥，740多箱风味腊肠瞬间消失不见。我再次一挥手，1200多箱泡面消失无踪。轩辕浩顿时惊得目瞪口呆，这怎么回事？他揉了揉眼睛，还以为自己眼花了。臭小子，你使了什么障眼法？水妹也惊呆了，这是怎么做到的？空间系本来就是最为罕见的异能，现在又是末世初期，很少有人知道空间系的存在。我呵呵一笑，第3次挥手，半个仓库直接空空如也。住手！快给老夫住手！轩辕浩顿时急眼了，再这么下去，整个仓库都要被戴着面具的我搬空了。我根本不理会轩辕浩的咆哮，心念微动，将半个仓库的矿泉水全部收入了空间圣殿。此刻，偌大的仓库已经空空如也。不！轩辕浩眼睁睁看着自己打造的基业瞬间烟消云散，顿时暴怒，瞬间纵身一跃朝我扑来。哪里跑？给小爷乖乖下去！话音刚落，下方4点瞬间隆起2道泥土，将轩辕浩紧紧缠绕。无论轩辕浩如何挣扎，就是无法挣脱泥土锁链的束缚。轩辕浩血眸一闪，掌中喷出3道锋刃。我站在原地，丝毫不为所动，甚至都没有任何闪避的意思。下一刻，高频震动的锋刃狠狠攻击在我身上，但却纷纷爆裂开来，被空间囚笼完全阻隔。这小风吹得真凉快。轩辕日天，我们王总裁问候你全家，告辞。说罢，我、王浩和水妹3人大摇大摆离开了仓库。
随即只听仓库里传来轩辕浩撕心裂肺的吼叫声。王重楼，我轩辕浩与你不共戴天。走出仓库，白灵盯着轩辕浩，我在天鹰安保公司对面的商铺楼等你。白灵答应一声，瞬间化为一道残影消失在夜色中。三人坐上豪车，驶离了轩辕家大院。耗子，去天鹰安保公司对面找个方便监视的空房间。明白。你要挑起轩辕浩和王重楼之间的仇恨。我摘下面具，留着轩辕浩的狗命，也就这点作用了。难道你不恨王重楼，以为天鹰拍卖会鞠躬尽瘁，但他却亲手将你卖给了轩辕皇朝？闻言，水妹紧咬银牙，从轩辕皇朝手里救你出来，是我给你的一份见面礼，在你面前暴露空间系的秘密，是我招揽你的诚意。最后利用轩辕浩来对付王重楼，算是庆祝你加入我们的小晚会，而且这个晚会一定会办得轰轰烈烈。其实我早就想过了，随着末世的到来，空间系很快就不会是个秘密，而且自己也已经具备了实力，不怕别人的觊觎。再者，使用空间系的时候，我和王浩是戴着面具的，轩辕浩和那些护卫根本不知道我们两人的身份。最重要的是，现在在水妹面前暴露空间系，可以收买她的归心。而另一方面，我之所以要利用水妹的身份来挑起轩辕浩和王重楼之间的矛盾，就是为了拉水妹上自己的贼船，断了她的后路。这个时候，我再向水妹抛出橄榄枝，给她另一条出路。这样一来，招揽的手腕和诚心都有了。只要你帮我杀了王重楼那个畜生，我就跟定你。放心，我会让你亲手杀了王重楼。不过，我有点好奇，你在天鹰拍卖会究竟是什么身份？你跟王重楼又是什么关系？水妹叹息一声，末世前，我的父母跟王重楼是很要好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创了天鹰安保公司。我大学学了播音主持专业，毕业后就在拍卖会帮忙。后来，大概是1年多以前，我父母乘坐私人游艇去海岛游玩，但私人游艇却在海里沉没了。那之后的1年里，王重楼独掌天鹰安保公司大权，而我沉浸在父母离世的悲痛中，根本无暇顾及天鹰的管理和经营。我暗中雇佣了3名私人侦探，对父母的案件进行秘密调查。终于，我掌握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我父母乘坐的私人游艇不是因为事故沉没，而是有人动过手脚。而恰好在出海的前一天夜里，有人看到王重楼的私人秘书曾经鬼鬼祟祟地出现在游艇附近。水妹不禁苦笑，但第2天，那名秘书就彻底消失了，而我的公寓门口也不断地收到恐吓信，扔砖头、泼油漆，让我整夜都生活在恐惧里。后来末世爆发，王重楼直接将我软禁在天鹰安保公司里。当天晚上，如果不是王重楼那个畜生吃了1瓶药都不行，我早就被他糟蹋了。真的吃了1瓶药？水妹狠狠剜了我一眼。这他娘的是重点。那个耗子怎么还没到？哦，不好意思，我刚才光顾着思考1瓶药的问题，转错路口了。这俩都是什么人啊？5分钟后，王浩将豪车停在了天鹰安保公司对面的商铺楼。我和水妹走下车，看向面前的商铺楼。这座商铺楼略显残破，但四周的丧尸已经被天鹰安保公司的人清理的差不多了。王浩打开后备箱，扛起被臭袜子熏晕的轩辕皇朝。我将豪车收入空间圣殿，几人走进了商铺楼。楼道里一片漆黑，静悄悄的，只有几人的脚步声。我掌心凝聚出一颗雷球，照亮了四周的黑暗。几人敲了5楼的一个房间，从这个高度刚好将对面的天鹰安保公司尽收眼底。我刚打开门，一道黑影骤然扑来上来，我直接一脚踹了上去，黑影倒卷而回，狠狠砸在后方的墙壁上。我定睛一看，那居然是一种丧尸，5级鬼运者。我操，这是个什么玩意？水妹也没见过这种丧尸，吓得直接躲在了我身后。一种丧尸鬼运者，这玩意随时会孕育出小邪灵，大家小心了。话音刚落，鬼运者嘶吼一声，骤然朝3人扑来，一双血红利爪撕裂空气。王浩心念微动，2道金锁链瞬间从地面隆起，将鬼运者束缚在半空中。鬼运者抡起利爪，不停地抓挠在泥土连锁上，泥土锁链爆出刺目火花，但却异常坚固，根本斩不断。王浩已经是青铜6级，又是擅长防御的土技，所以5级的鬼运者根本砍不断他的泥土火链。哈哈，什么鬼运者啊？也就那么回事，小爷我一个技能就搞定了。话音未落，鬼运者的利爪骤然转向，直接一爪剖开了自己鼓胀的肚子。下一刻，2只漆黑的小手从鬼运者剖开的肚皮上探了出来，然后狠狠一扯，鬼运者的身躯瞬间被撕成2半。与此同时，一只漆黑的鬼娃邪灵显露而出，朝众人凄厉嘶吼。鬼娃邪灵的漆黑的爪子抓起鬼运者的断肢，塞进嘴里大嚼特嚼。水妹顿时吓得面无血色，紧咬银牙，但我却是眼前一亮，这只鬼娃邪灵刚出生，居然就达到了6级的层次，可见天赋极高。就是不知道这小东西有什么异能。鬼娃邪灵根本不理会我们等人，只顾着啃吃鬼运者的残肢。范哥，趁现在咱们溜吧。
我摇摇头，盯着鬼娃邪灵露出思索之色。这鬼娃的身躯时而虚化成黑雾，时而凝聚成实体，好像不太稳定的样子。对，难道是因为早产的原因？刚才鬼娃邪灵并没有主动爬出鬼运者的肚子，而是鬼运者主动剖开了自己的肚子，所以这只小鬼娃邪灵还没有足月，属于早产娃，它急需母体的血肉来给自身提供能量。想到这里，我当即大手一挥，将鬼运者的剩余的残肢断臂全部收入了空间圣殿。鬼娃邪灵顿时一愣，一脸呆滞地盯着空空如也的地面看了好久。嘿，小家伙，闻声，鬼娃邪灵扭头看向我，还想吃吗？鬼娃见状眸光爆闪，直接张开两只小胳膊朝我扑了上来，但他并没有直接扑我，而是扑向了我的投射在地上的影子。我心中一惊，心中顿时涌上一股不好的预感，瞬间跃出了5米开外。几乎就在同时，鬼娃邪灵的尖牙擦过了我手臂的影子，我顿觉胳膊上传来一阵撕裂般疼痛，低头一看，手臂上居然被咬出了一道血红牙印。这鬼娃邪灵的异能居然是攻击目标的影子，好逆天的技能，对目标的影子造成伤害，就可以对目标造成同等伤害，适合各种暗杀、刺杀、偷袭。可能目标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被丧尸鬼娃咬断了脖子。但这个技能也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光明技。光明技觉醒者可以制造出净化之光，极限压缩自己的影子，让丧尸鬼娃失去攻击目标，但那只是在有所防备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防备，依然会被丧尸鬼娃一击斩杀。这小东西还挺稀罕。鬼娃邪灵再次扑向我的影子，我有了防备，立即闪到了一边。鬼娃邪灵一连扑了几次，都没有占到一点便宜。他看着我，撅着小嘴，露出一脸幽怨的小表情，感觉下一刻就要哭出来。小家伙，想不想吃？鬼娃邪灵眼前一亮，慌忙点了点头。6级的丧尸早就诞生了灵智，想吃的话，过来让我摸摸你的头。闻言，鬼娃邪灵的脸上露出挣扎之色。让你摸我头，我堂堂鬼娃，不要面子的。再怎么说也是6级邪灵好吧？但是那只断臂真的太好吃了呀，怎么办？好难选。我拿出一瓶番茄酱，往断肢上一抹，然后拿起来闻了闻，露出一脸销魂的表情。真的太香了。鬼娃邪灵见状，不争气的口水直接流了一地，他眼巴巴地盯着抹上了番茄酱的断肢，不由自主地走到了我面前。我顿时打起12分的精神，全神戒备，打算稍有不妙就利用空间跳跃逃走。这时，断肢上的番茄酱朝下滴落了一滴，鬼娃邪灵慌忙伸出舌头，将滴落的番茄酱给舔进嘴里。哇哦，这也太好吃了吧！丧尸鬼娃迫不及待地伸出小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哟呵，这是主动让我摸头了，万一自己伸手，这小东西叨我一下怎么办？万一这小东西是个老六呢？王浩和水妹早就躲得远远的。刚才鬼娃邪灵撕裂鬼运者的震撼一幕还历历在目。这时，鬼娃邪灵见我没有动静，立即把自己的大脑袋伸了过去。这小东西是真的想让我摸它。我缓缓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摸了摸鬼娃邪灵的大脑袋，手感跟人类脑袋的手感一样，就是冰冰凉，没有一点温度，像是在摸一个冰块。鬼娃邪灵抬起头，伸出小手指了指断肢，又指了指自己锯齿状牙齿的嘴。我点点头，将手里的断肢递给鬼娃邪灵。鬼娃邪灵一把抢过断肢就往嘴里塞。水妹看着这一幕惊呆了。下饭，你怎么还喂丧尸？快走吧！看来我范哥是要收了这孩子。别开玩笑，那可是丧尸，会吃人的。呵呵，那你是没见过金刚和隔壁老王那么凶残狂暴，照样被我范哥治得服服帖帖。我没有理会水妹，而是全神贯注地盯着面前的鬼娃邪灵。随着鬼娃邪灵不断地浸噬鬼运者尸体，他雾化的身躯完全稳定了下来。这时，鬼娃突然扭过头来，伸出手指了指我手里的番茄酱。你要再加点番茄酱。鬼娃邪灵兴奋点头，他发现这种红色的东西真的很好吃，又甜又咸，特别有滋味。哈哈哈哈哈！看来收服鬼娃邪灵有戏。随即，我拿起瓶子，往鬼娃邪灵手里的断肢加了点番茄酱。鬼娃邪灵立即伸出小舌头舔了舔，吃得津津有味。我趁机又伸手摸了摸鬼娃邪灵的大脑袋，他并没有一丝抗拒。我拿出了一个奶瓶，冲了一包奶粉。小家伙，我晃了晃手里的奶瓶，递给鬼娃邪灵，喝这个，这个很好喝的。这个东西也太好喝了吧！小家伙，好不好喝？以后还想不想喝？嘿嘿，以后跟着我，每天都有奶粉喝。这画面，这流程，我咋感觉有点像怪叔叔拐卖幼儿园小朋友呢？瞎说啥大实话，我范哥这叫收养孤寡儿童，是慈善事业。我朝王浩和水妹两人招招手，搞定了，你们过来吧。王浩和水妹走过来，一脸警惕地盯着咬着奶嘴的凶残鬼娃邪灵。我揉了揉鬼娃邪灵的小脑袋，其实大多数时候，变异生物和丧尸比人类要单纯、忠诚得多。我收服水妹要大费周章的布局谋划，但收服一个6级的鬼娃邪灵，却只需要拿出点他爱吃的东西哄一哄。而且，变异生物一旦归心，几乎不会背叛自己的主人。小家伙，以后就叫你鬼娃吧。这时，肥仔从我的口袋里跳了出来，
背着小爪子，像是退休老干部一样在鬼娃邪灵面前踱步。什么天天向上？肥仔贼眉鼠眼，嘿嘿一笑，从肚兜里拿出一本小书。你可拉倒吧，现在鬼娃年纪还小，不要灌输那些奇怪的姿势。水妹，你盯着点窗外的动静。水妹点点头，心中稍安。我能给自己派活，这才证明我没拿她当外人。如果一直客客气气的，那反而让水妹觉得别扭。水妹来到窗边，透过窗玻璃看向对面的天鹰安保公司大楼。房间里没有开灯，为了防止外人注意到这里，我从空间圣殿里拿出了一套新的沙发和茶几，放在了客厅中间。然后我躺在沙发上，拿出手机，开始刷本地新闻。现在新闻网页大部分已经被军方信息给占据，当然也有少数的自媒体信息。我点开几个视频看了看，居然有人拍到了丧尸群攻击轩辕食品加工厂之前聚集暴动的画面，下面就有好多人在猜测，谁能吸引如此大规模的丧尸暴动。多数人都认为是丧尸领主在幕后操纵这些丧尸群。如今长安市中心存在着一只可怕的丧尸领主的事，已经不是秘密。老子哪里长得像丧尸领主了？说良心话，你们见过这么帅的丧尸领主？我无聊着刷着网页，我在等一个消息，这个消息马上就会发布。果然3分钟后，一则新闻弹了出来，直接挂在了首页。军方整理了一份关于末世世界观的信息，向整个华夏公布了。里面有目前为止观测到的觉醒者分类，大体上分成了身体型、元素型和超能型。只不过空间系、诅咒系、再生系等等比较罕见的觉醒系还没有被发现。第二页是觉醒者的级别划分，为了便于理解，军方采用了某款家喻户晓的游戏段位来划分级别，青铜阶、黑铁阶、白银阶、黄金阶，每个阶别又分10级。第三页是丧尸的种类，普通丧尸不必说，网页里列举了一些已经发现的一种丧尸，血色屠夫，一种长舌丧尸，毒暴者等等榜上有名。同时军方还特别强调了一种叫做嚎哭者的一种丧尸，遇到这种丧尸千万不能招惹。嚎哭者顾名思义，这种一种丧尸基本没有战斗力，但他会哭，稍有风吹草动就放声嚎啕大哭。嚎哭者的声音十分魔性，可以吸引至少方圆1公里内的丧尸，这货简直就是行走的腐穴。这时王浩带着鬼娃走过来，范哥，给你看鬼娃神奇的技能。鬼娃走向了我的影子，你又想咬我？鬼娃邪灵摇了摇小脑袋，然后身躯逐渐雾化，融入了我的影子里。鬼娃还有这功能。紧接着我无论是跑跳还是 rap， 影子里的鬼娃都隐藏得天衣无缝，好像彻底跟自己的影子融为了一体。妙啊！这样一来我就多了一个秘密武器啊！跟人战斗的时候明明还没出手，鬼娃就把对方的影子给扭断了脖子，那场面真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不过还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鬼娃能不能跟着我一起空间跳跃？如果不能，我使用空间跳跃，鬼娃就会被留在原地。想到这里，我当即心念微动，发动了空间跳跃技能，下了去，我出现在了5米之外，而鬼娃则掉落了原地，嘴里咬着奶嘴，一脸的懵逼。看来带着别人进行空间跳跃还是有点困难，自己必须要好好感悟一下空间跳跃，争取早点达到这个目标。好了，大家过来吃点宵夜吧。我让几人围坐在茶几四周。今天是双喜临门，第一个是水妹加入了我们，第二个是收服了鬼娃，所以咱们稍微吃点好的庆祝一下。闻言，王浩、肥仔都是一脸期待，而水妹却一脸平淡。稍微吃点好的，在末世里还能吃什么好的？我在天鹰安保公司里，平时也就只能吃到咸菜、面包、馒头什么的，每周差不多能吃到1次土豆肉片，这已经很不错了。就连王重楼也是2-3天才能吃到1次肉，而且都是冷冻肉，肉味已经有点淡了。虽然下饭有空间系异能，但能比得过天鹰安保公司财大气粗？他能拿得出什么好吃的？顶多就是刚刚搜刮轩辕家仓库的腊肠吧。正在这时，我大手一挥，茶几上直接出现了几个菜，而且这些菜还都是热气腾腾的，色泽诱人，浓香扑鼻。这些熟菜都是我提前让酒店主厨做好后存进空间圣殿，方便吃。水妹本狠咽了一口口水，直接惊呆了。我的妈呀，这是真的吗？我该不会是做梦呢吧？等等，下饭刚才说稍微吃好一点，这还只是稍微，那如果吃一般好的会有多好？我看着水妹惊讶的表情，见识过我的物资实力，水妹怕是对我更加死心塌地了。还愣着干什么？在外边吗？终归吃点有点朴素了，回去再补上。你这几个菜还朴素的话，那我以前吃的都是猪10倍，不带这么糟蹋人的。范哥，你说轩辕老贼啥时候才会对王重楼出手？如果他一直不出手，咱们就在这里一直等着吗？放心，轩辕老贼肯定会在今夜对王重楼出手。为啥？水妹也看向我，显然她也想要知道答案，因为到了明天，轩辕家被灭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长安市，而今晚所有人都看到了水妹跟着轩辕皇朝回家了。轩辕家被灭的消息一旦传到王重楼耳朵里，他必然会有所顾忌，有所防范，所以今夜才是轩辕浩对王重楼出手的最佳时机。闻言，水妹不禁心中一惊，
下饭好像看着比我还要小2、3岁吧，怎么会把人心看得这么透？这时，一道黑影闪了进来，我扭头一看，是白灵回来了。我朝白灵招了招手，白灵迈着猫步来到我身边，随即看到鬼娃邪灵，这是鬼娃，以后就是自己人了。怎么样，轩辕老贼有行动了？大家快点吃，不然要错过好戏了。与此同时，天鹰安保公司员工宿舍，忙碌的一天的安保人员们正聚在一起打牌，一边吐槽末世，一边吹吹牛。打发时间，有个年轻人却与众人格格不入，坐在角落里的铁床上，沉思着什么。他叫曹顺，等级最低的安保人员，平时就负责端茶倒水、打扫卫生、通下水道之类的杂活。其实也不是他跟别人格格不入，而是别人都孤立他。原因很简单，天鹰安保公司一共50多名安保人员，其中有20人获得了王重楼的青睐，被赐予觉醒晶石，陶顺就是其中之一。这些觉醒晶石都是通过黑市和拍卖搜集来的。刚开始，大家对于觉醒晶石的颜色和觉醒能力的对应关系都不清楚，所以都是凭运气胡乱选的觉醒晶石。结果，其余19人要么觉醒了身体系，身体素质大大提升，要么觉醒了元素系，可以喷火呼风什么的。但曹顺呢，觉醒了唯一的召唤系，但却是召唤些瞎眼小土狗、瘸腿小乌龟、断尾小蝌蚪之类的玩意，一无是处，啥也不是。刚开始，大家还觉得，虽然曹顺只能召唤土狗，那让大家吃顿狗肉也行啊。但是曹顺拼死都不让大家吃狗肉，结果就让其他人给孤立了。此刻，曹顺坐在宿舍角落，口中念念有词，双手结印，狠狠拍在了地上。一道玄奥的阵法浮现在地面，阵法中间爬出了一只瘸腿小乌龟。曹顺双手拿起小乌龟，放在眉心默默念叨了几句，然后双手放开，任凭小乌龟掉落在地。小乌龟的龟壳上裂出了血色裂纹，裂缝方向直指王重楼的休息室。血光之灾，王总有血光之灾。闻言，地上翻面的小乌龟点了点头，四只爪子舞动着，努力的想要翻过身来，但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一辈子都无法翻身。这时，正在一旁打牌的其他保安纷纷朝曹顺看了过来。那怂货又鬼叫什么呢？谁知道一天到晚神神叨叨，不管他，咱们玩咱们的。这把谁输了，谁就把曹顺手里的王八抢过来炖汤，给大伙好好补补。哎，这个好，这个好。话音未落，落在地上的乌龟突兀的转了一下，箭头指向了那些正打牌的保安。就连他们也要承受血光之灾。天呐，看来这次天鹰安保公司要大祸临头了。曹顺盯着小乌龟，又等了一会儿，小乌龟没有动静。还好，没有牵连到自己啊。曹顺捡起地上的小乌龟，然后走出了员工宿舍。根据占卜结果显示，这次灾难并没有牵连到曹顺，他也不想掺和进来。再怎么说，自己这身异能是王重楼赋予的，那就稍微去提醒他一下吧。如果他不听，我就拿点吃的然后苟起来，或者跑路，老子才不给王老头陪葬呢。曹顺来到王重楼的休息室，几位大哥，王总在吗？有急事。你再急，能有现在的王总急？他老人家刚吃了1瓶药，正急着大展雄风呢。这时候你要是打扰了他的雅兴，小命不要了。1瓶药，几位大哥打扰了，当我没来过哈。曹顺扭头就溜了。老畜生，爷不管你了，自生自灭去吧。趁着夜色，曹顺先拿了一个背包，然后跳进食堂，往包里装了10几个面包、香肠，又拿了几瓶矿泉水。然后他来到了女卫生间，他已经深思熟虑过了。今晚即将到来的血光之灾不可能来自于丧尸，因为方圆1公里内的丧尸都清理的差不多了，所以最大的威胁应该是来自于人类，极大可能是一群觉醒者入侵天鹰保安公司。而天鹰安保公司里除去水妹小姐，一共也才3个女人，都是王老头的私人物品，平时也不会上女工位，所以女卫生间是最安全的地方。然后他再次拿出小乌龟，进行今天的第2次占卜。小乌龟，我是藏在这里比较安全，还是跑路比较安全？瘸腿小乌龟掉在地上，龟头冲着马桶，龟壳转为漆黑之色，但裂出一道森白裂纹。曹氏见状暗暗松了口气，龟头冲着厕所，那就是待在这里比较安全。而漆黑的龟壳上亮出一道白线，那就是有一线生机。曹顺咬咬牙，自己必须要抓住这一线生机。与此同时，2道穿着夜行衣的黑影顺着墙壁爬进了天鹰安保公司的院子。这座院子不是黑市所在的前院，也不是拍卖会所在的中院，而是后院。王重楼和安保公司的员工都住在这座院子。这2名黑衣人显然是身体型觉醒者之中的兽化，拥有了类似于壁虎的攀爬能力。2人落地，一路沿着墙根的阴影来到了门口的保安岗亭。其中1名黑衣人大嘴一张，一条嫣红的长蛇直接射穿岗亭窗户。这时，另1名黑衣人急速窜进门卫室。黑衣人看向面前的监控屏幕，按下了启动按钮。大门朝2侧开启，拿着手杖的轩辕浩走了进来。家主，2名黑衣人从门卫室走出。监控显示，天鹰的仓库在大楼3层的东北角。轩辕浩狞笑一声，去仓库干什么？又搬不走多少物资，直接去王重楼的休息室，嘎了他。
取而代之，到时候整座天鹰安保公司都是老夫的。都吃的差不多了吧？什么叫差不多了？我才刚刚开始。果然是穷人家的妹子，没吃过肉啊。好歹是个尤物，能不能注意点吃相？好了好了，别跟饿死鬼投胎似的，以后好吃的有的是。好吧。鬼娃，外边很危险的，你藏进我的影子里。鬼娃刚出生，好奇心太重了，如果不把他藏进自己的影子，我怕这小家伙走着走着就被什么东西吸引，不见了。我看了角落里还在昏睡的轩辕皇朝，肥仔，你留下来看着轩辕皇朝，如果这小子敢跑，就废了他的腿。随后，我带着王浩、水妹和白灵走出了房间。此刻已经是半夜2点多，皎洁的月光下，街道上静悄悄的，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王浩看着对面防卫森严的天鹰安保公司大楼，范哥，咱们怎么进去？不着急，等里面乱起来，咱们就光明正大的从正门走进去。说罢，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算算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吧。话音刚落，一道刺耳的警报声骤然响起，打破了夜晚寂静。警报！警报！有人入侵！所有安保人员速到办公大楼4楼集合！所有安保人员速到办公大楼4楼集合！所有安保人员。鹬蚌相争开始了，咱们去得力喽！来啊，造作啊！水妹白了2人一猫一眼，这人和猫怎么都匪里匪气的？几人来到天鹰安保公司大门前，门后就是第一进院路，黑市的所在。此刻，所有保安都朝办公大楼赶去，前院已经空无一人，几人光明正大的走了进去。范哥，咱们直接去看戏。不急，先把整个黑市都扫荡了，再去也不迟。对啊，现在没有看守，咱们直接零元购。够！大院里，黑市商铺都锁着门，商贩们都下班回家了，但是他们的货物都留在了摊位上，来回搬运太麻烦，而且太危险，放在天鹰安保公司还有保安看守，何乐而不为？好家伙，我算是明白下饭的物资都是怎么来的了。搜刮黑市用了差不多10分钟。行了，第2站拍卖场。水妹看着我大肆搜刮天鹰安保公司的物资，心中不免有些凄凉。再怎么说，天鹰也算是自己父母的心血，没想到今天就要毁在自己的手里。你不是想知道我用什么来办黑市和拍卖会吗？我把黑市和拍卖场都给搬到我的地盘上去，那不就行了？放心，到时候还让你来主持拍卖场的工作。真的？当然，不然我招你来干嘛？不就是为了筹备拍卖会？水妹顿时心情大好，如果能换个地方继续把天鹰办下去，那也算是告慰了自己父母的在天之灵。那我带你们去拍卖场吧，这里我熟。家贼难防，走着。与此同时，对面商铺楼几人走后，房间里只剩下了肥仔和轩辕皇朝。躺在角落里的轩辕皇朝恍惚间醒了过来，他睁开眼睛看了看四周，我他妈这是在哪里？然后他突然闻到了一阵浓郁的肉香。轩辕皇朝慌忙扭头看去，只见茶几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肉。我操，我是不是已经隔了，上天堂了？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肉菜？他看到了茶几上有一只肥老鼠，正在大口吃肉大口喝可乐。怎么回事？难道这个世界已经被老鼠统治了？轩辕皇朝努了无嘴，发出呜呜的声音。肥仔听见声音，扭头瞥了他一眼，然后继续享受鼠生。轩辕皇朝赶紧用舌头去顶塞在自己嘴里的臭袜子，顶了大概4-5分钟，终于将嘴里的臭袜子给顶出来。喂！轩辕皇朝在地上扭动着被捆绑的身体。小老鼠。肥仔看向轩辕皇朝，脸上露出疑惑之色。小老鼠，过来帮我咬一下。肥仔闻言顿时跳了起来。轩辕皇朝一脸惊恐，不知道为啥这个小老鼠变得如此狂躁。他本来就是想让他帮自己咬开身上的绳子，但还没说完。算了，那不然你喂我吃点肉呗。虽然轩辕皇朝家是地头蛇，但末世以后也没见过这么多肉啊。这时肥仔听见轩辕皇朝居然要自己喂他，顿时浑身一阵恶寒。肥仔突然想起来，主人临走前曾经嘱咐过自己什么来着？肥仔，你留下来看着轩辕皇朝，如果这小子敢跑，就废了他的腿。想到这里，肥仔的小眼珠滴溜溜一转，有主意了。肥仔跳下茶几，迈着步子来到了轩辕皇朝面前。轩辕皇朝见状，心中一喜，看来有戏啊！来，小老鼠，快咬啊！肥仔用大板牙一口咬在绳子上，绳子顿时被切断。轩辕皇朝心中大喜，慌忙解开身上的绳子，从地上爬了起来。哈哈，小老鼠就是好骗。他跑到餐桌前，狂抓几把肉塞进嘴里，然后朝门狂奔而去。太好了，我轩辕皇朝终于自由了。正在这时，后面的肥仔露出一丝邪笑，器官衰竭，轩辕皇朝的一条腿顿时被诅咒之力生捏断，一声凄厉惨叫顿时响彻八方，惊天动地。轩辕皇朝捂住裆部跪倒在地，疼得满地打滚，冷汗直流。肥仔拍拍小爪子，一脸神气。与此同时，已经身在第2进院落内的我扭过头，看向对面的商铺楼。刚才你们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好像是惨叫声。没有啊，现在到处都是天鹰的警报声，哪有什么惨叫声？行吧，咱们抓紧时间进拍卖楼。白灵一猫当先，记者服务，直接干碎了楼门的电控门锁。白灵，我有钥匙。我带着几人走进拍卖大厅，大厅里
台下摆放着几把实木桌子椅子，还有一座拍卖台。我心念一动，实木桌子椅子和整个拍卖台直接被装进空间圣殿，一瞬间，整个大厅空空如也。供应拍卖会的硬通货是能源晶石吧？放在哪里？少部分在兑换处的保险箱，大部分在仓库。我径直来到兑换区，一脚踹开门，走了进去。兑换区的角落里果然有一个巨大的保险柜，这个保险柜采用防爆钢材打造，足有5公分厚，十分结实。这怎么弄开？我二话不说，直接照着保险柜的命从小步进洞，保险柜门直接被炸裂，露出里面满满3个大袋的能源晶石，少说也有1000多颗。你刚才说什么？这一幕怎么感觉似曾相识呢？这时水妹跑了进来。2位大哥，我说过我有钥匙。我耸耸肩，大手一挥，将1000多颗能源晶石收入空间圣殿。最后一站仓库。在水妹的带领下，几人终于来到了第3进大院。此刻办公楼里已经炸开锅，打斗声、爆炸声、惨叫声不绝于耳。打得最激烈的是第4层，好多扇窗户都被元素弹轰碎了。几人刚来到办公楼门口，一名保镖顿时从4楼窗户被扔了下来，砸在了我脚边。打得挺惨烈啊！赶紧进去，要不然赶不上好戏了。3人一猫走进办公大楼，到处都是尸体，其中绝大多数是天鹰安保公司的人，毕竟有的保安并没有觉醒异能，而且跟在轩辕浩身边能活下来可都是精英。几人来到3楼楼梯，先去仓库还是先去观战？肯定先去囤货。下土匪果然实锤了。几人快速来到仓库门前，我没有动手，白灵没有动手，就连王浩也没有动手。2人一猫直勾勾盯着水妹。你们盯着我看什么？等你的钥匙，你不是有钥匙吗？仓库这么重要的地方，王重楼怎么会把钥匙给我？这个是要王重楼的特制钥匙才能打开。也是，这个仓库大门厚重，雷暴估计都打不开，看来还得先去看2个老头打架呀。3人一猫直接来到4楼。4楼大厅里，2拨人已经打得难解难分。轩辕家的护卫虽然人数少，但实力强悍。天鹰的保安虽然实力稍弱，但人数比较多，所以2拨人一直僵持不下。轩辕浩二话不说，抬手就挥出3道锋刃，3道锋刃撕裂空气，急速朝王重楼切割而去。王重楼冷哼一声，一拳轰出，3道锋刃纷纷爆裂，他的双拳之上居然覆盖着一层金黄色拳套。谱系，王重楼这人隐藏的太深了，之前一直都没见过他出手，想不到居然是一名土系觉醒者。风系对上土系，天生被克。轩辕家主，你我之间素来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来找我天鹰的晦气？而且你儿子轩辕皇朝把水妹带走，老夫都已经默许了。不说这个还好，一说这个轩辕浩就来气。王老贼，少跟老子装蒜！你故意让水妹勾引我儿，现在我儿轩辕皇朝已经下落不明，而且你又指使那丫头引来丧尸，攻击我轩辕家基业，抢走了老夫辛苦囤积的大批物资。你个阴险的老王八，这次老夫必要嘎下你的王八头！王重楼听得一头雾水。水妹绑架了轩辕皇朝，还引来丧尸攻击了轩辕家，抢走了轩辕家的物资，这怎么可能？为了掌控那丫头骗子，我根本就没有给他觉醒的机会。但轩辕浩根本就不给王重楼解释的时间，他甩动手中笔杖，四周风元素滚滚凝聚而来，风元素在轩辕浩周身凝聚成一道怒卷。王老贼，尝尝老夫的暴怒卷！王重楼露出凝重之色，四周凝聚出了一颗厚重土球，将自己包裹在内。下一刻，龙卷与金黄土球狠狠撞在一起，强横的能量冲击波夹杂着泥土席卷八方。一时间，轩辕浩和王重楼僵持在了一起。与此同时，几人正在4楼楼梯口朝这里探头张望着。我操，打得好激烈呀！耗子，好好看看，王重楼虽然只有6级，但是人家在土元素的控制上比你溜得多。王浩点点头，认真的观战。王重楼不会被轩辕浩给嘎了吧？你可是说过要让我亲手嘎了王重楼。放心，王重楼这老小子藏得深着呢。四周的保安和护卫们也都紧张的不行，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毕竟王重楼和轩辕浩对决的结果，决定着他们需不需要立即跑路。正在这时，轩辕浩骤然将手里的手杖朝金黄整球刺去，手杖居然轻而易举地刺破了金黄整球的防。这是想不到吧？这手杖是老夫花费大价钱弄来的，一根6级变异生物的獠牙制作而成，刺破你这龟壳绰绰有余。就你有底牌，我堂堂天鹰总裁会没有1-2件宝贝傍身？王重楼的衣服瞬间爆裂，露出了里面的一件软甲背心。这是地眼蟒皮做成的，6级的变异地眼蟒蟒皮，防御力很惊人，甚至连有些7级觉醒者都破不开。老东西，去嘎吧！话音刚落，四周金黄色土元素瞬间在王重楼掌心凝聚成一根狰狞土刺，土刺瞬间穿过轩辕浩胸口。轩辕浩的护卫们顿时慌了，扭头就跑。刚跑到楼梯口，就看到了坐在板凳上嗑瓜子的我，一个不留。走吧，
该咱们登场了。我从板凳上站起身，朝大厅走去。王重楼见状，顿时眉头一皱，这又是谁？水妹找来的帮手，刚解决了轩辕浩，麻烦又来了。这两人看着咋这么熟悉？对了，他们好像是……我快步来到轩辕浩面前，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子。你小子谁呀？上来就打我！我甩开膀子，又是一逼斗。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结果最后还是要老子自己动手。轩辕浩气得脸红脖子粗。我本来只是想打肿他的嘴，不让他说空间细巧物资的事，这咋还自己把自己气嘎了呢？王重楼露出凝重之色，单凭肉体力量2巴掌山格了6级的轩辕浩。水妹，这人是你带来的？刚才轩辕浩所说的绑架轩辕皇朝、引动丧尸攻击轩辕家，都是你找人干的。王重楼可不傻，见到我2巴掌扇嘎了轩辕浩，立即就明白了过来。王重楼，这一天我等了太久了，今天我要亲手嘎了你，祭奠我隔去的父母。看来你已经知道了，所以谋划了这一出闹剧来复仇。别傻了，乖乖的在笼子里做一只金丝雀，天天有饭吃不好吗？说罢，王重楼看向我和王浩，两位小兄弟，千万别被这个女人用美色给利用了。这样吧，以后你们跟着我，给最高的待遇，3天吃1次肉。王重楼不可谓不豪爽，3天能吃1次肉，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那简直就是天堂。3天吃1次肉，我家猫都嫌弃。王浩一脸不信，3天吃1次肉，那这个考研干部，哪个干部经不起这样的考验？那你们说要什么？只要我王重楼能办到，绝不含糊。其实王重楼也不想大出血的招揽我和王浩，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刚才跟轩辕浩一场大战，他已经消耗了7、8成的元素能量，现在跟我2人动手，风险太大，想跟你借一样东西。借东西？哈哈，你别说借，老夫直接给你们，要什么尽管拿。痛快！鬼娃，取货！什么鬼娃？话音刚落，我的影子里延伸出一道狰狞黑影，他张开大嘴，满口獠牙，一口咬在了王重楼的影子上。王重楼顿觉一股剧痛从后脖梗传来，五官骤然扭曲变形，下一刻他四肢瘫软，直接躺在了地上，浑身抽搐。护卫们双腿一软，纷纷趴在了地上。我摸了摸鬼娃的小脑袋，如果鬼娃不出手，自己嘎一个6级还是需要2、3招的。鬼娃出手，一招就偷塔。水妹看着躺在地上的王重楼，你说过让我亲手嘎了他。对，现在他还没格，只是被鬼娃剥夺了行动能力，但感觉和神经都正常。闻言，水妹朝我投去一抹感激之色，她捡起地上的手杖，紧咬银牙，一步一步朝着王重楼走去。瘫在地上的王重楼眼看水妹朝自己走来，惊恐地瞪大了眼睛。他当然清楚自己是如何嘎害了水妹的父母，又如何恐吓水妹，让她天天活在恐惧之中。现在猎物与猎人的角色互换了，王重楼感觉过了很久很久，水妹才来到自己身旁，举起了手中的手杖，狠狠落下。你要干什么？水妹笑而不语，拿出一个小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只尸虫。这只尸虫是水妹在整理拍卖会物品的时候私藏起来的，本来是想着当轩辕皇朝欺辱自己的时候用它来自嘎，现在正好给王重楼用了。尸虫平时都是假的状态，只有遇到鲜奶才会复活。不要啊！水妹长长松了一口气，释然了，绝美的脸庞上流下2行清泪。爸妈，女儿终于亲手给你们报仇了。一旁的护卫们早就被吓傻了，一个个目瞪口呆。水妹扭头看向我，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大庭广众的，不要说一些让人误会的话。说着，我看向幸存的几名安保人员，能存活到现在的，无一例外都是觉醒者，3级左右。想留下跟我的，我不会亏待；不想跟我的，现在就可以离开上路了。几名护卫面面相觑，2个人站起身离开了。我朝白灵使了个眼色，白灵瞬间化为一道残影消失在原地。我看向水妹，这里面有可用的人吧？水妹明白，我所说能用的人，是指可以组织管理黑市的人才，当然人品必须要过得去才行。这些都是天鹰的骨干。既然你们愿意跟我，那我必然不会亏待你们。但丑话说在前头，谁要是敢玩花花肠子，王重楼就是下场。护卫们脸色惨白，浑身哆嗦。我不但实力深不可测，而且身边还有这么多恐怖的怪物，谁敢有一点忤逆的意思？我微微点头，这些人有经验，有才干，以后就是开辟黑市和拍卖会的骨干人员。这时白灵回来了，朝护卫们露了露獠牙，浑身嘎意笼罩整个大厅。护卫们顿时倒吸一口冷气，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他们暗暗捏了一把冷汗，涌上一股劫后余生之感。刚才如果他们也选择离开，此刻怕是也身首异处。耗子，把手杖和地眼蟒皮背心收起来，这可是6级超凡材料打造的好东西。我或许不需要，但可以给小女仆和水妹用，关键时刻可以保命。说罢，我从王重楼的身上拿出特制钥匙，朝3楼走去。
王浩见护卫们还跪在地上，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跟上范哥！一声令下，护卫们慌忙起身，跟在了后边。以后终于有小弟使唤了。几人来到3楼仓库，我用特制钥匙打开仓库大门门锁，厚重的铁门朝内侧开启，露出了房间内部的情景。我走进仓库一看，心中微惊，这里面积很大，比大厅还要大3倍。货架上分门别类的摆放着各种各样的超凡材料，角落的大箱子装满了能源晶石，少说也有3、4千颗。乖乖，这资本家就是豪横啊！过不了多久，我也是万恶的资本家了。我突然注意到，仓库最中间的货架上有一个锦盒，而且这么大的货架上只摆放了这么一个东西，什么玩意这么金贵？我来到锦盒面前，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十分小巧的骨片，好熟悉的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难道是耗子、水妹带其他人先去大厅等我？好的，范哥。王浩答应一声，带着众人离开了。此刻这里只剩下了白灵和鬼娃。鬼娃在地上抓到了一只虾眼甲虫，正玩得起劲，根本没听见我在说什么。我见状淡然一笑，从空间圣殿中取出了那双刻印着血瞳咒印的血符古翼。血符古翼的上方好像缺了一小块，而且大小和形状跟锦盒里的骨片相似。难道是？我拿起锦盒里的骨片，镶嵌在了血符古翼的缺口上。血符古翼顿时发出耀目光芒，其上血瞳咒印熠熠生辉，居然诡异的蠕动起来，渐渐脱离了古翼，漂浮到了半空之中。与此同时，我掌心传来一阵刺痛的灼热感，翻看掌心一看，那枚血瞳咒印居然也蠕动起来，漂浮而起。2枚血瞳咒印骤然合二为一，在半空勾勒出一只瞳孔，瞳孔之中似乎有月影闪动，四周空间微微扭曲虚幻起来。我刚要凝神看去，突然那只瞳孔骤然化为一道光芒，涌入了我的右眼之内。我浑身一颤，右边的眼珠急速幻化为咒印血瞳，血瞳之中眼前的一切景物瞬间清晰10倍，甚至可以看到10米外鬼娃手中的那只金色甲虫，以及甲虫后背上的细纹纹路。与此同时，我心中浮现一种奇妙的感觉，似乎自己可以掌控这只甲虫的一切。这种感觉是幻境。我心念一动，咒印血瞳中瞬间倒映出甲虫的身影。下一刻，我与这只甲虫已经身处一片空间，空间之内伫立着一根黑色十字架。此刻，那只甲虫已经被绑在了十字架上，与甲虫一起被绑在十字架上了，是一道虚幻的青年模样。我没看，我还没看啊，我没看，我真没看。不流标，不流标，不流标，不流标。你是谁？我叫曹顺，身份？我是天鹰的安保人员。天鹰的剩余安保人员不是都已经被解决了吗？为什么你会控制这只甲虫？窥视我？我是一名召唤师，你来之前，我召唤出了占卜小乌龟，占卜到了这次血光之灾，所以躲了起来。卦象是我有一线生机，所以我才召唤出甲虫来查看一线生机究竟在哪里。哦，你召唤出的乌龟可以占卜吉凶？曹顺慌忙点头。我召唤的瞎眼狗子还可以百里追踪，我召唤的3眼乌鸦可以代替我的眼睛巡视四周。我心中一动，有点意思啊，这是个人才。1分钟内来3楼大厅找我，否则……血域幻境瞬间破灭。与此同时，躲在女卫生间里的曹顺从幻境中惊醒，浑身早已被冷汗浸透，那种感觉太恐怖了，就像是面对着一尊神奇。而且虽然是幻境，但那种折磨是对精神上的折磨。如果对方愿意，只需要一个念头，自己的精神瞬间就会崩溃，成为一个痴呆。曹顺暗暗咽了口唾沫，惊魂未定。太可怕了，那名穿着黑色风衣的青年究竟是谁？还有，我到底要不要去找他，还是直接跑路？曹顺的脑海急速转动着，思考着最佳的方案。突然他心中一动，那名黑衣青年如果想要我的命，刚才完全就可以动手，但他没有，而是让我去找他，这也就是说他并不想打我一线生机。曹顺顿时大喜，原来自己的一线生机印证在这名黑衣青年身上。但为了保险起见，曹顺还是拿出了小乌龟，给自己补了一卦。小乌龟啊小乌龟，我的一线生机是不是来了？小乌龟在地上转了几圈，头冲着曹顺抖动，然后吐了几口口水。小乌龟点头了，但吐口水几个意思？曹顺挠了挠头，上善若水啊。对。曹顺立即收拾包袱，朝3楼走，一脸兴奋。哈哈，我曹顺成功躲过了一次劫难，生机来了。与此同时，仓库之内，我也从血域幻境中醒来，右眼咒印血瞳缓缓收起，恢复了正常。释放一次血瞳，消耗了自己将近1/3的精神能量。消耗虽然很大，但这枚咒印血瞳的能力十分逆天啊！这究竟算是催眠系、幻境系还是精神系？好像都不是。催眠系是催眠猎物，使其听从自己的命令；幻境系是制造一个虚幻的情境，将猎物拉入其中，让其无法自拔；而精神系则是直接对猎物发动精神攻击或者精神传音之类的。但这枚咒印血瞳给我带来的能力，则不属于任何一种，但好像又包括这3种能力，但不完全。
我能感觉到，目前咒印血瞳似乎不完整，自己只是掌握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能力。一旦咒印血瞳完整，那将是一种毁灭性的精神力量。这种诡异的能力一定跟血月或者血符有关，只是目前没有机会去印证。看来王重楼就是这血符古意的幕后卖家，所以仓库里才会有这古片。这个老狐狸故意把古片抠了下来，只卖古意，就算买主拿到古意，也看不出个所以然。而他就在背后钓鱼，哼，想得挺美。现在还不是给我做了嫁衣？我大手一挥，将整个仓库全部搬空，储物架也拿走，回去省得再重新摆放。鬼娃，别玩了，藏进我的影子。鬼娃钻进了我的影子里。我带着白灵走出仓库，来到了3楼大厅。此刻，几名安保人员已经整整齐齐站在大厅里，耐心等待着。范哥，没啥事吧？我微微摇头，来到几名安保人员面前。你们应该认识曹顺吧？闻言，安保人员纷纷一愣。老大怎么会认识曹顺？是亲戚还是仇人？报告老大，我是管人事的，曹顺的情况我都清楚。你叫什么名字？吕辉。我将吕辉带到一旁。吕辉，跟我说说曹顺的情况，所有的。曹顺，男，21岁，本地人，来天鹰工作3年0.5个月，主要负责后勤工作。末世后觉醒了召唤系，但是召唤出来的都是些残疾小动物，基本没什么战力。现在负责打杂，一直被大家排挤孤立。我闻言点点头，原来如此，看来这个曹顺在这里并没有受到重用，也不会对王重楼有什么情分。好，你回去吧。是。吕辉回到队伍中，这时曹顺拿着瘸腿小乌龟，提着背包来到了3楼大厅。大厅里有很多人，但他的目光瞬间就落在了我身上。一身黑色风衣的我鹤立鸡群，面无表情，神秘强大。这废柴什么情况？不跑路还赶过来找讹？老大，我是曹顺，我来了。玩个游戏吧。你猜我手里有几颗能源晶石？猜对了，以后跟我混，每天1斤肉，能源晶石管够。猜错了，一拳打爆你脑袋。这个老大不按套路出牌啊！其余保安顿时笑了。猜手里几颗能源晶石？我操，开局地狱难度啊！不是猜在左手还是在右手，那样还有1/2概率，是猜几个？这谁能把持得住？这次曹顺肯定是废了，他这么多年在安保公司摸鱼，这次铁定摸不着了。好的，应该没啥问题。闻言，保安们都笑了。还没啥问题，把你画大的不行。随即，曹顺蹲在地上，双手将瘸腿小乌龟捧在掌心，贴着额头，然后口中念念有词。曹顺双手放开，小乌龟掉落在地，开始急速旋转起来。大概转了10几圈，小乌龟才停稳，龟头指向我，但龟壳上完好无损。曹顺一愣，随即心中明了，王浩和水妹都凑了过来，看了半天没看出一点名堂，占不出来了。曹顺点点头，几个？一个也没有，老大的手里没有能源晶石。闻言，我眼前一亮，缓缓伸开掌心，果然是空的。一旁的保安顿时惊呆了，这怎么回事？走了狗屎运也不带这么走的吧？难道这小子真的能占卜？不错，以后跟我吧，每天1斤肉，能源晶石管够。曹顺顿时大喜，终于遇到赏识自己的老大了。我心里比曹顺还高兴，曹顺的能力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一旦自己或者身边人遇到什么未知的危险，曹顺可以提前占卜，这相当于多了好几条狗命。我之所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检测曹顺的能力，一来是真的测试他，二来也是让他在保安们面前露一手，不然我提拔了曹顺，给他这么好的待遇，别人肯定不服气。这时，脸色苍白的曹顺从地上站起，眼前一飞，差点晕倒在地。我一把扶住了曹顺，不好意思，老大，我消耗有点大，毕竟现在他还只是4级，连续召唤和占卜，差不多快把精神力榨干了。我二话没说，掏出一把能源晶石塞进曹顺手里，赶紧补一补。曹顺看着这么多能源晶石，顿时激动坏了。在王重楼这里，1个月也见不到这么多能源晶石啊！谢谢老大。我微微点头，看向其余安保人员，如果谁有辅助性的异能，比如治疗系、植物系、光明系之类，也可以获得曹顺的待遇。闻言，几名安保人员唯有苦笑，他们都是糙汉子，除了身体型就是元素型的。所有人一人开1辆车，加满油，货车和卡车都行，其他车不要。10分钟后在前院集合。耗子，你去把轩辕皇朝弄过来。曹顺，安保公司应该有挺多的对讲机吧？放哪里了？带我去。对讲机这种东西比手机方便得多。对，大概有1200多部对讲机，都放在后勤小仓库。老大，跟我来。我瞥了水妹一眼，你也去收拾一下吧。10分钟后前院集合。说罢，我带着白灵跟曹顺来到了后勤小仓库。仓库里堆满了后勤杂物，我让曹顺装了一大包的对讲机和电池，哼哧哼哧的背着朝前走。后面我朝仓库挥了挥手，轻轻的我走了，不留下一根毫毛。我来到天鹰安保公司的前院，几名安保人员已经开着货车排成一排，这些车都是押运车，外部结构坚固，内部储存空间又大，很适合在末世使用。我见状不禁点点头，有了这些车，以后出去囤物资也方便了不少。这时王浩扛着轩辕皇朝走了过来，
肥仔屁颠屁颠跟在后面。我朝轩辕黄巢身上一瞅，注意到了他裆部湿乎乎的，咋还尿了呢？不是尿了，是被肥仔给嘎了。现在这货已经疼得晕过去了。这时，肥仔伸出小爪子指了指轩辕黄巢，做了一个跑步的动作，然后他伸出3根小手指，另一只手如刀朝3根手指一嘎。他想逃跑，所以你就嘎了他的腿。肥仔一脸神气地点点小脑袋，做得不错，不过再不治疗可能会失血过多，一个刷丧尸的工具人可就没了。这时，水妹走了过来，我拿出治疗系觉醒晶石，然后把治疗系觉醒晶石递给水妹，赶紧吞了吧，救救被嘎的孩子。水妹一双美眸看着治疗系觉醒晶石，不禁停住了呼吸。这东西很贵重的，你真的给我？这颗治疗系觉醒晶石，当初可是让各个势力争破了头，都是我的人了，不给你给谁？闻言，水妹眸光闪动，忽然红了眼眶。她已经在黑暗中待得太久了，今天阳光万丈，水妹用纤长的小手缓缓拿起治愈系觉醒晶石，将觉醒晶石放进形给里，温暖的热流瞬间席卷四肢百骸，如山间清泉缓缓流过全身每一寸肌肤。下一刻，一道灰烬在水妹额头幻化而出，治疗系灰烬。我不禁满意点头，以后咱也是有超级医生的人啊，小伤小病的根本不在话下。等水妹的等级提高了，就算只剩一口气也能解救回来。不错，成功觉醒了。你先给轩辕黄巢简单治疗一下吧，他被嘎了，失血过多会挂掉。王浩将轩辕黄巢放在地上。他被嘎了哪里？肥仔闻言用2个小爪子捂住嘴狂笑，还能嘎哪里？最短的那条腿呗。水妹闻言愣了愣，人的2条腿一般都是一样长的呀。突然，水妹好像明白了什么，俏脸瞬间红到了耳朵根。水妹姐，你脸红什么？轩辕黄巢现在都是你的姐妹了，不用害羞了。水妹闻言心中一动，也是哦，就当平常的伤口来处理就好了吗？那我给他治疗了。我点点头，我也很想知道水妹究竟领悟了哪种治疗技能。水妹来到轩辕黄巢面前，几人瞪大了眼睛，拭目以待。哈！治疗之拳！水妹猛然朝轩辕黄巢裆部就是一拳，轩辕黄巢猛地被一阵剧痛惊醒，正在昏睡的身躯平地跃起，然后重重落在地上，脑袋一歪，再次疼晕了过去。不过，在水妹拳头的落点上，轩辕黄巢的伤口已经止血了。一旁，几名保安全部不约而同齐齐捂住裆部，嘴角抽搐。我、王浩和肥仔齐齐后退10米开外，感到一股淡淡的忧伤。这他妈究竟是治疗还是补刀？治疗之拳，还好不是治疗之刀。这个治疗技能真的太残暴了，以后自己万一受伤了，究竟让不让水妹治疗？怎么样，我这个治疗技能还不错吧？确实不错，我是不是要重新培育一个治疗者？这样下去，确定不会搞出人命。你这个治疗之刀，不是治疗之拳是怎么个治疗原理？不会是打得越狠，治疗效果越好吧？差不多是这样。我感觉自己的体能素质提升了2倍多，尤其是力量方面，似乎跟治疗量的提升是成正比的。给心里咯噔一声，我的妈啊，还真是，水妹这丫头的内心是有多压抑，连治疗别人都要以暴力的方式来输出。不过我有直觉，下个技能应该就会很平和救人的那种。他好像也感觉到了自己的治疗技能有点不对劲了，立即找补一下。范哥，咱们还是再练一个治疗者小号吧，这号他已经练歪了。好，抓紧时间修炼，看你下一个技能。说着，我将一把能源晶石塞给水妹，扭头坐上了一辆押运车。几辆押运车驶出了天鹰安保公司，朝着半山别墅方向驶去。第二天一大早，黑市商贩们来到天鹰安保公司，正准备开工。原地获取镂空，所有人顿时懵逼了。什么情况？一夜之间，王重楼那个老乌龟卷物资跑路了。与此同时，半山别墅内，我一觉睡到了自然醒，一看时间，已经中午12点。我起身下床，拉开窗帘，看向别墅大院。昨晚回来的时候已经半夜4点多了，我就让保安们在院子里搭了帐篷。现在要尽快解决这些人的住宿问题。当然，我绝不会让他们住在别墅里。别墅里虽然卧室不少，但都是留给核心成员的。水妹和曹顺可以住，但其他人没这个资格。现在，水妹和曹顺住在1楼的卧室，我、王浩、小双住2楼，白灵和肥仔跟着我一起住。鬼娃可以睡在影子里，也不需要单独的住处。下一步就是要在别墅院外扩出一片空地，建造一批房屋，一是给加入的成员住宿用，二来要开始筹备黑市和拍卖会，而且要举办黑市和拍卖会。现在这点人手肯定不够用，所以还要招兵买马，看来要好好谋划一番了。正在这时，我突然看到了窗台上的花盆，顿时心中一惊，花盆里的种子居然发芽了，几株嫩黄的小花苗。难道说蝙蝠的粪便真的可以改善土壤？我心中有点激动，种子都发芽了，证明土质真的被改善。虽然这株花苗不一定能顺利长大，可能会半途夭折，就算长大了也不一定能顺利开花结果，但是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一个惊人的发现。结果究竟如何，要等这株花苗长大开花结果了再说。但有些事情必须现在就准备。我一把抓起关蝙蝠的笼子，走出了别墅大楼，
来到了1号大棚旁边，这里就是堆放有机肥料的地方。鸡屁股，话音刚落，肥料堆一阵抖动，钻出来一根白白胖胖的大萝卜。几天不见，鸡屁股实力已经达到了青铜阶6级。鸡屁股，看见这只小东西了吗？鸡屁股闻言看了笼子里的蝙蝠一眼，然后点了点小脑袋。它的名字叫做小飞机，你看，小飞机是不是还有翅膀？对对对，鸡是有翅膀的，笼子里的动物有翅膀，所以它就是小飞机。小飞机也有屁股，鸡屁股好吃。对对对，这种小飞机拉的翔就是有机肥料。现在开始，你要24小时盯着小飞机，让它使劲的拉翔，不停的拉翔，生命不息，拉翔不止。有机肥料，原来这种小飞机可以制造有机肥料啊！鸡屁股顿时兴奋的不停抖动。我将一袋子黄豆放在地上，鸡屁股让小飞机一边吃一边拉，加油！鸡屁股郑重点头。为了有机肥料的伟大事业，我鸡屁股义不容辞。他心念一动，2根藤蔓瞬间缠绕边肥的狗肉翅膀，将它举到半空，屁股对准肥料堆。鸡屁股再次伸出2根藤蔓，一根藤蔓抓起一把黄豆往蝙蝠嘴里猛塞，另一根藤蔓抽打在蝙蝠身上。快吃，快拉，快吃快拉！蝙蝠一边吃一边拉，眼泪汪汪，委屈巴巴。我见状满意点头，这样一来也算是可以囤积一点蝙蝠粪便了。等下次血月来临，必须要想办法抓上几百只、几千只蝙蝠，关在笼子里，让他们狠狠的拉翔。与此同时，几名保安都从帐篷里走出来，一脸惊恐的盯着这一幕。我天，老大这是什么癖好？等会不会也让我们一起拉屎吧？这时，我朝众人走了过来，提着一个黑色塑料袋，掂着一个大盆。几名保安顿觉小花一紧，双腿止不住的颤抖起来。这是6公斤牛肉，30个馒头，还有蔬菜和佐料，等会你们自己煮点肉汤喝吧。原来是牛肉啊，不是黄豆，那也不是什么屎盆，原来是一口大锅。几名保安面面相觑，激动的浑身发抖。好久没有吃过牛肉了，都快忘记牛肉是啥滋味了。谢谢老大，赶紧吃，吃完了就要干活了。几名保安恭敬的目送我离去。我来到马厩，看望自己的小母马。人马兽看到我来了，欢快的打着响鼻。如今人马兽的实力已经达到了6级巅峰，差一丝就可以突破到7级。我翻身上马，骑着人马兽在院子里奔驰了几圈，然后来到了水池。正在水池里啃尸体的隔壁老王一愣，我操，主人回来了。老王，小日子过得不错呀，都长胖了，看来要尽快给你安排个对手了。隔壁老王闻言，龟头满脸的郁闷，就不能让我安安静静的做个缩头乌龟？虽然老王我是龟，但是却有一颗做狗的心呢。我长心一惊，凝聚出一颗流暴。老王，你刚才是什么表情？难道不愿意？隔壁老王浑身一僵，瞬间满脸的渴望和兴奋。主人，你赶紧安排对手，老王的大刀已经饥渴难耐了，再不安排对手，老王我就要一头撞死在这水池上。先说好，我可没有强迫你的意思，对吧？老王，你完全都是自愿的，对吧？隔壁老王慌忙点点龟头，自愿的，自愿的。我见状满意点头，拨转小母马朝外走去，不留隔壁老王在水池里委屈巴巴。我来到院子，翻身下马，来到了别墅大楼2层。主人，请享用清晨的第一杯加奶咖啡。我喝了一口加奶咖啡，卧室里美好而朴实的一天又开始。曹顺夹起一片培根，吃着吃着就哭了。这是啥呀？这也太好吃了！兄弟，好端端你哭什么呀？太好吃了，上次吃培根我都记不清是啥时候了。穷人家的孩子啊，真不容易。不知不觉间，王浩已经在我的带领下，在末世里过上了土财主的幸福生活。不行，日子好了，不能光我一个人享福啊，必须让我的富贵小兄弟也尝一尝美味的培根。我闻言心中一动，你还有个叫富贵的兄弟？曹顺点点头，叫来让我瞧瞧。好的，老大。答应一声，曹顺顿时双手结印，一掌拍在了地板上。一阵烟雾弥漫过后，一只瞎眼的土狗显露了出来。曹顺摸了摸狗头，老大，这就是我的小兄弟狗富贵。你跟狗做兄弟，现在又想跟我们做兄弟，那不就是说我们跟狗是兄弟？狗富贵，你有什么能力？富贵说，它可以追踪100里之内的任何气味来源。100里之内，这狗有点意思啊。等等，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看向富贵，狗富贵，你能跟肥仔和白灵交流？我又扭头看向曹顺，曹顺，你可以听懂狗富贵说什么？狗富贵是我的本命召唤物，我能感应他说的话。狗翻译。老大咋还骂人呢？我心中有点小激动。狗富贵可以和白灵、肥仔、小母马等等变异生物交流，曹顺又可以感应狗富贵的话，那岂不是说曹顺可以听懂所有变异生物的话？曹顺能听懂，再给自己翻译一下，那自己不就也能听懂了？其实变异生物的灵智一开，就会达到开启语言系统的地步，就像鸡屁股和隔壁老王那样。我摸摸白灵的脑袋，白灵，你跟狗富贵说句话。狗富贵，翻译一下白灵的话。曹顺，狗富贵说什么？主人，白灵今晚要你抱着睡觉觉。我直接拿出一根骨头在狗富贵面前晃晃，
然后一把扔出2楼窗外。苟富贵极度兴奋，纵身一跃就跟着骨头从2楼跳了下去。嘎狗灭口啊，这是！赶紧吃榨菜，等会就凉了。这人不是正经人，这猫也不是正经猫啊！吃完饭，水妹留在别墅里，抓紧时间修炼，达到青铜3级有奖励。水妹才1级，治疗之拳只能治愈一些皮外伤，必须尽快提升实力。